我一降生，无头鬼王便将我护在胸前。传说中的雪氏大将军亲自为我护卫开道，甚至出马仙龙婆也愿舍命相救。就连鬼界呼风唤雨的麻衣姥姥都认我为亲外甥，只因我是万年难遇的极阴之子，一旦修炼鬼道，速度快于常人100倍，但也因此成为无数恶鬼争抢的目标。那时正好是7月15鬼节这天，当时母亲挺着大肚子挨家挨户寻求帮助，可因为鬼节的缘故，他们都将母亲拒之门外，直到敲响了陈老头家的大门。他当时看母亲挺着个大肚子，又赤脚站在雪地上，好心的陈老头呵斥道：“这大冷天的，你一个孕妇瞎跑啥呀？”正当他要拉母亲进屋歇息，这时住在隔壁的龙婆婆突然大喊：“别管他，快离他远点，他不是活人是死尸！”这话吓得陈老头节节后退，却被母亲一把抓住手腕，随即目露凶光咆哮着：“请你救救我腹中的胎！”没等他说完，一根鞭子突如其来的抽打在母亲的身上。隔壁龙婆婆手持长鞭走进院内，声色俱厉地对母亲说道：“我乃正统出马仙家弟子，岂能容你这般妖邪在此放肆？”只见母亲被鞭子抽倒在地，嘴里不停喃喃道：“我没死，我的孩子还活着。”龙婆婆叹了口气：“你生机全无，只不过凭着身为人母的执念挺在这，腹中的胎儿恐怕早已……”闻言，母亲一把扯开肚皮上的衣服，咆哮地说着：“她还活着。”龙婆婆一经立马明白，这是有人故意设的局，这是一副凶胎，怎么会有畜生用这种恶毒无比的邪术害人？见此，婆婆貌似想到什么，糟了，这女尸腹中的胎儿命悬一线。当即龙婆婆掐指一算，不好，若是肚中胎儿一死，女尸执念散尽，到时候一尸两命，她将和胎儿化作母子双煞。到那时，她会拿着剪刀到处索命，将附近的孕妇当做她的替身。而今夜乃是阴年阴月阴日，要是孩子在此刻降生，便是阴母死阴子生，百鬼笑活人哭。因子天生通灵，一旦踏入鬼道，修炼速度快于常人100倍，这也正是恶鬼夺舍的最佳之选。如今鬼门大开，方圆100里的鬼屋都在等这机会。此子降生之时，百鬼夜行，你我2人恐怕要命丧于此。随着午夜钟声的敲响，陈老头抬起大刀，毫不犹豫地将攀附在母亲肚上的蜈蚣一刀斩断。随着肚皮的炸裂，我也顺利降生。龙婆婆面色担忧地将我抱起，阴煞之子终究还是出生了。然而陈老头忽然问道：“这孩子怎么没有脐带啊？”婆婆解释道：“孩子是被人放进女尸肚子里的，怎么会有脐带？而邪术一副凶胎，便是将刚成型的婴儿从身体中取出，随后混入五毒之血，塞入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女子体内，且此女孩必须得是孩子的直系亲属。等腹中婴儿成熟后，不等女人分娩，就会将她折磨致死。届时一尸两命，2个戾气冲天的凶魂将变得毫无意识，并且只听命于施法之人。这么歹毒的术法，只有是血海深仇才会这么报复仇家，不仅害了孩子，且他的亲生父母也会遭受诅咒。”说完，婆婆上前安慰母亲：“丫头苦了你了，放心吧，孩子我会将他养大成人的。”闻言，母亲直接跪倒在地，随后手捧一块玉石：“这是孩子的家传之物，请您待他成年时转交给他。2位的大恩我来世再报。”话音刚落，母亲便口吐鲜血，一命呜呼了。随着母亲倒下，周围忽然响起了阵阵鬼叫：“陈老头，陈老头，好香啊！”听到这声音，龙婆婆一惊，连忙拉住一旁的陈老头，大声喊道：“别回应他，这是鬼叫魂。如今鬼门已开，五毒血积的这些脏东西兴奋不已，先把孩子送进屋里，别管我。”下一秒，只见婆婆手捏法诀，口中念道：“天清地灵，兵随应转，将逐令行。弟子马清风请长八老爷上身，老婆子今日和这些畜生拼了。”此刻，陈老头焦急忙慌地将孩子抱入屋内，转手交给了婆婆儿媳，嘱咐他们照顾好孩子。随后从胸口掏出一块玉玺：“这是你娘的大印，她让你带着她去房顶躲好，无论屋外有什么动静都不许说话，不许动。要是我和你娘出了事，你就带着媳妇孩子到东山顶的菩提庙去避避，记住你娘说的话。”说罢便缠起布条来到婆婆身边。此刻的婆婆模样大变，眼冒绿光，瞳孔中透露着诡异的杀气。“小老头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长八爷是马婆婆供奉的地灵仙，我是她的老邻居，咱们一人一妖都得顾下情分呢。”长八爷含蓄一笑：“呵呵，我只是条蛇，别这么高捧我。要是来的东西太凶了，我可是会先跑路的。”下一秒，婆婆掏出香灰撒在地面，不一会，屋外便爬满了脚印，脚印一路衍生进院内。香灰有横脏东西来了。话音刚落，2个纸人缓缓飘来，仔细一看，纸人脸上粘着鬼皮。婆婆见状，抽出打鬼鞭，猛地向前挥出，啪的一声脆响，面前的纸人立马消失殆尽。不过是侥幸吃了死人的寿衣，也敢到我这来分一杯羹。就在婆婆放松之际，一只面部扭曲的僵尸鬼出现在她的身后，眼看躲闪已是不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陈老头及时赶到，一刀就将这鬼物斩成2半。老头，我这大刀可杀了几百名小鬼子，刀中煞气可轻易撕碎到横低的鬼魅。而这时天生异象，婆婆抬头望去，口中大喊：“糟了！”子时已到，天狗吞月，半血长存，天上的满月变成了血红的月牙，而周围的恶鬼也在这加持下变得暴躁。下一秒，附身在婆婆身上的长八爷显出了真身，厉声质问这娃娃到底是什么来头，竟引动这样的大凶之兆。这么凶的天象已然超出本仙能力范围，八爷我不奉陪了。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动身，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他身后。小青蛇，你要去哪？等八爷回头望去，来者竟是传说中的无头鬼将。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来他是婆婆供养的地灵凶煞青云鬼将。他察觉婆婆会有危险，此番前来是为了给婆婆助阵。话音刚落，寂静的院落响起阵阵唢呐声，一个血红轿子出现在迷雾之中。周边鬼物见了纷纷跪地让路。定睛一看，6只红衣女鬼肩抬轿子缓缓飘来，轿内坐着个白发老鬼。婆婆大惊：“麻衣姥姥，您不是快得到
成仙了，可苦损阴德抢这阴煞之子。沉重沙哑的声音从轿中传来：“别怕，姥姥，我就是来看看罢了。不过你们若是挡不住外面这些小崽子，姥姥我也不介意分一杯羹。”随着鬼叫缓缓靠近，庞大的鬼气惊得陈老头后背发凉。这位又是什么大仙？婆婆紧皱眉头，她比这些厉鬼加起来还麻烦。就在这时，三娃媳妇大喊：“娘，不好了，有脏东西进屋了，我去抵挡！”说罢，无头鬼将飞奔过去。一只吊死鬼想翻窗进入屋内，要不是有龙婆大印镇住，恐怕他早就进屋大开杀戒了。此时鬼将伸出鬼爪，凌空一跃将吊死鬼拦腰斩断。可即使是有大印的压制，还是出现了漏网之鱼。一只长蛇鬼出现在我面前，本想用舌头将我掳走，不料反倒被我一把抓住。在我好奇把玩之时，我张开口中的利齿一口咬断他的长舌。厉鬼被疼得慌忙逃窜。此刻屋外各种鬼怪纷纷显形，众鬼一一靠拢围成一团。若是等最后的香灰圈被阴气侵蚀失效，这些恶鬼就彻底挡不住了。婆婆面色铁青，随后大喊：“三娃，快带着媳妇孩子先跑，娘替你们挡着这些东西。”此时一道身影掠过，无头鬼将抱着我出现在二老面前。你怎么把娃娃带出来了？陈老头质问道。可婆婆很快就看出了端倪，不对，她是被阴煞之子给控制住了。屋外的群鬼见到我后，瞬间凶态毕露，吼叫着向我袭来。对此我冷笑一声，迅速钻进死去女尸的肚中。女尸瞬间直立起身，诡异的笑声从喉间发出，随后猛地扑向鬼群，惨叫声、撕咬声响彻天际。龙婆婆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这娃娃刚出生就这么厉害，以后得邪乎成啥样？躲在远处的八爷叹了一口气，再邪也就这一阵的事，等会煞气散尽，就会变得跟普通娃娃一样，没啥区别。没过一会，事情果然如八爷所说，一股煞气冲天而起，我眼中的血色缓缓褪去，刚刚还追着群鬼乱咬的女尸轰然倒下。见此情形，躲在一旁的厉鬼又再次围了上来。陈老头口中厉喝道：“不许动那娃娃！”说着便要上前，可一旁的婆婆却一把将他拦住：“你们普通人去了也是送死。”只见婆婆拿出一块阴气制胜的骨头，面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我会服下千年阴血骨，立地化为鬼王挡住他们。你们带着孩子快走。”闻言，无头鬼将苦心劝说：“婆婆不可，这样你将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陈老头吃惊地望着婆婆，但他也深知如今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的雪山忽然传来一阵炸响，紧接着地面也跟着摇晃起来，一股寒气从地底冒出，眨眼间周围的恶鬼全部化为冰雕。一旁的长八爷被冻得整个蛇身蜷缩在一起，麻衣鬼老被惊得面色煞白，这是什么？没等他说完，一道魁梧的身躯拖着铁链靠近，定睛一看，竟是号称一山之神的血尸大将军。麻衣鬼老在看到血尸出现的一瞬间，立马化作一道鬼气逃之夭夭。陈老头疑惑，这玩意这么厉害，连鬼仙都跑。还没等他说完，婆婆一把拉住陈老头，跪倒在地，口中高喊草民拜见勇武大将军。陈老头抬头疑惑地问道：“这大将军是哪路神仙？”神仙说不上，但他却是正道中人。传说他是一名猎户之子，天生神力勇武非凡，但他却生来痴傻。父母早早离世，使他被一位老樵夫收留，对他视如己出。樵夫的女儿翠花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才女，朝夕相处之下，二人各生情愫，最终喜结连理，结为夫妻。但他们结婚的消息很快引得爱慕翠花的男人嫉妒，尤其是村霸胡二毛，仗着有个做捕快的哥哥在村中无法无天，组织一群流氓地痞上门强抢民女，但都被血尸打得屁滚尿流。于是便想到用调虎离山之计引走血尸，结果樵夫一家失去保护，落入恶霸手中。等血尸回来，已经为时已晚，老樵夫夫妇惨死家中，翠花为保贞洁上吊自杀。血尸勃然大怒，将恶霸满门屠戮一空，碎尸万段。大仇得报之后，血尸在亲人坟前跪了749天，直到化为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他的重情重义引得当朝皇帝册封他为勇武大将军。后来他修炼千年，成为守护一方的山神。谈话间，血尸已来到我面前，看到他，我非但不害怕，还牙牙作语，伸手要抱抱。就当血尸弯腰准备将我抱起时，婆婆大喊：“将军且慢！”血尸没做理会，犀利的瞳孔静静地打量着我，随后猛地拽动身上的铁链，身后被铁链锁住的恶鬼被吓得嗷嗷惨叫。见此情形，躲在远处观望的长八爷立马化为一道青蛇，准备逃窜。只见血尸将手中的链条用力揉搓，接着俯下身躯，将一个乌黑的耳环刺入我的耳垂，一丝鲜血流出，可瞬间又变为血气被耳环全部吸收。血尸见状，露出一个僵硬又冷淡的笑容，随后转身径直朝女尸走去。恰好此时化为青蛇的长八爷正巧从这经过，血尸的大脚硬生生地踩在八爷身上，毫不理会八爷的痛呼，弯腰抱起女尸准备离开。见他们离开，我张开小手表示不舍，哇的一声，眼角瞬间泛起了泪花。婆婆见状，立即上前将我抱起。随着血尸缓缓沉入地底，被铁链束缚的恶鬼发出凄厉的惨嚎。不多时，日出东升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众人身上，暖洋洋的。陈老头将刀插在地上，那些脏东西应该解决了吧？是啊，天亮了，再凶的东西也不敢白天出现。一旁的长八也捂住胸口，喘着粗气，真是走狗屎运了，血尸竟然会出手帮忙。随后无头鬼王也化作了鬼气，回到了幽冥。陈老头惊叹道：“这娃娃好福气，过了昨晚这一劫以后，必定飞黄腾达。”不等他说完，婆婆便打断了他。此劫还远不止这些，在孩子魂魄未稳固之前，那些鬼魅每晚都会来，而魂魄稳固就是开口闭天门，那最少也要等到娃娃能开口说话才行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办法，如今只能采取换皮的方式，才能让我安然度过这劫难。换皮前，他们还得准备一根千年松香木。婆婆若有所思，看来我们得去请教一下松老了。艳阳高照之时，二老来到仙山脚下，一眼望去，四方天地尽数雪白，一棵青松屹立在雪山之巅。画面一转，两人顺利的来到松老面前，婆婆将带来的贡品一一摆好，接着插上3炷香后，亲切的说道：“松老，龙小丫头来看您了。”
你以前救过小丫头的命，今日我斗胆求您再救。救！婆婆话还没说完，一阵清风吹得松枝沙沙作响，青松枝叶随风飘落，在地上形成一个凶字。婆婆绝望地祈求道：“我深知此事大凶，但眼下除了您，没人能帮我。”说完，婆婆一个响头狠狠地磕在地上。小丫头不只是为了这孩子，更为了村里的父老乡亲。若孩子渡不过此劫，村子也将随之遭殃。看着婆婆额头布满鲜血，一旁的陈老头再也坐不住了，口中厉喝道：“我老陈不信鬼神，不拜天地，但若您愿意出手，老陈也给您磕头了。”说罢，跪倒在地，砰咚一声磕了个响头。见二老跪地不起，这时又一阵风划过，一根松枝落在陈老头顶，青松叶上沾着几滴金色的松油。婆婆见状欣喜若狂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松油，还有松老赠予的万年松。随后二老向松老叩谢后，马不停蹄地回到院中。婆婆赶忙将松枝种在院内。一旁的陈老头疑惑地问道：“不是说要救孩子吗？你怎么还在捣鼓这些？”话音刚落，细小的树苗瞬间拔地而起，长成参天大树。陈老头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婆婆望着松树，面露喜色。有了这万年松，那些脏东西就不敢进来了。深夜，婆婆将法阵布置完后，换皮秘法正式开始。所谓换皮，就是利用1000年以上的灵物之皮封住一个人所有灵窍，彻底断绝他的修行道路。婆婆边说边把万年松油倒在我身上。做完这之后，婆婆却叹了口气，她修行了一辈子，但1000年灵物之皮却实在没有，如今只能用其他灵物的皮来代替。闻言，一旁的八爷问道：“只要是1000年道行的皮都可以吗？”婆婆转头惊愕地看着八爷，好似想到了什么。随后二老纷纷露出鄙夷的笑容。见状，八爷愤怒地喊道：“你们那是什么表情？就算我差了点，但好歹我祖上阔绰过呀！蛇100年化灰，灰100年化蛟，蛟1000年化龙，囚龙之上还有应龙角龙，我们家祖上实力宽厚，拿快一退还不简单。”婆婆听完一脸喜悦，一旁的陈老头当即抱拳表示感谢。而这时八爷羞愧地解释道：“这可相当于龙皮了，这等宝贝我赠予给你。那之前临阵脱逃的事情能不能？”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旁的无头鬼王等不下去了，怒斥他少废话，办事要紧。婆婆微笑接话：“威风凛凛的常八爷哪有临阵脱逃？您老是想借麻衣姥姥之力出去搬救兵。”说完，奶奶手掐法印，将最后一点松油滴入我的口中。随着我把松油吞下，我的身体顿时散发出闪耀的金光，周边阴气呼啸。婆婆艰难地主持着法阵，口中念叨着：“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正无神通，五行换皮起，八爷灵物何在？”闻言，八爷气运丹田，从腹中挤出一个青绿色的皮囊，朝阵中甩去。蛇皮接触我的瞬间，便紧紧将我缠绕。鬼妖丧胆，一指断阴阳。婆婆单手将我定在空中，口中呢喃道：“娃娃，要是压不住这龙皮，就将与其一同灰飞烟灭了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龙皮越缠越紧，还是婴儿的我被疼痛折磨得发出哭泣声。随着烟雾越聚越多，一声龙鸣响起，一道青烟幻化的龙影死死缠绕着我。看着我飘荡在空中，底下的陈老头焦急地询问婆婆：“这孩子不对劲，还有啥法子帮帮他？”婆婆此时也是紧张不已，随即她好似想到什么，连忙招呼一旁的陈老头：“快把娃娃他娘留下的东西拿出来！”闻言，陈老头立刻掏出之前放好的金针和玉佩：“在这呢。”话音刚落，陈老头手中的物件仿佛被召唤一般朝我飞来，然后稳稳地落在我手中，开始吸纳周围的灵气。紧接着数道金针飘起，将青龙包围在其中。随着金光飞速划过，原本威风凛凛的青龙瞬间化为青烟，通通被我吸纳进体内。而先前包裹着我的龙皮也缓缓地融入我的皮肤，我也慢慢地落回到桌面，朝着婆婆开心地嬉笑着。而我的背部则浮现出一道纹身，一条囚龙盘旋在一棵青松之上。婆婆将我抱入怀中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我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了，不如就叫九难吧。”而这时一旁的陈老头注意到玉佩背面的华字，这应该是孩子的姓氏。婆婆微笑地应答道：“好好好，那以后咱娃子就叫华九难吧。”自那天过后，那些鬼物便再也没来过。二老本以为我会平安过完这一生，然而在我5岁那年，意外还是来了。村子里爆发瘟疫，爷爷为了给三叔治病，带着我上山采药。年幼的我还不明白什么是病毒，只想着三叔的病能快点好起来，带我去抓青蛙。爷爷却一脸担忧地叹了口气：“你三叔怕是不会好了。”此时家中众人哭丧着脸，一向强壮的三娃此刻犹如一具干尸瘫在床上，一旁的媳妇挺着大肚子痛哭流涕。婆婆请来看病的郎中叹了口气：“马婆婆，老头子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也用上了出马仙家的手段，实在是没法子。”婆婆面色憔悴：“瘟疫持续了1个月，村中十室九空，我这身老骨头入土也是迟早的事，到时候咱们一家在地下团圆。”倒是三娃却依旧乐观，轻声安慰众人：“娘别说丧气话，俺走了还有小九孝敬你，还有俺媳妇等孩子生了，您就让他改嫁吧，他还年轻。”婶婶听后伤心到情绪失控，一旁的婆婆立马上前将她抱住：“放心吧，三娃，娘一定亲自张罗喜事，把她风风光光嫁出去。”正当众人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我兴奋地抱着草药跑了进来：“三叔这个可以治病。”婆婆见状立马将我拦下：“小九儿快出去，小心传染给你。”我正脱开婆婆表示我有草药我不怕，随后径直朝三叔跑去。这时身旁的郎中却一把将我抓住：“小娃子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你可知这次瘟疫覆盖多少个村子？就你这几株破草就想治好？”话还没说完，郎中就亚麻呆住了，因为他发现我怀中的草药竟然都是100年以上驱疫辟邪的仙药。激动的他一把将我抱起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快让我见见这位大师！”我刚想开口时，爷爷急忙推门而入：“是我想到的。”闻言，郎中立刻飞奔地朝着爷爷冲去，紧接着一把握住他，眼冒金星地说道：“陈老真是深藏不露啊！”此时的爷爷为了不暴露我的秘密，强忍着别扭点头答复道。婆婆高兴地抚摸着我的脑袋，笑着夸奖我：“乖孙子，你真棒，你可是救了咱们整个村子。”说完，婆婆快步向门口跑去，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见奶奶高兴，我也开心地说道：“记得帮我向井里的姐姐打个招呼。”婆婆听后大惊失色：“小九，你说什么？”随即立刻蹲下身，急忙询问我：“快和奶奶说说你在哪个井里看见的姐姐？”我挠着头回想了下，说道：“就在田老叔家的井里，那个姐姐还飞出来趴在老叔脖子上舔他呢。”
闻言，婶婶被吓得支支吾吾。不会吧，小九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随即询问起一旁的婆婆：“娘，您不是已经给她换皮了吗？怎么会看得见脏东西？”龙皮只包裹住了她的身躯，眼睛可是露在外面的。说完，婆婆准备借着送药的机会来会会我口中的这个姐姐。田老四的女儿嫁给了镇上的万元户，因此她家在村中是最富有的。此时，婆婆敲响了老四的家门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没过一会，田老四面色铁青的打开大门：“老婶婶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婆婆刚要开口，身后的郎中一个顺步来到老四面前。陈老头研究出治疗瘟疫的药，刚才吃了药的人烧都已经退了，你们家也快点用上。闻言，田老四兴奋地拉起陈老头直奔屋内。为了帮小九隐藏秘密，陈老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婆婆环顾四周，口中低喃道：“奇了怪了，这里也没阴气啊。”正当婆婆还在查看周边时，一口老井出现在她眼前。婆婆伸头看向井中，井内平淡无奇，并未有任何异常。婆婆面色沉重地想到：难道是要小九的阴阳眼才能看清？这时屋内的陈老头已然忙完走出。老爷子别走，留下来，俺给您杀鸡吃。陈老头抬手谢绝。一旁的婆婆走上前询问道：“老四最近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吗？”田老四挠了挠头：“没呢，就是有点犯困。”婆婆察觉到不对劲，但是又说不上来问题在哪，随后拿出一柄桃木刀：“老四，这柄刀送你挂门前，能驱邪避疫。多谢老婶婶，我马上就挂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有啥事你来找我。”等婆婆走远之后，那把被田老四挂在门前的桃木刀突然裂开数道口子，一股黑血喷涌而出。而婆婆回到家之后还是不放心，便带着我再次来到田老四家。乖孙子，你真的看见那个姐姐了吗？闻言，我立刻趴到井边，奶声奶气的讲道：“姐姐你在吗？我和奶奶来看你了。”等待片刻后，婆婆见没有动静，便从袋中取出几枚铜钱撒入井中。见我一脸疑惑，婆婆笑着解释：“古钱能镇邪。”而婆婆这几枚常年沾染活人阳气的铜钱，刚好是鬼物的克星。就当我跟婆婆正要离去时，田老四家的大门被人一把撞开。“马婆婆，快回去，你家儿媳要生了。”婆婆听后大喜，连忙拉上我往家里赶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屋内的三婶痛哭了一个下午，听着媳妇的哭喊声，三娃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。陈老头安慰道：“别急，孩子一会就能生出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大门被人推开，接生婆焦急地喊道：“快去找车上医院，孩子难产了！”众人立马焦急忙慌起来。陈老头吩咐道：“三娃，你去借牛车，我去筹钱，镇上的医院得花不少钱。”就当二人跑开之际，接生婆喊住两人：“镇上不行，得去县城的大医院。”闻言，三叔痛苦地坐在地上，去往县城要赶300多里路，就算有车也得开一下午啊。陈老头满脸担忧地询问接生婆还有没有其他法子，但凡有办法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开口：“大家别急，我有办法。”闻言，众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在我身上。接生婆呵斥道：“小九，你别添乱了，人命关天啊！”知道我本事的陈老头连忙喊我跟他走。来到角落，二人急切地询问：“小九，你有啥法子？快说！”我丝毫未提起女鬼的事，只是告诉两人：鬼板8钱，当归3两，川芎6钱，加水煮开服下即可。这便是让婴儿降生的开骨散。喝药前让婶婶含一片先前雪氏大叔给我的千年身亡。闻言，陈老头一巴掌拍脑袋上：“对了，我咋忘了这茬？”一旁的三叔激动地将我抱入怀里：“小九，你的恩情三叔记心里了。”我小脸红扑扑的：“那个三叔您别和我客气。”随着婶婶将汤药喝下，不多时，她面色红润地对婆婆说道：“娘，我好多了。”没过一会，屋内便传来婶婶的痛呼声，一个粉粉嫩嫩的女娃诞生了。三叔得知母女平安后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婆婆见所有事情都处理完后，笑眯眯地送接生婆出了门，接着又嘱咐到：“那东西就交给你处理。”可接生婆一走远就嘀咕道：“这紫河车可得好好埋起来，别被黑心贩子挖去害人。”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阴风划过，将她迷得失了神智。随后竟转头走向了田老四家中，径直地来到那口老井边，毫不犹豫地将胎盘倒入井中。随着落水声传开，枯井内响起一阵诡异的尖笑声，空洞的井内一只惨白的血手伸了出来，紧接着一个满脸鲜血的女鬼探出头来。此时的院内，三叔开心地将我举到空中，可我却看到了那个原本藏在水井中的姐姐，正在死死盯着婶婶怀里的孩子。那时的我对鬼神没什么概念，开心地向她打着招呼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不进来玩了？”一旁的三叔被我这一举动惊得冷汗直流：“小九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”闻言，我立刻解释道：“就是之前在田老叔家那口老井里看到的姐姐，她现在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婆婆破门而出，口中厉喝道：“大胆邪祟，竟敢在我出马仙家撒野！”可她定睛一看，鬼物早已消失不见。婆婆面色阴沉，口中呢喃道：“3番5次来闹事，看来必须要给你点教训。”转天，婆婆来到正厅焚香祭拜，请仙家显灵帮弟子查查那脏东西是什么路数。话音刚落，供台上的香火就迅速燃烧起来，没过一会就化为灰烬。见此，婆婆急忙跪拜，多谢仙家答应弟子请求。不多时，供台上便缓缓地显现出字来：3合土，铁棺材，黑水出，命300。看完后，婆婆惊呼一声：“大凶之兆！这年头怎么会出现铁棺材？”见婆婆提出疑问，供台上立马又显现道：“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”婆婆看着仙家的提醒，意识到这是非同小可，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全村300条人命葬送在那脏东西的手中，就算是豁出性命，她也要做最后的争取。做好打算后，婆婆来到庭院，对着陈老头说道：“那井里的脏东西不好对付，这次怕是有性命之忧。”而就在这时，三叔急匆匆赶来，口中大喊：“娘不好了，城里来了好多专家，要来帮田老四家打井取水灌溉农田。”闻言，二老一惊，
不好，要出事了。两人赶忙跑去查看情况。此时，一群村民将田老四家围得水泄不通。老四，干嘛呢？这么热闹？陈老头带着婆婆拼命往里挤。田老四见婆婆来了，赶忙出来迎接，口中止不住的吹嘘自己儿子有多争光，在镇上工作深受领导关照。这不得知咱们村吃水困难，领导特地安排了施工队来给俺们打井了。闻言，婆婆面色一变，该不会已经挖到铁棺材了吧？正当她打算上前查看时，一个白领打扮的青年站了出来。马婆婆，您别听俺爹瞎扯，这全是政府的功劳。不过俺家这地可真难挖，用机器也才挖了1米多。听后，婆婆重重的松了口气，随后便打算将铁棺材一事通知大家。怎料一旁的陈老头一把将她拉过，现在这么多人看着呀，你能确定脏东西就在这吗？这是说小了是封建迷信，往大了说就是破坏生产队建设。婆婆叹了口气，随后从兜里掏出一包带血的泥团，开口说道：“这是三合土，采用石灰、粘土、沙子掺和黑狗血混合搅拌而成，专门用来镇压凶煞之物的土壤。铁是死物，不通阴阳，鬼魂一旦被其锁住，便再无出头之日。而用铁棺材下葬，等于把人闷进铁锅里炖，再加上外头的三合土镇压，就犹如把人丢油锅里炸。就算他生前是好人，在这么多年的折磨下，也会化为最凶的恶鬼。”听后，陈老头安慰婆婆：“放心，这是我来处理。”随后便火急火燎地跑回家中打电话摇人。深夜，村子上空闷雷滚滚，7月大热天竟飘起鹅毛般的雪花。睡梦中的二毛忽然起身，衣服也不穿的走到院内，神情呆滞地开启机器继续挖井。雷声的轰鸣正好掩盖机器发出的声响。没过一会，一阵诡异的笑声从井内传出，紧接着一股黑水夹杂着几枚铜钱喷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婆婆也从睡梦中惊醒，口中呢喃道：“不好，出大事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三娃推门而入，大喊道：“娘，田老四家死人了！”等到众人赶来，只见二毛下身裸露的倒在一边，面色红热，好似刚经过一场大战。见此情形，一旁吃瓜的村民议论纷纷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，大晚上的搞这档子事。就在这时，陈老头口中大喊：“都别吵了，这是脏东西祸害的！”闻言，围观的众人被吓得急忙逃离了现场。第二天一早，傻儿子流着泪找上了婆婆：“龙婆，这施工队的同志是县里政府派来的人，现在不明不白的死在我家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婆婆连忙开口安抚，表示这次的邪煞凶得很，处理不好全村都要遭殃。随即便吩咐起众人，从今晚起，所有人过了8点就都不许出门，尤其是精壮的小伙子，再把所有的黑狗公鸡都杀了放血，将血都洒在自家的房前屋后，并通知大伙到他家来领上一份仙家的香灰。可即使如此，辟邪的东西依旧不够村里人的消耗，不得已，婆婆再次请动出万年松。看着滴滴驱邪的松油落下，婆婆终于松了口气。就当众人回去的路上，远处2道人影逐渐靠近。我是县里派出所的周立明，过来调查田老四家的命案。见此，三娃热情地上前邀请2人前往松老那头获取松油。怎料一旁的胖子对着大家就骂封建迷信，还义正言辞地教唆大家要做唯物主义者，要相信科学，并摆出身份自己是国家干部，大家都得听他的。这话激起群民愤怒，少他妈废话，再挡路别怪老子的拳头朝你脸上来。见状，陈老头立即站了出来：“国家干部是服务人民的，你不顾民情怎么担得起干部2字？你这种狗仗人势的干部，老子见一个打一个！”只见陈老头从怀中掏出了什么，那胖子立刻一脸惊恐地看着他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一句滚字从陈老头口中说出，胖干部立即笑脸迎上：“您说的对，小的给您让路。”见陈老头要走，周立明立刻劝道：“老爷子您应该是个大人物，但您也不能带头搞封建迷信啊！”闻言，陈老头反问道：“10年前那场战争你有参加吗？”周立明严肃地答道：“我只是听说过，当年的战友告诉我敌方使用了某种邪术，可那难道不是谣言吗？”见他还不相信，陈老头拿出3枚勋章：“同志，你看看这个。”周立明一惊，冷汗瞬间冒出：“自由勋章、胜利勋章、一等功勋章。”下一秒，周立明立刻腰板挺直，干净利落地行了个军礼，口中高喊：“小周见过老将军。”陈老头连忙摆手示意低调，随即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周立明同志，我以勋章起誓，这个村庄里发生的怪事的确和鬼物有关，请交给有能力的人来解决。”就在刚刚，陈老头挖开了埋藏女尸的老井，随着大臂的吊起，铁棺材终于从井中捞出。刚一落地，就刮起了阵阵阴风。婆婆立刻取出仙家御赐的风雷扇，将众人护在身后。随着嘎吱一声闷响，周队长上前一把抬起棺盖，棺材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恶臭飘散而出。见众人围了上来，这颗头颅竟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见此情形，龙婆连忙用出风雷扇，正扇为风，反扇为雷，此乃驱邪避魔的仙家法器。五匹女尸立马起身准备反抗，但却被强大的狂风扇入血水之中，砸得血滴纷纷朝着龙婆面门袭来。但好在龙婆眼疾手快，甩出扇子挡住。随着血水的流失，关内情况一览无余。看清女尸全貌的龙婆被惊得一身冷汗，这竟然是怨气极重的不朽尸。陈老头叹了口气，将人折磨成这样，难怪怨气会如此深重。一旁的周队长愤怒地说道：“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究竟是谁做的？我一定要查明真相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”闻言，在外头围观的田老四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口中嘀咕道：“他回来了，回来索命了。”众人见状，急忙上前逼问实情。老四，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通过田老四的讲述，这场持续100年的恩怨也浮出了水面。原来田家100年前曾是方圆百里的名门望族，棺材中的女尸便是田家员外其中一房小妾。然而此女是戏班出身，长得貌美如花，却到处勾搭男人。在一次和府中下人通奸时被人撞见，田员外得知此事后，用皮鞭活活将她抽死。为了让她受尽折磨，田员外按道士只是将她扒皮抽筋，利用749颗镇魂钉死钉在铁棺材里。说完，田老四抱头哀嚎：“龙婆，您一定要救救俺们一家，这都是俺爷做的，和俺们没有关系啊！”对此，龙婆赶忙安抚道：“我已用风雷扇暂时镇压住他了，
只要及时将尸身烧掉，避免让他尸魂合一，他就再也无法祸害人了。闻言，众人立马搬起柴火摆在院内，随着龙婆一把火棍扔出，女尸瞬间被火焰吞噬。就在这时，一缕魂魄从火堆中冒出，口中咆哮道：“天黑之后你们都得死，你们全村人都要为我陪葬。”龙婆一惊，没想到你这厉鬼竟如此凶悍，大白天都能显形。说完，连忙掏出一块沉木扔了过去。老婆子，我舍了这开山镇邪木，就不信你不灭。被打中的女鬼发出阵阵惨嚎，叫声震耳欲聋，伴随着烟火散尽，女尸也化为了尘土。就当众人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可龙婆的一句话将他们打入谷底，如今只毁了他一半的道行。过了今晚，这棺才算真正没事了。随着天色渐渐变暗，龙婆跪在供桌前喃喃道：“诸位仙家老婆子，今夜决定和那厉鬼拼了。若我命丧鬼物之手，还请诸位念我多年供奉的情分上，保我一家平安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供桌上3根香火快速燃尽，紧接着香案上浮现出一字“可”。我躲在门前偷偷看着龙婆满眼泪珠的叩谢灵位。老婆子，谢过各位仙家了。随后龙婆来到我的身边，小九，婆婆不在身边时一定要听你三叔的话，做个听话的好孩子。婆婆说完便要离去。见此情形，我连忙扑入龙婆怀中。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婆婆话中的含义，只是觉得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一想到会失去她，我灵机一动，随即飞奔地向外跑去。安顿好我的龙婆又对着院内的松树不舍地说道：“松老，小丫头走后家里就交给您了。”随后便朝着田老四家赶去。此时陈老头按照龙婆的指示布好了道家驱邪的拘魂铃，手提白斩杀人刀的他安抚着龙婆，就凭我这柄大刀在这，谅这女鬼也不敢出现。紧接着又叹了口气：“咱2个老骨头倒是没什么，就是小周同志，你不应该陪我们一起赌命啊！”闻言，周队长立即将拳头放在胸前，口中高喊：“军人以保卫人民而战，这脏东西要是来了，我死也要咬他一口。”听后，龙婆面入喜色：“你2人身上正气凛然，刚好是鬼物的克星。”言罢，掏出打鬼鞭递到周队长手中：“小周啊，一会脏东西来了，你就拿这个抽他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阵阴风吹得拘魂铃叮当作响。龙婆提醒到他来了，众人紧张地看向枯井，只见一对鬼手从井口探出，紧接着一个身冒绿光的魂体缓缓爬出，伴随着瘆人的鬼叫咆哮地朝着众人袭来。众人连忙躲闪，却没想到正中女鬼奸计。龙婆急忙大喊：“屋外的人别进来！”话音刚落，地主家的傻儿子推门而入，女鬼张开双腿，顺势就要将他扑倒。见此，龙婆当即掏出一罐攻击血，朝着女鬼就泼了过去。鲜血沾染的一瞬间，就烧得他嗷嗷惨叫，魂体受损的他飘到空中就要逃跑，却被龙婆的拘魂铃封住了退路。周队长迅速甩出打鬼鞭抽向女鬼，怎料他手臂一抖，竟打了个空。抓住机会的女鬼当即闪到他身后，伸出鬼爪一把将他拎起。见此情形，龙婆急忙泼出攻击血，畜生受死！怎料这女鬼抓着周队长钻进铁棺材内，砰的一声，棺盖紧紧闭上。陈老头急忙上前用出蛮力开棺，却无济于事。龙婆咬破舌尖，一口鲜血吐在松枝上，让开，我用这舌尖血将这孽畜逼出。随着龙婆一掌落下，棺内顿时传来女鬼的惨叫以及周队长的求救声：“达咩达咩，优雅咩蝶！”闻言，龙婆厉喝道：“孽畜，你再不出来，老婆子就是拼上这条性命也要用血雷劈死你！”关中女鬼不惧反笑道：“你劈死我这男人也别想活着。再说了，就算被雷劈死前能睡到这样的汉子也值了。”周队长怒喝道：“别脱我裤子啊，达咩优！”随后棺材内传来阵阵喘息声，时不时的传出豪爽啊。这话听得龙婆老脸一红：“你这不守妇道的东西，老婆子今日定要收了你！”说罢，龙婆手掐法印，口中念道：“有请地灵仙长八爷助我诛灭邪祟。”随后龙婆气势攀升，双目变成了幽绿色的蛇头。咱不是说好了不多管闲事吗？那铁棺材里的东西本仙也招惹不起，弟子只想请您帮忙打开棺盖，无需您出手和脏东西拼命，您若帮我开棺，过阵子我让人给您建妙丽牌受人供奉。闻言，八爷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，此话当真，弟子怎敢骗你？随即八爷面色一变，双手高抬，身后巨大的青蛇虚影浮现而出，驱邪附媚，道气长存，急急如律令。破！瞬间女鬼被打个倒飞而出。周队长赶忙爬出棺材，身上衣着片缕，口中喘着粗气。陈老头连忙将他扶起，关切地询问道：“没事吧？这畜生没把你怎样吧？这脏东西把我抓进去前，我把公鸡血和香灰含在嘴里，等他张口咬我时就吐他口中。”闻言，陈老头一脸尴尬，刚刚动静那么大，算了，你说咬嘴就咬嘴吧。就在众人谈话间，恢复魂体的女鬼缓缓爬了起身，口中咆哮道：“你们都该死！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”随即一个闪现消失在众人眼前，下一秒又出现在周队长身后，张开巨口咬了下去。好在龙婆眼疾手快，迅速将他推开，可自己却被女鬼一口咬住胳膊。强忍疼痛的龙婆奋力抽回手臂，连忙向后倒退，看着女鬼咀嚼着口中的碎肉。附身在龙婆身上的八爷心生惬意，这脏东西如此凶悍，八爷我可要先跑路了。闻言，陈老头连忙恳求道：“您可是龙婆供奉多年的地灵仙，您不能就这样将她抛弃啊！”与此同时，小九难独自一人前往深山搬救兵。听龙婆说，雪氏大将军就住在这边，可他却在林子里迷失了方向。漆黑的夜色中，四周传来各种奇怪的声响，隐约间还有诡异的笑声萦绕在耳边。小九难害怕极了，抱着双臂颤颤巍巍地嘀咕道：“我一定要找到雪氏大叔来救婆婆。”就在此时，他脚底一滑，重重地栽倒在地，泪珠在眼眶打转，可他却安慰自己：“我是男子汉，不能哭。”随后起身继续向前走去。他用吃奶的劲攀上了一处小山头，才发现前方是一条死路，而他的身后又传来阵阵狼嚎声。树林深处，一双双幽绿色的眼睛浮现而出，随着声音靠近，几十只饿狼出现在他眼前。见此情形，小九难被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一道鬼叫将狼群吸引，林子中浮现出2道穿着兽衣的鬼影。众狼见状
状吓得连忙匍匐在地，卑躬屈膝地让出一条路。两道鬼皮出现在小九难跟前，诡异的笑声飘荡在寂静的山谷里。你这小家伙出生时没能将你吃掉，现在竟然自己送上了门。说罢伸出鬼爪就要将他抓起，怎料刚触碰小九难的瞬间就被一道金光震得倒飞而出。这是松树伯伯和金龙大叔。臭小子，还有几分本事，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随即二鬼快速摆动鬼爪攻向光照，没过一会，只见砰的一声，金光炸碎。哈哈，这该死的护照终于没了，可以好好享用美食了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8个红衣女鬼尖抬大叫凭空出现在我眼前，而原本嚣张的鬼皮此刻被吓得浑身颤抖，连忙跪倒在地，口中高喊小的拜见鬼仙大人。沉重沙哑的声音从教中响起：呵呵，你们这些不长眼的畜生，给本仙4元点。闻言，二鬼立马化为青烟消失不见。见状，我当即磕头拜谢，小九感谢奶奶救我。而教中的鬼老见我如此乖巧温顺，心中暗想这鬼煞之子如今已然换皮，对我也无作用，就当结个善缘吧。做完打算后，鬼老当即笑着说道：叫我姥姥吧，这大半夜的你一个孩子跑来这荒郊野岭干嘛？听后我愣在原地，这就多出个姥姥了，不容我多想，此时救婆婆要紧。随即我重重的磕了个响头。姥姥，小九想请您出手救救我婆婆。闻言，鬼老疑惑地问道：龙小丫头怎么了？我哭着说到婆婆去对付脏东西了，并说这次可能回不来了。小九想要找雪士大叔帮忙，却迷失在林子中。见我嚎啕大哭，麻衣鬼老一把将我带入怀中，轻声安慰道：傻孩子，找雪士你得去雪山才行，你来姥姥这麻衣山不是白费功夫吗？不过就凭你叫我一声姥姥，这个忙我帮你了。区一个铁棺材，姥姥手到擒来。而此时田老四家中，陈老头手持白斩刀，已是强弩之末，面前的红衣女鬼嘲讽道：别挣扎了，那个姓周的已经快不行了。而四老婆子也自身难保，等那松叶的法力耗尽，他就得被铁棺材活活耗死。闻言，陈老头怒喝一声：老头子，我戎马半生岂会怕你？畜生拿命来！说罢抬起大刀就劈了过去。女鬼毫不避讳，一个闪身迎了上前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陈老头被余威震得手臂发麻。见状，女鬼抬起手掌抓向陈老头胸口，怎料他刚触碰的一瞬间，立刻就被金光烧得滋滋作响。女鬼满脸惊恐地喊道：你怎么会有功德护体？在他看清陈老头胸前的勋章时，一脸不屑地说道：原来就是快破勋章。话还没说完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好似要让他对刚刚的出言不逊付出代价。女鬼吓得连忙捂嘴，小女子不敢妄言，随即放出被困的龙婆，迅速钻入棺材，化为青烟就要逃跑。怎料这时八鬼尖抬红轿挡住了他。小浪蹄子，听说你祸害了不少人。察觉到面前的人不好惹，女鬼立刻求饶道：小女子不敢。然而教中之人不听解释，一把将她吸入轿内。一时间，女鬼的惨嚎声响彻天际，随着鬼魂碎片缓缓飘落，底下观望的龙婆惊得后背发凉，怎么来了个更凶的？随即双手抱拳：老婆子多谢麻衣鬼仙相助，若非您出手，那棺材中的鬼物只怕是后患无穷。鬼老却冷哼一声：要谢就谢我这外孙吧，姥姥我可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出手，你们两个老家伙怎么不看好他？害得我外甥差点被鬼皮给吃了。闻言，二老惊呼一声：鬼皮！在得知事情的由来之后，龙婆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迷迷糊糊地嘀咕道：姥姥别走到我家玩。闻言，麻衣姥姥面露喜色，这娃子就是孝顺，姥姥我是越看越喜欢。龙婆一惊，好似想到了什么，姥姥要不我在堂口给您立个牌位，您想小九了就来看他。鬼老听后却犹豫不决，受你供奉也行，但这小蛇皮。精明的八爷当即说道：龙婆若有福气供奉您，我们地灵仙家当然是以您为尊。见此，麻衣鬼老也不再犹豫，随即大手一挥，一道白光飞入龙婆体内，以后驱邪之时便报我的名号，届时我便会来助你。抱上大腿的龙婆顿时兴奋不已，多谢姥姥御赐，不必客气，小九叫你婆婆，咱们就平辈论交，你以后就喊我一声老姐姐吧。看着麻衣姥姥离去，一旁的陈老头连忙询问：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就连铁棺材里的邪物都能轻松收服。闻言，龙婆解释道：麻衣姥姥可是修行1000年的鬼仙，再过100年就能修成正果，届时便可踏入仙界。听后，陈老头一声惊呼：这么厉害，得亏小九胆大嘴甜，竟能讨得他欢心，那日后可就有福了。时间一晃10年已过，我在院内舞动着雪士大叔给我的匕首，就当我耍得满头大汗之时，龙婆告诉我：小九把这个皮包放好，你马上就要上高中了，到时候住校时这把匕首一定要随身携带。我嬉笑着答复道：放心吧婆婆，学校应该没什么事的。我还没说完，只见龙婆白眼一翻，周身弥漫起青烟，好似被仙家附体。你家三小子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用枪打我，快去西河边把他弄走，来晚了别怪本仙将他弄死。就在我疑惑是哪个仙家在这放话，婆婆缓缓睁开了眼：小九，快扶我到西河边，你三叔闯祸了。随即我带着龙婆迅速赶了过去。此时三娃双脸肿胀的瘫倒在地，龙婆心疼的将他扶起，轻声呼唤着：三娃醒醒。没过一会，三娃委屈的说道：娘，俺撞邪了，刚刚一只黄皮子跑到俺身前，问俺他是像人还是像神，俺没应答，他张口就咬了过来，当时俺被吓了一跳，朝着他开了2枪，结果开到第3枪10枪就炸膛了。闻言，龙婆一巴掌打在三娃头顶：什么黄皮子，那是黄大仙，要不是看在你娘出马仙的面子上，你早就被他老人家给弄死了。随后便让我搀扶着三叔往回走，口中还嘱咐到回去后摆好贡品，好好给黄大仙道歉。就在我们离开之时，身后一只黄皮子默默地注视着我们，漆黑的瞳孔中浮现出一丝杀气。怎料这时草丛中迅速冒出一道身
身影，一个面色铁青的红衣厉鬼一把将他掐住，张开大嘴一口吸光了他的精气。天生对鬼气敏感的我顿时一惊，连忙回头望去，可身后却空无一物。就当我郁闷之时，龙婆询问我怎么了，我连忙应答道没什么，婆婆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回到家后，我细心地检查起三叔的伤势，土制的枪杀嵌入皮肉，得尽快做消炎处理。随即我便告知婆婆要去镇上买些药材，让她在家中等我回来。龙婆关切地嘱咐道，让我叫上隔壁虎娃一同前去，并且带上她做好的香灰包。路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千万别回头。我摆手表示放心。随后我便协同虎娃一同上路。漆黑的夜色中，四周传来各种奇怪的声响，虎娃被吓得冷汗直流，口中颤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九哥，你听，是不是有人叫我们？”我也意识到可能遇上了脏东西，回想之前婆婆说的话，赶忙叮嘱道：“千万别回头，抓紧我一直往前走，等过了这段就没事了。”可虎娃却双目失神，口中嘀咕道：“九哥，你看前面有好多人在唱大戏呢。”不等我应答，他便快步向前走去。见此情形，我在后方一边大喊一边试图追上他，可虎娃却越走越快，急忙追赶的我顾不上周边的情况。在穿过一处山洞后，诡异的一幕让我后背发凉，面前赫然出现一个戏台，台下坐满了一群身着古装的观众，周围站满了面色发白、口吹唢呐的乐师。一张太师椅摆在正中间，桌前放满了山珍海味，似乎是给大人物准备的。虎娃面色呆板的抓起馒头，不停地往口中塞。我连忙大喊：“虎娃，别吃了，咱们赶紧离开这里！”可这一声喊叫惊动了看戏的众人，他们纷纷转头怒视着我，犀利的瞳孔仿佛要将我吞并。小子，好好坐下来看戏！我心中一惊，糟了，这是恶鬼拦路，这么多恶鬼挡道，我要如何才能带着虎娃逃脱？就在我思索对策之时，一阵锣鼓声轰然响起。先前那些狠厉的恶鬼纷纷回头望去，只见两个女童搀扶着一位身着华服的老妪走了过来，不顾他人的目光，径直地朝着太师椅坐下，随后抓起身前的食物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最后甚至端起盘子拼命地往嘴里倒。还没咽下去的食物纷纷卡在老妪的喉管中，急得老妪抚上脖子咳嗽起来。在这剧烈的咳嗽声中，她的脑袋居然从脖颈处断开，扑通一声掉落在地，随即一条铁链从脑袋中伸出，血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看得头皮发麻，冷汗直流。一旁的虎娃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顾不得害怕，我迅速从兜里拿出2枚金针，分别扎入我和虎娃的头顶，针入百会，贯通阴阳。做完之后，我拉起清醒后的虎娃向前跑去。虎子快跑，这些都是鬼怪！可还没跑出几步，先前那根铁链迅速缠住我的脚腕，被这么一绊，我脚步不稳向前扑去。婆婆交给我的香灰包也洒落一地，随着扑通一声，我栽倒在地，意识渐渐模糊。等我再次睁眼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然回到了家中。我连忙询问到虎子的情况，通过婆婆的讲述后，我也松了口气。原来我在昏迷前，婆婆给我防身的香灰意外被我洒出，那些鬼物见识到香灰的厉害后，便纷纷离去。我不禁感叹，这次多亏了婆婆的香灰包。但我还是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婆婆，您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出事的？”闻言，龙婆面色一沉：“你们走后不久，香炉里的香就出了状况。人最怕3长2短，香最忌2短1长。见这情形，我就赶忙叫人来寻你们，幸亏来得及时，让我们赶上了。”我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乱坟岗那边不知何时多出了这么多鬼怪，要是日后有他人路过届时，必定要出事。”说罢，我从兜里掏出一颗黑色的钉子：“婆婆，你看，那些恶鬼还用这个来打我。”龙婆连忙伸手接过，一番查看过后，口中怒喝道：“这群该死的畜生，竟敢用这钉棺材的丧门钉来害人！这乱坟岗何时有这种邪物？看来这件事不简单啊！”见婆婆如此生气，我连忙开口道：“要不我去找姥姥过来看看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见一个血红轿子凭空出现。蚂蚁姥姥愤怒地说道：“一群小兔崽子竟敢欺负到我大外甥头上！小九，你在家中等着，姥姥这就找他们算账去。”坐上鬼轿便来到乱坟岗上空。你们这群该死的恶鬼，给姥姥滚出来！然而这些鬼物见到是鬼仙降临后，立刻吓得四散而逃。见此情形，姥姥冷笑一声：“呵呵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随即鬼轿化为一道红光飘向空中，没过一会便来到了黄鼠狼的聚集地。刚一落地，鬼老大手一挥，周围立刻阴风四起，鬼气弥漫。该死的黄皮子都藏哪去了？要不是你们欺负小九三叔，我那大外甥怎么会被那些畜生迫害？快给我滚出来！此时鬼轿里迸发出黑红色的煞气，将周边笼罩。在煞气的覆盖下，蚂蚁姥姥闻到一丝气息，随即迅速从鬼轿飞出。原来你这畜生藏在这呀！说罢，鬼爪向草丛探去，可抓出来的却是一只皱巴巴的黄皮子。蚂蚁姥姥一脸疑惑道：“这附近还有谁能杀得了得道的黄仙吗？”正当鬼老思索之际，一道金光将他手中的黄皮子击落，紧接着化为虚影划过。只见一只全身炸毛的黄鼠狼赫然出现，他死死抱着怀中的小黄皮子，怒吼道：“蚂蚁姥姥，就算我家孩儿伤了王三，你也不该要了他的性命。”对此，鬼老冷哼道：“我可没杀他。”而此时沉浸在丧子之痛的黄鼠狼听不进解释，我儿全身精血都被吸干，还说不是你们鬼无所为。见解释无果，鬼老双手一摊，面露狠色的说道：“既然你非要咬着我不放，那我不如就坐实了这罪名，看我扒了你们的皮，给我外甥补身子。”说罢，掌间阴气萦绕，一道巨型鬼手朝着黄皮子抓了过去。轰的一声炸响，地面碎石飞溅，尘埃四起。黄鼠狼凭借敏捷的身法躲过这一击，随即命令后方的黄皮大军发起进攻。给我上！咱们黄仙家可没这么好欺负。大战一触即发。可就在这时，地灵仙长八爷迅速插入双方中间，口中大喊道：“都别打了，给我住手！”怎料下一秒，二老联手一巴掌将他扇飞，口中喝道：“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”场面一度尴尬，他地灵仙家的脸面丢尽。八爷捧着鼓起的脸颊，委屈地说道：“我就说拦不住龙婆，你偏要让我来阻止。”话音刚落，龙婆气喘吁吁地赶道：“二位先停下，别打了，此事有蹊跷。”可二老对此并不买账。
大妹子你只管看戏，不必插手。老太婆，这是和你出马仙家没关系。见此情形，龙婆急得满头大汗，口中念叨着这可如何是好。一旁的八爷却吊起了胃口，除非……闻言，龙婆急忙喊道：“八爷，您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办法赶紧用出来。你要什么好处，老婆子都给你。”八爷听后一脸贱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随即一阵青烟飘起，八爷化为一条青蛇，吐着信子说道：“你在这稍等片刻，我去就回。”然而屋内的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。此时妹妹正端着汤药让我喝下，可我却看到窗外一道黑影渐渐靠近，这诡异的一幕让我心底发慌，连忙大喊道：“是谁在屋外？”随即我飞身下床，将妹妹护在身后。漆黑的深夜，屋外一片寂静。就当我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时，一道虚影渐渐地从墙面穿透而来，诡异的笑声响彻屋内。见此情形，妹妹吓得死死攥着我的衣角。此时婆婆和姥姥都不在家，我轻声安慰妹妹不要怕，随即拉着她向后退去。女鬼见状冷笑一声，抬起鬼爪向着我们袭来。就当快要触碰到妹妹之时，一道金光将她打得倒飞而出，女鬼跪倒在地，痛得捂手惨叫。我面色一喜，连忙向着院外的松树感谢道：“多谢松老相助。”趁此机会，我拉着妹妹夺门而出。女鬼依旧不罢休，怒吼一声，鬼手抓向妹妹后背。就在此时，龙婆和鬼老一同赶到，婆婆立刻道：“畜生住手！”见此情形，女鬼立刻化为一道青烟消失不见。蚂蚁姥姥被气得啐了一声：“什么鬼东西都敢欺负到我外甥头上！我就是掘地3尺也要将你们挫骨扬灰！”随即身影一闪，跟了上去。婆婆抱着妹妹连声安慰：“乖娃子没事了，奶奶在这。”妹妹也是被吓得痛哭流涕。见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也问起了心里的疑惑：婆婆黄仙家的事情都解决了吗？闻言，龙婆笑着答道：“有其他仙家出手将这矛盾平息了。”仙家，我回想起脑海中八爷那猥琐的身影，心中忍不住吐槽到：“八爷还有这能耐，冥冥之中仿佛有感应一般。”长八爷迈着步子缓缓朝我靠近：“臭小子，你看不起谁呢？这回出马的可是我，大哥是也。”说完，八爷贱笑一声，手指着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。我却挠了挠头，一脸迷惑地吐槽道：“你这大哥仙风道骨，气宇轩昂的，怎么看都跟八爷您搭不上边呀！”八爷闻言愤怒地喊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”就当他说个不停时，一旁的常怀远打断了他，随后一双犀利的眼眸扫视着我，紧接着开口问道：“老八，这小公子身上怎么会有常家的龙皮？”八爷听后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不敢说话。当他再次看向我时，眼睛一动不动盯着我的耳垂，被看得头皮发麻的我立即说道：“这是雪狮大叔送我的极银耳环。”话音刚落，常怀远笑眯眯地拍着八爷后背：“老八，你做得很好。”闻言，八爷一脸懵逼地站在原地。就在场面尴尬之时，龙婆端着凳子走了过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常家主，快请坐。先前多亏了八爷奉献的龙皮，才救了我这孙子一命。你们常家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呢。”而一旁的常怀远注意到院内的松树后，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：“松老在此小子怎敢落座？我们今日登门是来告知你们，黄家那孩子的确是被鬼物害的，而在这附近有这等能力的鬼仙，只有蚂蚁姥姥。”闻言，龙婆心中一惊，难道他是来兴师问罪的？这地灵仙家的老大道行高深，有着呼风唤雨的手段，要是他站黄家这边，那事情可就糟了。想到这，龙婆立刻笑着答道：“常家主，我那老姐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她敢做敢当，如果是她干的，怎么还会去黄仙家找麻烦呢？”话音刚落，蚂蚁姥姥坐着鬼轿缓缓飘落，口中嬉笑道：“还是大妹子了解我，常家老大咱可没祸害那小黄皮，不过他家要是想打架，姥姥我必定奉陪到底。”见此情形，常怀远解释道：“黄仙家现在确实对您有些误解，但如今他已联手5大仙家，准备一同围攻麻衣山，要您血债血偿。”闻言，姥姥面露狠色：“那边让他们看看，这里到底谁说了算？”见蚂蚁姥姥周身鬼气大放，常怀远立刻安抚道：“姥姥您稍安勿躁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此事还有解决的余地。常某此番前来便是化解你们双方之间的矛盾，我在5个仙家那还有一番薄面，要不姥姥您随我一同前去把事情说清楚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怀远必定将您平安送回。”姥姥闻言冷哼一声：“常家主别以为我看不出，你是被松老和雪氏大将吓住了才出此下策，不过看在你有这份心，那姥姥便和你走一趟。”可能是被姥姥的话给怼住了，常怀远站在一旁不停地咳嗽。见状，我立刻上前将他扶稳，随即疑惑地问道：“常大哥，你这心肺应该受过重伤吧？”话还没说完，一旁的八爷笑眯眯喊道：“老大小九他可厉害了，5岁的时候就治好了祸害全镇的瘟疫，还给人接生过娃娃呢。你可以让他帮你看看这毛病。”常怀远听后说起了病因的起始：“我这病是在100年前渡劫时落下的，当时正处于蛟龙转囚龙之时，可却被9霄神雷打成重伤，后来拜访了许多神医都没治好。”说完后，他用一双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：“小哥，你可有办法医治？”我不做应答，抬起手掌用出了中医的望闻问切，气带淤血，静脉阻断，且脉象混乱，体内存有雷霆之气。这一字一句的诊断经的常怀远瞳孔放大，全都说到点上了。激动的他连忙询问我治疗之法，可我说出的方法让他面色发白，冷汗直流。办法是有，但医治过程中你可能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会用金针刺入你丹田之中，将你体内的雷霆之力引出，再配合药理调和就可痊愈。但在行针过程中，雷霆之火一旦涌入心脉，届时就功亏一篑，生死道消了。一旁的八爷听后立刻制止道：“大哥，这风险太大了，咱们就这样吧，别冒险了。”可常怀远已然做好了决定，咱们地灵仙家世代由蛇化龙顶天立地，如今我有这一身伤，我就永远不可能化为蛟龙向上攀升。小公子，常某的性命就交由给你了。我面色沉重的应答道：“必当竭尽全力将你医治。”画面一转，此时的常怀远双目紧闭，伏羲而坐，中府心鱼，丰隆肺鱼至阳，此乃中医针灸里的5行聚阳法。
随着我将金针刺入各个穴道之后，常怀远紧咬牙关，青筋暴起，周身雷霆之力浮现。没过一会，他便口吐鲜血，应声惨叫。一旁围观的八爷急忙上前一把将其扶住，口中关切地询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事？”而强撑着的常怀远却哈哈大笑，这该死的病根总算解决了。紧接着他双手抱拳感激道：“小公子医术高超，简直是华佗在世。”闻言我尴尬地挠着头，常大哥过誉了。如今你体内淤血已出，我再给你开个方子调理下身子。久虚老参、人面何首乌、百年木灵芝。常怀远看着我写在纸上的药方后，心中一惊，这些药材他压根就找不到呀。随即便开口询问到这几味药材能否用别的药物代替。这些灵药如果没有大机缘的话，简直就是千年难得一遇，就算运气好，侥幸得到一株也是徒劳无功。随后他便弯腰行礼道：“是怀远没这气运，白费了小公子高超的医术。”见此情形，我急忙将他扶起，看着手中的药方，我回想起雪氏将军送我的礼物，随即我转身跑入屋内。众人被我这一举动搞得一脸懵逼。等我再次出来时，手里捧着一箱散发金光的灵物。常大哥，这些你都拿去用吧。看着箱内光芒四溢的药材，常怀远被惊得张大嘴巴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这是九虚老参和百年木灵芝。”我笑眯眯地说道：“都是雪氏大叔给我的，现在都给你拿去疗伤吧。”常怀远见状连忙摆手拒绝：“小公子，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，这我不能收下。”见他拒绝，我便卖了八爷一个面子，治病救人是头等大事，更何况您是八爷的兄长，药材乃身外之物，我怎会吝惜这点东西？八爷听后直接热泪盈眶，语无伦次道：“小九儿你真好。”事已至此，常怀远弯腰感激道：“多谢小公子大恩大德，日后要是有用得着怀远的地方，我必当尽力相助。”随后对着一旁的婆婆说道：“还请龙婆帮怀远立个堂口，方便以后你我两家来往。”婆婆立刻抱拳应道：“常家主能来我家做堂，那是老婆子的荣幸。”一旁看戏的八爷见嘻嘻笑道：“这要是传出去，你龙婆以后就是北国第一出马仙了。”而我对于这些名头上的称呼并不在意，眼下解决五仙的报复才是头等大事。随即我便请求道：“还请常大哥能帮我姥姥洗清身上的冤屈，我不想她被人污蔑成凶手。”蚂蚁姥姥听后一脸欣慰地抚摸着我的头：“小九真懂事，姥姥没白疼。”听完我这一番话后，常怀远立刻安抚道：“二位放心，此事我也有办法解决。”随即他便带着我们走入一处深山内，不多时前方浮现出其他4位仙家的身影。看到我们走了过来，黄鼠狼当即怒喝道：“常老大，你作为5仙家之一，岂能站在蚂蚁姥姥那边助纣为虐？”对此常怀远并未理会，随即弯腰对着山洞内恭敬地喊道：“常某恳请胡三爷来为此做个公断。”此话一出，众妖连忙停止叫嚣。黄鼠狼自信地认为胡三太爷肯定会站在他这边。见此情形，我疑惑地询问龙婆：“这胡三太爷是谁？”龙婆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胡三太爷是天下出马仙之首，相传他修炼正道5000多年，一生都在积德行善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义之士。传说在商朝年间，不少有灵性的动物修炼成精为祸一方。掌管6界的玉帝正怒命五雷神君带领天兵天将前往长白山将众妖泯灭。面对杀伐果断的神君，胡三太爷主动现身为众生求情。然而五雷神君奉承玉帝谕旨，不能擅作主张，坚持要剿灭众妖。见求情无果，胡三太爷为救他们，竟向天立誓，他愿用一生之力将众妖度化，修炼正道，以彰显上天好生之德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将他笼罩，玉帝那浑厚的声响从空中传来。而今立下宏愿天降功德，那便特封尔为长白山众妖之首，统领万妖，潜心教化，免其罪行。自那以后，胡三太爷变成天下出马仙之首。只要胡三太爷能给蚂蚁老姐姐洗清冤屈，那此事就真相大白了。龙婆刚说完，只见常怀远卑躬屈膝，一旁的仙家们也纷纷跪地，口中高喊道：“请胡三太爷决断。”不多时，悠长的洞内传来一道声响：“事情我已知晓，此事不仅与五仙家有关，更是与龙婆、蚂蚁姥姥有所关联。”众人闻言纷纷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，龙婆更是一脸懵逼，而回过神来的黄鼠狼当即怒吼道：“果然是你们害了我家孩子！”蚂蚁姥姥也毫不示弱：“胡三太爷，您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！”就当黄鼠狼即将动手时，洞内的胡三太爷厉喝道：“给我住手！害死小黄皮子的和袭击龙婆孙女王小月的乃是同一人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震惊不已，大家怎么也没想到挑起事端的竟然是别的鬼怪。见众人有所缓和，胡三太爷继续说道：“如今鬼物作祟，诸位不可意气用事，应当冰释前嫌，一同缉拿真凶。”黄仙自知理亏，连忙抱拳道歉：“蚂蚁姥姥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多多见谅。”对此，蚂蚁姥姥冷哼一声：“呵呵，下不为例。”得到姥姥原谅后的黄鼠狼转头询问道：“胡三太爷，那鬼物现躲在何处？”龙婆也一同附和道：“还请胡三太爷指条明路。”然而这女鬼阴邪至极，就连她也算不出具体位置，只能靠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找出这鬼物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村庄外围鬼火飘荡，以村子为中心，方圆100里内的小动物们极其活跃，路过的老百姓们被吓得抱头鼠窜，仓皇而逃。而怪异的事情远不止这些，那些游荡的动物们竟绘声绘色地说着人话，吓得围观的青年当即昏死过去。听到动静的龙婆连忙将他扶住，笑着指责道：“你们干嘛要去吓唬他们？”闻言，那青蛇吐出信子说道：“是他胆子太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”对此，龙婆也不好反驳，随即询问道：“你们探查了这么多天，可有那鬼物的线索？”青蛇支支吾吾了半天，表示一无所获。见他们好像消磨了信心，龙婆连忙为他们加油打气：“大家继续去寻找，我和蚂蚁姥姥已经布下阵法，将周围封锁，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的。”听龙婆说完，其他小动物纷纷离场，继续往周边探查，只有那条青蛇依旧停留在原地。见状，龙婆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而青蛇的话语勾起了龙婆的泪花：“我们家主已经得知陈老头病危之事，他托我给您带个话，要是小先生需要什么草药精
尽管通知我们。龙婆听后连忙谢道：“可陈老头他目前的状况不太乐观，可能。”而此时屋内，陈老头用着沙哑的声音安慰着我：“小九儿别哭，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能看着你长大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”而一旁的我哭得泪眼婆娑，紧紧攥着陈老头的手说道：“爷爷，我不要你死，一定还有办法医治你的。”而陈老头却是笑着说道：“傻孩子别难过，爷爷早就盼着和那些老战友们团聚了。”说完便强撑起身：“小九，快去把我的烟袋拿来。”见此情形，我心想爷爷突然精神这么好，难道是回光返照了？随着烟丝燃起，陈老头深吸了一口旱烟，紧接着又打开收音机，听起了那首描述抗日战争的沙家浜。随着戏曲响起，陈老头沉浸在其中，回想起过往的一切。一曲完毕后，他拿出了最宝贵的功德勋章递给我：“小九儿，爷爷没什么好东西给你，这几枚勋章留给你做个念想。”随即拿起一旁的大刀，眼中锋芒毕露：“这百斩刀爷爷就带走了。若是在阴曹地府有人敢欺负咱老百姓，老头子我就用这大刀跟他拼命。”说罢，陈老头如释重负，开始哈哈大笑，随后竟直接失去知觉，向后倒去。见爷爷双目紧闭，失去了呼吸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企图用声音将他唤醒。没过一会，窗外浮现出两道身影，随着一黑一白的虚影缓缓靠近，我才看清，他们正是地府里引导灵魂的黑白无常。二鬼一到房间内便齐声喊道：“在下范无咎，在下谢必安，奉阎王之命，特此前来迎接老将军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魂体从陈老头体内飘出，在看到眼前这一幕后，他惊讶地喊道：“原来真有黑白无常，那便辛苦二位带我走一趟。”闻言，黑白无常恭敬地说道：“老将军乃大功德之人，能有幸迎接您也是我们兄弟俩的福气。”临行前嘱咐道：“小九儿爷爷走后，你和小月兄妹俩要好好孝顺龙婆，不要惹她生气，要听她的话。”说罢便抱拳对着黑白无常说道：“劳烦二位了，咱们上路吧。”只见二鬼弯腰回礼后，白无常口中高喊一声：“时辰已到，黄泉路上无客栈，看好前方莫回头。”看着爷爷即将离我而去，我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爷爷，我会照顾好婆婆的，您别担心。陈老头闻言就要转头回应，一旁的白无常连忙制止住，随后又回头对着我说道：“小先生，白某念及你祖上有功，我给你提个醒，你妹妹王浅月降生时的紫河车被邪祟给吞噬了，如果不将她消灭了，那丫头绝对活不过18岁。”对此我惊讶不已，我算了下时间，心中有了方向，随即对着二鬼叩谢道：“多谢二位指点迷津。”可黑白无常却迅速躲开：“不必谢我们，倘若有朝一日你能破解这胎中之谜，记得今日这情分就好。”说完，他们便准备离去。陈老头在原地对着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随后跟着黑白无常一同化为青烟飘向空中。看着他们逐渐消失，我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白无常的话语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的祖上究竟发生过什么？我到底是谁？这胎中之谜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迷茫地看向天空，沉浸在这其中。第二天一早，龙婆便开始张罗起陈老头的葬礼，可他由于伤心过度，身体早已支撑不住。安慰好他之后，我替他做完了这一切后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日子。龙婆帮我整理好衣裳，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家里的事不要操心。我应答之后，便跟着虎娃一起到学校报道。由于学校规模不大，刚入校的我们被分成了2个班。而此时虎娃看着班级排名，高兴地喊着：“九哥，快看，你的成绩排在第1名！”随即一脸骄傲地对着一旁的同学介绍起：“华九那我兄弟，他是全县第1。”而我却打断他：“快走吧，回班级去。”虎娃看我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连忙询问道：“九哥，你咋了？不高兴吗？”自从爷爷走后，婆婆就悲痛欲绝，我很担心她。要不是她坚持要让我读书，我今天都不想来报道。沉浸在情绪中的我根本没注意眼前的路人。随着砰的一声，我连忙向他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可面前的男子见我好欺负，口中立马叫嚣着：“你就是那个考了全县第1的废材吧？看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真搞不懂那些妹子到底为什么对你这么热情。”对于这些口头上的嘲讽，我却不以为然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你讲完了吗？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”陈浩南闻言一把揪住我的衣裳，紧接着操起拳头就要对我动手，口中还不停讽刺道：“就你这种弱鸡，本少爷见一次打一次。”看着拳头缓缓落下，我的脑海里却回想起陈老头教我武功的身影：“武术必须要学，咱们中华男儿应当自强不息，咱们不欺负人，但也不能被欺负。”回过神来，我一个闪身躲过了这一击。陈浩南见一拳落空，连忙接上扫堂腿，阿威18式、乌鸦坐飞机、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这些招式千奇百怪，可都只是绣花枕头被我一一躲开。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斗，我一个闪身来到他身后。陈浩南见我出现在他后面，直接大力出奇迹挥拳向后打去。对此我以掌化拳太极生两仪柔中带刚，看似软绵绵的一掌，实则威力全部藏在掌心之中。随后一记擒拿手跟捏小鸡一样将陈浩南拎起，紧接着重重的把他摁倒在地。察觉到胳膊被卸下的陈浩南连忙求饶道：“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见此情形，我也就不再计较。可当我转身离去时，他却叫住了我：“大哥，你等等！”正当我以为他还不服气，想再来打一架，只见陈大忌双膝跪地，口中高喊：“大哥，请受小弟一拜！”这操作直接让我愣在原地。陈大忌却一脸崇拜地说道：“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看到功夫这么厉害的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了。”听到这，我尴尬的摆手表示不必了，我其实也不会什么功夫。见被拒绝，陈大忌不依不饶地抱住我大腿：“大哥，你别骗我了，刚才你随手就把我摁在地上，还砸出那么大的坑。”对此我无语道：“是你太重了，你赶紧起来。”陈大忌起身后不死心地指着地上的坑洞：“才不是我重了，你这肯定用内力了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陈大忌便发现坑内有个白花花的骷髅头。一旁吃瓜的学生们连忙惊呼道：“听说这里以前是乱葬岗，没想到是真的。”见2个女生如此害怕，陈大忌为了出风头，一脚将骷髅头踢飞，口中不屑地说道：“这玩意有什么
什么好怕的？对于这种大不敬的行为，我也是无语至极。转眼间便到了深夜，九难一脸生无可恋的躺在床上，一旁的陈大忌喋喋不休的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我白天剃的骷髅头，他晚上会不会来找我？他万一要报复我，我给他烧点纸钱，这事能过去吗？”我被他这句话给逗笑了。这脏东西怎么会要钱呢？他一般要的是你的命。陈大忌闻言心中一惊，连忙摇着我急切的喊道：“大哥该怎么办呀？”而此时的我根本听不进陈大忌的话语，在他刚摇晃的时候，我察觉到戴在耳朵上的耳环不见了。我急忙起身，准备前往白天打架的操场上寻找。陈大忌心生歉意：“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要不是我惹事，你的耳环也不会丢。”我回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。”可身后的陈大忌却扭扭捏捏的说道：“我就顺路跟你一起，主要是跟白天那个骷髅头道个歉，好让他入土为安。”对此我也只好表示服了你了，那赶紧跟上。借着月光，我在操场上很快就将耳环找到，随即我便通知一旁还在摸索的陈大忌：“回去吧，东西我已经找到了。”而陈大忌这憨批抱着个骷髅头笑着回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找到了，就是这哥们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就当他朝着大坑跑去时，粗心的他被石头绊倒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陈大忌摔了个狗吃屎，而那个抱在怀中的骷髅头也被压成了碎片。陈大忌愣愣的看着碎片发呆，我上前连忙将他拉起，他却带着哭腔喊道：“大哥，这回我完蛋了，碎的这位爷一定不会原谅我。”见他情绪不稳，我轻声安慰他：“没事的，一会回去给他烧香赔罪。”等我们走后，操场上传来了各种声响，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压得我好难受，死了几十年了，地府还是不收，这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就当这些声响吵个喋喋不休时，一个魂体看着九难他们离开后缓缓飘出：“诸位稍安勿躁，贫道看今日这人恐怕来头不小啊。”话音刚落，昏暗的操场上顿时响起各种鬼屋的议论声：“道爷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那两个小子能帮我们投胎转世吗？”老者闻言并不作声，只是手捏法印，口中念起安抚鬼魂的超度经：“万万仙众俱来一座。”于是梵王称善地是新歌，仙乐自响随光而至。随着最后一句经文落下，太阳也缓缓升起，鬼气消散。做完一切的道爷再次沉入了地底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周五。这天，陈大忌拿着个水壶东张西望的跑进宿舍，看到他这副模样，华九难疑惑的问道：“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坏事？小心被前天的鬼屋找上门来。”陈大忌闻言吓得冷汗直流，但又一脸坏笑的搂住九难肩膀：“大哥，你就别吓唬我了，我可没干什么坏事。你看看这是啥好东西？”说完，他拿出一个杯子，倒出了壶中的液体，瞬间一股酒香飘散而出。闻到香味的同学纷纷靠了过来。虎娃疑惑的问道：“你从哪搞来的？”陈大忌却一脸傲气的说道：“哥们当然有门路啊，晚上咱哥几个喝个尽兴，明天周六不上课，睡醒后就可以直接回家。”华九难听后正准备回绝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陈大忌就将杯子递到他面前：“九哥，求你了，陪我喝点，就今天这一次。”其他室友也一同附和道。见大家这么热情，华九难也只好答应。在得到九难的加入后，大家立刻拿出杯子围坐在一起，学着大人的模样，一口烈酒一口花生。随着几杯白酒下肚，众人都喝得面红耳赤。而有点喝上头的陈大忌突然提议：“咱们就是命中有缘才聚在一起，应该结为异姓兄弟。”喝得有点懵逼的几人也是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话。见大家都认同，陈大忌举杯起身：“我老大华九难学习成绩好，功夫还了得，我认为九难就是大哥，大伙没意见吧？”众人闻言纷纷举杯吆喝道：“我同意。”随后陈大忌又自告奋勇举手表示：“九难有功夫是大哥，我有钱我要当二哥。”众人也知道陈大忌家是土财主，为了抱上这棵大树，也是附和道：“你想当老二就给你当吧。”得到认可的陈大忌满脸通红的说道：“那你们谁当老三呢？”闻言，其余四人纷纷指着自己，为了争这个老三，他们吵得喋喋不休。见众人争得不可开交，陈大忌脑子一热，顿时想到了个法子：既然你们都想当老三，那不如就比比谁的胆子大，去操场上挖骨头，谁挖的最多，这个位子就是他的。华九难晕晕乎乎的听着他们的计划，正要开口阻止，只见四人勾肩搭背的走了出去。眼看事情就要闹大，华九难起身就要追去，怎料陈大忌一把将他拉住，口中还不停嘀咕道：“不用担心，当初我踢了骷髅头都没事，大不了我到时候多烧点纸钱就行了。”不多时，二人倒头便睡了过去。月色笼罩，华九难捂着头从梦中惊醒，墙上的时钟已然跳到凌晨12点。先前出去挖骨头的四人还没回来，此刻阴阳交替，正是鬼屋作祟之时。华九难心中一惊，连忙摇醒一旁睡得正香的陈大忌：“快醒醒，虎子他们还没回来。”而陈大忌却不以为然地回应道：“他们应该是吃多了，蹲在厕所里。”见他不醒，华九难抬起胳膊就是一巴掌：“他们是去挖骨头了，现在都这个点了还没回来。”陈大忌闻言连忙起身担忧道：“应该没事吧？”随即赶忙出门寻找。屋外月光明亮，操场上空无一人。二人跟着脚印的指引来到了一处墙面。见此情形，九难陷入了沉思中。一旁的陈大忌却疑惑道：“这也没路啊，难不成他们还能跑到后山那乱坟岗去吗？”话还没说完，九难仿佛想到了什么，随即立刻翻墙而过。大忌，快过来，虎娃他们一定出事了。见二人跑开，不远处一颗头颅正远远地观望着。随后数百道幽绿色的魂体从地底飘出，他们用着担心的眼神看向九难离去的方向。其中一个妇人担忧地说道：“刚才人皮灯笼带跑了4个人，这下又有2个要遭殃，可惜他们年纪轻轻的就要做短命鬼，道爷您能否帮帮他们？”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鬼立刻上前制止：“道爷您还是别多管闲事了，这人皮灯笼凶啊，咱们这些善鬼得罪不起啊。”然后站在最前面的老者却笑着回答：“不必担心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这2个后生恐怕未必需要我的帮助。”而此时跑进后山深处的九难停住了脚步，在后方赶上来的陈大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老大，这脚印怎么到这就断了？虎娃他们该不会故意躲树上准备吓唬我们吧？”
然而这时周围响起了阵阵鬼叫声，华九难惊恐地抬头望去，远处2个幽绿色的人皮灯笼飘荡在空中，并且散发出肉体腐烂的气味。九难连忙捂住口鼻，提醒一旁的大忌不要呼吸。可此时的陈大忌眼冒绿光，俨然是被邪祟给迷惑了。不等九难叫醒他，陈大忌迈开步伐，随着灯笼跑去。华九难大惊，连忙追了过去。陈大忌，你站住！然而他跑开没几步，脚下的地面突然出现塌方，九难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中。砰的一声，四周尘埃落起。华九难瞪着大眼睛，疑惑道：怎么一点都不疼啊？难不成我已经离开人世了？就在他诧异之时，屁股底下一道微弱的呼声传来：你当然不痛了，老大，你一屁股坐我脑袋上，怎么可能会痛？华九难将视线往下一看，只见陈大忌鼻青脸肿地吐槽着。对此，华九难连忙起身，口中不停地道歉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而陈大忌却反问道：老大，我是不是破相了？脸上流了这么多血，本少爷可是靠脸吃饭的呀？看着脑袋肿得像猪头一样的陈大忌，九难尴尬地挠着头表示：没事没事，你的鲜血阳气重，可以有效地防止脏东西上身。陈大忌闻言立刻挥舞手掌在脸上揉搓着，等他再次转身，只见这憨批把脸上涂满了血液，还笑嘻嘻地对着九难说道：老大，快看看我脸上涂的均匀吗？然而九难的目光却盯在掉下来的洞口处，以目前这个高度，不借助工具他们是爬不上去的，还是得先找其他出路。话音刚落，陈大忌指向一旁漆黑的洞口喊道：老大，这里有条小道，要不我们进去看看？此刻除了向前走也别无他法了。华九难应答道：也行，大忌你跟紧我。嘱咐好之后便朝洞穴走去。沉寂的山洞内传出清脆的水滴声，陈大忌被吓得紧紧跟在九难身后。没走一会，前方逐渐显现出一个冒着亮光的洞口，二人加快脚步走了出去。穿过洞穴后，外面竟然出现了一座古朴的老宅，而先前消失的人皮灯笼分别挂在大门的2侧。见此情形，陈大忌连忙询问道：老大，这不是先前看到的鬼灯笼吗？咱们这是掉进鬼窝了吧？对此，九难也是被眼前的场景惊得冷汗直流。虎娃他们恐怕就在这里面，我们得进去救人。陈大忌十分仗义地表示：不管有多少脏东西我都不怕，本少爷有血液防身，谅他们也不敢招惹我。见陈大忌逐渐嚣张的嘴脸，九难一脸无奈地吐槽道：你脸上的血液干了就不能防身了，必须要新鲜的才有效果。陈大忌闻言一拳打在脸上，随着鼻血流出，他贱兮兮地说道：反正我也破相了，不如多砸点血出来，老大要不给你来点。九难听后尴尬地说道：我小时候换过皮，任何鬼物都无法上我的身。就在二人谈话之时，宅子的大门开出了一道缝隙，一个人身鼠头的怪物对着他们露出了瘆人的微笑。见此情形，陈大忌吓得牢牢抓紧九难手臂，口中颤抖道：老大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九难连忙安抚他：别怕，这是鬼畜，动物魂魄附在死人身上形成的脏东西，只要不理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。说完便拉着陈大忌便走入门内。见他们一言不发，仿佛没看见自己，鬼畜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。可九难他们刚踏入院内，就察觉脚下攀爬着几只虫子，定睛一看，院子里全是恶心的尸虫，周围飘散着肉体腐烂的臭气。陈大忌捂住口鼻，一脸嫌弃地询问：他奶奶滴怎么这么多虫子？见此地尸虫成群，九难立马招呼大忌往里走。脚踩之地纷纷响起尸虫爆裂的声音，二人忍着恶心踩着尸虫往前走。不多时，他们便来到了正厅。陈大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哎呀妈呀，终于过来了，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正当他吐槽时，却突然大喊道：老大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此时张顺和胡子二人正靠在椅子上抽着大烟。这场面气的陈大忌破口大骂：我靠，老子找了你们一晚上，你们却躲在这个鬼地方抽烟玩。陈大忌说着便要上前，可却被九难一把拦住：别过去，他们已经被脏东西附身了。在九难阴阳眼的加持下，看到的是另一幅场景，两团幽绿的魂体正惬意地靠在椅子上。九难转动着眼球，发现其余2人分别关在一旁的棺材中。见此情形，九难一把推开陈大忌，口中喊道：我来缠住他们，你快走。然而陈大忌却挡在他身前：老大，你先跑，我来断后，在我血流干之前，你带人回来救我。说着一拳砸向面门，一双拳头裹满鲜血，径直朝着鬼屋奔去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和你们拼了！说完，只见陈大忌一拳打倒了前方的男鬼，紧接着又是一掌呼在另一个鬼怪脸上，二鬼被打得趴倒在地，发出凄厉的惨嚎。陈大忌一脸懵逼地看着倒地痛呼的鬼怪：我靠，老子原来这么强吗？就在众人诧异之际，原本惨嚎的恶鬼化为一道青烟飘回了棺材内。刹那间，原本平静的棺材猛烈地晃动着，棺内冒出阵阵诡异的黑烟，好似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出来。而一旁的九难看到陈大忌将厉鬼打跑，忍不住地夸赞道：大忌，你竟然是纯阳之体。陈大忌闻言转头疑惑道：老大，啥是纯阳之体？很厉害吗？不过此时棺材里闹得凶，九难没多做解释，用指尖沾上陈大忌的血液，接着点向虎娃和张顺的眉间。不多时，二人捂着头清醒了过来。虎娃疑惑地询问道：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我的头好痛啊！然而并没有人理会他。此时九难正奋力地挪动着棺材盖，并指挥陈大忌过来一起抬开。在几人的努力下，棺内的2人2尸被抬了出来。干尸有魂，可成行尸。九难见状，连忙朝大忌说道：把血点在他们眉心，千万别弄到嘴里。得知自己的血能镇鬼，陈大忌渐渐地笑道：老大，你就瞧好吧。说着2指并拢轻点在鬼物头上，原本还有触动的尸体立刻变得僵硬起来。解决掉鬼物之后，众人背上同伴准备离去。可就在开门的瞬间，外面的尸虫迅速朝他们扑了过来。虎娃被惊得冷汗直流，口中大骂道：我靠，他们爬上来了！见此情形，陈大忌掏出打火机
点燃了手中的衣服，随后挥舞着火焰跑在前面驱虫开路，口中大喊道：“大家都跟紧我！”就这样一路跑出了院子。可刚跑到门口，那只原本老实的鬼畜竟笑嘻嘻地堵住了大门。见状，跑在前方的陈大济被吓得停住了脚步。可不等他询问如何解决时，后方的九难周身冒着金光，一条金龙围绕在众人身边，给老子滚开！话音刚落，只见鬼畜被震得倒飞了出去，几人迅速跑出鬼宅，可那两个人皮灯笼却在后方穷追不舍。九难连忙提醒大家快跑，别让他们追上。就在众人全力冲刺时，一团迷雾突然冒出。陈大济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哪来的雾气？路都看不清了。”话刚说完，身后的虎娃就被一块石头绊倒，后方的人皮灯笼正迅速朝他们飞来。虎娃绝望地喊道：“你们快跑，别管我，那灯笼就要追上来了。”然而陈大济不做理会，一把拉起二人：“少废话，小爷才不会把兄弟丢下。”九难看着近在咫尺的人皮灯笼，脑海里努力回想之前来时的路线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，前方突然冒出一道通体蓝光的虚影，对他招手，沙哑的声音喊着：“往我这边走。”情况危急，九难来不及考虑，连忙招呼大家跟我来。在蓝色虚影的引导下，众人很快就跑到了学校。几人累得坐倒在地，感叹终于离开了那鬼地方。九难双手抱拳，对着面前的虚影行了一礼：“多谢道爷救命之恩。”道爷点头示意，随即化为青烟消失不见。看着九难这莫名其妙的举动，陈大济被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口中急切地询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刚刚那里可没有人了。”一旁的虎娃嘲笑他：“老大是有阴阳眼，你忘了吗？”对此话，九难也细心地解释着：“这位道爷便是先前带我们回到学校的鬼魂，我想他应该守护此地很久。”陈大济闻言被惊得一身冷汗：“老大，你说啥？我们学校竟然也有鬼？”随即一把拉住九难：“老大，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回头问问仙家降服这些畜生要多少钱，这钱我出了。”九难听后想了一会，放着那些恶鬼在后山确实不安全，随后转头对着虎娃说道：“虎娃，帮我请个假，我这就赶回去找婆婆帮忙。”见九难答应，陈大济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哥大，拨通电话后用命令的口吻说着：“喂，赶快来学校门口接我一趟，别那么多废话，现在就过来。”一旁的虎娃羡慕地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家到底是做啥的呀？这么有钱？”见有人询问，陈大济一脸无所谓的表示：“没什么的，不过是开了几个矿山罢了，有钱只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优点而已。”就在陈大济吹嘘之时，一辆5个圈的加长版坎林朝他们开了过来。经过昨晚见鬼的一幕，陈大济一脸谄媚地拉开车门，邀请华九难入座：“老大，等我回去之后，拿几个雷管把那鬼屋老巢炸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喊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要炸谁的老巢？”陈大济闻言面色一惊：“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说着几人便上了车。小瘪犊子，老子花钱是让你好好读书的，怎么又和别人瞎混打架，还让人打成这个熊样？陈大济狡辩道：“老爸，我这是摔的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谁能摔成这样？”见解释无果，陈大济连忙指着华九难说道：“您别不信，你问问我老大，他成绩可是全县第一，他说的话你总要信吧？”陈父闻言立马一脸微笑的询问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叫华九难吧？”九难惊讶的回道：“叔叔，您认识我？当然了，周所长经常跟我提起你。”陈叔，您说的是派出所的周立明队长吧？没错没错，他常说到你这孩子不差。大济，你小子跟着九难学点好的，别一天天的就知道打打杀杀。陈大济听后口中嘀咕道：“老大打架比我厉害多了，我就是被他打服的。”话还没说完就被陈父打断：“你放屁，人家那是文武双全，你那三脚猫功夫跟个地痞流氓一样。”说完便笑着看着九难：“九难，你是要回村对吧？正好周所长早就想回去拜访你婆婆了，我们接上她一同前去吧。”见时间也不耽搁，九难立马答道：“也好，这些事也该让周叔叔知道。”不多时，众人便赶回到了村里，可刚一下车就撞见有人在办丧事。九难看着迎面走来的队伍，定睛一看，为首的竟然是田家长子田志刚。见状，众人没做过多的停留。回到家后，龙婆满脸笑意的前来迎接：“小九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没出什么事吧？”“没事没事，我和周叔叔他们一起回来的。”说完便询问起刚刚看到的丧事。“婆婆，我在村口看见田家在出殡，是谁离世了？”龙婆惋惜的说道：“是你田四叔没了，他死得很惨，不知怎么搞得被怪病缠身，短短几天就瘦得不成人样，去医院看了也没查出问题。”这时陈大济突然插了一嘴：“这该不会是鬼物所害的吧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周队长一脸骄傲地拿出一个香包，要是真有鬼也逃不过龙婆的手掌心。自从我带上了婆婆给的香灰包后，去往案发现场都不怕了。听到龙婆的香灰包能驱邪，陈父立即上前说道：“龙婆婆，我也能求一个香灰包吗？这有啥不行的？你进屋去给仙家上炷香，然后就能把香灰请走了。”接着龙婆将陈父带往供台上香，点燃香烛后，陈家父子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行了一礼。怎料这时供桌上的3炷香同时断开，陈父吓了一跳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婆婆，这香是受潮了吗？”然而龙婆大喊道：“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？”陈父连忙解释道：“冤枉啊，我本分的做人，啥坏事都没做过呀。”龙婆根本不信陈父说的话，不可能谎言骗不了仙家的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昧着良心的事情？见二人争个不停，陈大济连忙上前劝说：“爸，你要真干了坏事就说出来吧，大不了以后慢慢来赎罪。”对此陈父心中一惊，想到自己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他悄悄将龙婆拉到一边，小声的说道：“我在外面偷偷养了个小三，别的坏事真的没有了。”龙婆听后气得讥讽道：“那个不算，虽然背着媳妇在外面乱搞也损阴德，但你现在的情况可比这个严重的多。”陈父闻言立马拉着龙婆哀求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可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，不信你问周所长，您可一定要救我。”见提到自己，周队长跟着附和道：“陈大哥这几年也为咱们县里捐了不少钱，您老就出手帮他一把吧。”龙婆见状也不好拒绝，他转身打开一个柜子，然后拿起一把寒光毕露的斧头说道：“这铁斧我供奉了几十年，你拿回去立好堂口，将它摆好，每日早晚各祭拜一次，要是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立即过来找我。”陈父激动地接过斧头，口中连声
谢道：“多谢老人家相助，这物件我一定会好好保管。”随即将手伸向兜里掏出一大叠钞票：“老人家，这些钱您先拿着，剩下的我回去到银行再取。”见此情形，龙婆立马呵斥道：“我是看在大忌和小九的面子上才帮你的，你日后多多行善，就算是报答我。”对此，身后的周所长大骂一声：“快把钱收起来！龙婆婆可不是你认识的那些江湖骗子。”陈大忌也在一旁附和道：“没错，婆婆是仙风道骨的活菩萨。”陈父闻言一拳挥出：“臭小子，这还用你说吗？”陈大忌被打得捂脸，不再作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便到了晚上。陈父和周所长一同回了县城。此时九难躺在床上，回想起昨晚闯入鬼宅救人的事情。就在他打算睡觉时，一阵阴风缓缓吹过，九难急忙起身看了一眼熟睡的陈大忌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门。屋外几个红衣女鬼监抬轿子飘了过来，只听麻衣姥姥那熟悉的声音从轿中传出：“大孙子姥姥，我来看你了。”随后轿子稳稳地落在了地上，几个女鬼齐声喊道：“奴婢见过少爷。”对于这种行礼方式，九难感觉很别扭，随即赶忙说道：“姐姐们，快请起，以后别这么叫了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领头的女鬼朱唇轻动：“少爷，有人正在偷看我们，可需要奴婢替您将他抓过来。”九难转头查看，只见陈大忌在后方一脸猪哥相的嘀咕着：“好漂亮的红衣姐姐啊！”对此，九难急忙上前挡住视线：“大忌，这些不是你们看的，快回去睡觉。”可陈大忌已然精虫上脑，并没有理会九难的喊叫。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女声传入九难耳中：“小公子莫急，奴家替您解决了此事。”说罢，一道阴风拂过，陈大忌立马眼神飘忽，倒头就睡了过去。九难转头看去，一双玉腿缓缓朝着他走来，这香艳的场景看得九难面色一红。等他再次看去时，只见常怀远带着4个奇怪的人出现在院子里。九难连忙亲切地打着招呼：“常大哥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”常怀远拱手行礼道：“小公子，我们五仙家是专门来感谢您的。”九难闻言惊讶地看着众人，见状，一个白胡子老者第一个开口：“小先生，我乃狐仙家的胡青山，前些日子您出手将我孙女的腿肌给治好了，待她彻底康复后，我必定带她亲自上门治血。”等老者说完后，一旁穿着貂皮的女子开口道：“小先生，奴家是黄仙家的黄婉儿，此次前来也是感谢您治好了我儿子的病。”话刚说完，站在身后的健壮男子口中大喊：“俺是白仙家的白无畏，也是一同感谢小先生的。”待他们说完，一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笑眯眯地露出2个门牙：“小先生叫我灰老六就行，洒家命贱，死了活该，不配让小先生出手医治，不过还是想来凑个热闹。”九南根本听不懂灰老六的言外之意，他心地善良，对人和善，从来就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请求。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时，麻衣姥姥掀开帘子开口解围道：“灰老六，你这情况按我说，你们一年生那么多小耗子，我大孙子哪里能治得过来？”被这么一说，灰老六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姥姥您教训的是。”见场面气氛不对，九难连忙抱拳行礼。原来是5位仙家九难有事远迎，治病一事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说罢，他转身对着灰老六说道：“灰大哥，您不必太过拘谨，若是家人生病，就尽管带来找我。”九难随时恭候。灰老六听后感动不已，他们灰家生来就是人人喊打、地位卑贱的老鼠，就连给人当初马仙都没人愿意供奉他们，可谓是受尽世间苦难。如今九难真诚对待，灰老六全都记在心上。他拱手行了一礼：“就冲小先生您这句话，日后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只要您一声招呼，我灰老六随时赶到。”九难急忙回道：“灰大哥，您别这么客气，我只是尽一份绵薄之力。”见事情已然敲定，麻衣姥姥满脸笑意地说着：“好了，大伙都别说这些客气话了，赶紧办正事要紧。”随后便对着小九说道：“我们此番前来，一是为了你妹妹小月的事，二来是听说大孙子你昨晚进入鬼宅的遭遇。”九难听后心中一喜：“姥姥您说的这2件事都有办法解决了吗？”对此常怀元满脸歉意地表示：“小先生实在抱歉，令妹的事情如今还没有头绪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一旁的麻衣姥姥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周边大大小小的镇落都搜了个遍，那畜生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，毫无线索。虽然小月的事情没有头绪，但学校后山的鬼宅我们都听说了，这是我们有办法处理。”说话间，一旁的黄婉儿掩面走了上前：“小先生那对鬼夫妻所在的地方刚好归我黄家掌管，稍后我便派人出手惩戒他们吧。”九难笑着回到：“那边有劳姐姐了，小先生客气了，这都是姐姐该做的。说起来，那鬼宅里的夫妻也曾跟小先生住同一个村的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们应该姓田。”九难闻言一脸迷惑地询问道：“我们村姓田的还挺多的，姐姐您指的是哪一家？”这时一旁的灰老六开口打断道：“那2人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心术不正的恶人，没想到他们死后也不消停。”这话题引得常怀远开口吐槽道：“10年前麻衣姥姥所灭的铁棺材，就是出自这2人之手。不过天道好轮回，他们当年死得极惨，全身皮肉溃烂，惨叫了7天7夜才断气。”九难听后立即想到，他们便是住在隔壁的田家先祖。灰老六渐渐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当年这2口子听了恶道人的话，把那从戏楼带来的2房姨太割面扒皮，将他装在铁棺材里折磨致死。虽然他2姨太犯错在先，可这手段也实在是太恶毒了。我猜多半是那恶道人心生妒忌，故意出这种坏主意。”白无畏闻言好奇地询问：“他一个道士嫉妒别人媳妇做什么？”灰老六附耳说道：“当然是因为那恶道人是个特别丑的女修士。”黄婉儿听后惊呼一声：“他竟然是个坤道，怪不得会使这些邪门道术。”九难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抚着下巴沉思着：扒皮、铁棺材、丑女道士，这每一件事都紧密地关联在一起，难道这是有人提前布好的局吗？就在他思索之时，灰老六尖锐的嗓音打断了他：“常家主和麻衣姥姥在此坐镇，我们几个前往后山给小先生出气去。”话音刚落，只听轰的一声，4仙家便消失不见。九难本想让他们先计划好再行动，可速度太快，不等他喊完人就不见了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麻衣姥姥对着屋内冷哼道：“小瘪犊子竟然是纯阳之体，难怪会醒得这么快，别躲在里面偷看了，赶紧出来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陈大忌挠着头，一脸尴尬地走了出来，随即贱兮兮地说道：“小子不是有意要偷看的，老神仙您
您说的纯阳之体是啥东西啊？”见他疑惑，常怀元解答道：“纯阳之体是纯阳之日所生，性如烈火，命如钢刀，这等体质百邪不侵，是个修炼道术的好苗子。”陈大忌听后屁颠颠地跑到麻衣姥姥身旁，笑眯眯地奉承道：“老神仙，我这纯阳之体听上去很厉害啊，要不您收我为徒吧？”见到这副不要脸的样子，麻衣姥姥笑呵呵地回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想拜我为师，那就先死了再说。”话刚说完，只见麻衣姥姥周身煞气萦绕，这场景吓得陈大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口中喊道：“神仙饶命啊！”见此情形，麻衣姥姥笑着回道：“你刚刚不是还想拜我为师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反悔了？”陈大忌闻言连忙起身躲在九难身后，口中嘀咕道：“老神仙，我昨晚没睡好，现在有点困了，让我老大来陪您聊会，我先回屋眯一下。”这话传到麻衣姥姥耳中，顿时逗得她哈哈大笑：“不错不错，你这小瘪犊子姥姥喜欢，那我便勉为其难的收你为徒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光柱从天而降，常怀远察觉到是皇家妹子他们回来了。对此，九难连忙上前询问：“诸位仙家辛苦了，鬼宅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可他们却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我们几人连恶鬼的面都没碰到，他们好像早就得知了我们要过去，提前就撂担子跑路了。我们也只抓到了这2样东西。”说着，黄婉儿便将人皮灯笼和一捆黑色的锁链拿了出来。“小先生，这2样东西是在鬼宅地窖中找到的，就先拿给你做个交代。此事我也请示家主了，明日他会亲自出手擒住鬼怪，交由小先生发落。”而此时的麻衣姥姥拿起脚下的锁链，一脸戏谑的说道：“捆尸锁、人皮灯，这幕后之人倒是玩了个大手笔啊！不过这些都是茅山的手段，怎么会出现在咱们北国呢？”九难听后口中嘀咕着：“难道当初给田家出主意的恶道人是茅山一派的？”白无畏闻言冷哼一声：“应该就像小先生说的那样，咱们就先从田家查起。我就不信咱们武大仙出手，还找不到这被地使坏的畜生。”一旁的灰老六也一同附和道：“没错，洒家一会就让底下的徒子徒孙将田家翻个底朝天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”见众人气氛高涨，九难抱拳行礼道：“那就拜托诸位仙家了。”转眼间便到了清晨，周所长拎着一打水果上门拜访，口中笑呵呵地说着：“老婶婶，我来蹭顿早饭了。”龙婆闻言赶忙上前迎接：“小周来了，怎么过来还带着东西？跟婶婶客气啥呀？你先坐着，我去准备早饭。”听到是周所长过来，陈大忌一脸笑意地说道：“周叔，是不是我老爸求你来接我们的？”周所长鄙夷地说道：“臭小子，谁有时间接你啊？我刚刚接到村里人报案，田老四的坟被人刨了。”众人闻言赶忙上前询问情况。陈大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年头怎么还会有人盗墓呢？现在又不是以前，谁还会往棺材里放之前的东西？”周所长叹了口气：“这事说来也奇怪，那棺材里漏了个大洞，里面的尸体竟然不见了，整个坟前没有半点挖掘过的痕迹，就好像是里面的人自己爬出来的。我带人一路沿着脚印追去，直到田老四家门前，脚印就消失了。这是真是邪门，搞得我报告都不知道怎么写了。”龙婆听后心中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周，快带我去坟地那边看看，我觉得是有脏东西出来了。”不多时，众人赶到坟场。此时田老四的媳妇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：“老头子，你命苦！究竟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？你泉下有知，一定不要放过他！”田志刚见众人过来，连忙上前招呼道：“周所长，您可算来了！我父亲死得不明不白，如今坟地也让人刨了，请您一定要还我们家一个公道啊！”就在他们诉说之时，一旁的陈大忌捡起石头朝着地上的大洞就丢了过去，只听咚的一声，空旷的棺材内传来回声。田志刚被这举动给激恼了，挽起袖子，口中呵斥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”陈大忌见状赶忙解释：“大哥您别急，我这是在探测棺材内的东西，破案需要。”随即便扶耳对着九难说道：“老大，你听见没？刚才我丢石头进去，传来的却是木头的声音，说明里面的死人真的不见了。”一旁的龙婆闻言抓起地上的尘土看了一下，转头对着周所长点了点头，示意确实是脏东西闹事。周所长会议连忙安慰老田一家：“你们先回去等消息，一会结果出来了我们会通知你们的。”田志刚听后一脸苦涩地说着：“周所长，我们一家的公道就指望您了。”说完便扶着哭成泪人的母亲离开了坟地。见家属已经离开，周所长连忙询问龙婆：“老婶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龙婆一脸阴沉地说道：“小周，你去通知各家各户，从今天开始晚上都不许出门，直到我们消灭行尸为止。”一旁的陈大忌疑惑地问道：“婆婆，啥叫起尸啊？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蹦来蹦去的僵尸吗？”龙婆闻言一脸严肃地回道：“起尸又叫行尸，他们不是复活，也不属于诈尸，而是指死后拥有行动能力的尸体，他们到处闯祸，危害活人的生命。”说着，龙婆表示这事不能再拖了，我得尽快回去准备东西，找到田老四。说罢，他转头便朝着家走去。而一旁的九难本来想跟随龙婆一同回家，怎料这时一只小老鼠扯住了他的裤脚。九难心中一惊，这不是五仙里的灰家吗？随即他看着老鼠所指的方向，留下一句：“大忌，你先扶婆婆回去，我还有点事要解决一下。”说着便跟随小老鼠的指引跑到了灰老六跟前。见此情形，九难疑惑地问道：“六哥，您找我有事吗？”灰老六听后一脸难过地说道：“小先生，我可当不起您这一声哥，我今日前来是和您说说田老四起尸的事情。我昨晚派出去找恶鬼的孩子，半夜看到了田老四爬出坟头，朝着自己家走去，我便让他跟在田老四身后看看他想做什么。但当我赶到时，这孩子身子已经凉了，是被田老四吸干精血活活掐死的。”九难见状，对着已经僵硬的尸体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家的事连累了你。等我回去后，我请婆婆在庙里给你立个牌位，让你供奉香火，保护村子平安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九难掌心冒出一道蓝光，包裹住那僵硬的尸身，一道魂魄从小老鼠体内飘出，一脸开心的围着九难转圈。灰老六见状
状心中一惊，这怎么会触发上天所降的风症？这可是只有帝王或者上古大神才能给动物修行者风症，一旦风症之后便可化妖成神。小先生您的一句话，我那孩子无需再修炼1000年就能成为香火之神。九难听后也是一脸懵逼的回道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只要是好事就行，不然我会内疚很久的。灰老六看着一脸稚嫩的九难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小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就算是5仙家之首也无法做到风症一个小妖。眼见事情已经解决，九难转身便要回去。六哥，这个消息我知道了，我会给这孩子报仇的。灰老六听后恭敬地行了一礼，那就多谢小先生了，以后我们回家必当为小先生马首是瞻。刚一到家，王三便做好了一桌佳肴，几人围坐一起听着九难讲述刚刚的经过。随即一声惊叫从屋内传出，什么？你竟然风正了一个灰仙？众人一脸懵逼地看着九难。龙婆率先开口道，这可是好事啊，我一会去通知大家，尽快把村里的庙宇修整一下。说到这，龙婆有点难以启齿地嘀咕道，虽然咱不是什么大富人家，但是修庙造福百姓的事，我还是要尽力支持的。陈大济听后笑着说道，婆婆不要担心，建庙这块交给我爸，他穷的就只剩下钱了，见灰仙的事已有着落。九难询问起田老四的情况，婆婆按照六哥的情报，田老四起事后就跑到村子里了，现在我们要怎么找他呀？龙婆听后起身严肃地说道，大家放心，应对行尸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定会尽快找出田老四解决此事的。陈大济闻言一脸兴奋地举手表示，龙婆婆我也要去帮你们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旁的周所长一记暴扣敲在他头上，你个小屁孩凑什么热闹？你和小九吃完饭后该回去上学了，你爸说他一会来接你们。九难看着大济这个活宝，默默地叹了口气。不多时，那辆加长版肯林停在了院外，陈父满面春风地走下了车，对着屋内大喊道，大济九难我来接你们了。九难闻言对着龙婆关切地说道，婆婆那我就先去学校了，要是有事您一定要通知我，到时候我会找雪氏大叔来帮忙的。嘱咐完之后，几人便向着学校赶去。刚一上车，陈大济就提起了建庙的事。陈父听后豪气地回道，捐钱修庙那必须干了，上次龙婆赠予给咱家的斧头我供奉完后，矿山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说着转头问起九难，小九老神仙需要多少钱？我一会就去银行取。九难笑着答道，叔叔您不用这样的。说话间他注意到陈父脖间的项链，叔叔您这项链是从哪里得来的？陈父见提到他这宝贝，拿起项链放在嘴边亲了一口。小九好眼光，这是咱家那矿山挖出来的，我去县城找专家看过了，是汉代的古玉呢。九难看着这项链心中一惊，玉石上阴气萦绕，一般都是墓穴里的陪葬品，不过陈叔叔这么喜欢，还是等我搞清这玉石的来历后再和他说吧。不多时，九难他们便来到了学校。此时课堂上的陈大济毫无章法的在书本上涂鸦着，沙沙的响声吵得一旁听课的九难眉头紧皱。察觉到九难的目光，陈大济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趴在桌上叹了口气。见状，九难连忙询问道，大济你干嘛呢？怎么不听课？陈大济闻言一脸羞红的回道，老大我想追李云。九难听后疑惑的询问，是咱们班的李云吗？陈大济斩钉截铁的说道，对，就是他，我都看好了，屁股大好生养。说完，陈大济掏出一封情书，扭扭捏捏的拉着九难，老大一会你帮我把这个送给李云呗。九难见状连忙拒绝道，你自己的情书自己送吧。陈大济听后连忙抓起九难的胳膊恳求着，老大我求你了，你成绩好，长得又帅，你把情书送给李云，他一定会收下的，这要是换我过去，他说不定就直接扔垃圾桶。九难被这举动搞得尴尬不已，只能无奈的回道，我知道了，快点放开我，等下课后再说。见目的已达成，陈大济一脸嬉笑的嘀咕着，老大你真是个好人，等你有了喜欢的女生，到时候我也帮你递情书。对了，老大咱班里这么多女生，有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九难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着，开学还没几天呢，我班里的人都没认全，哪有什么喜欢的女生？听到这个答复，陈大济开始乱点鸳鸯谱，老大我觉得一般的女生肯定配不上你，我看咱们班的班花徐芳草跟你挺配的。话刚说完，教室的闹铃传来响声，陈大济连忙将情书塞入九难手里，口中紧张的说道，老大我的幸福就拜托你了，随即一把将他推出。可陈大济这小子力气使得很大，九难止不住的朝前方的女生扑了过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二人四目相对，脸红不已。九难口齿不清的道歉着，对不起同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可一旁的女生却注意到九难手中的情书，随即满脸震惊的喊道，华九难给徐芳草送情书了。听到这话，徐芳草脸上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一样，随后转身便逃离了这暧昧的教室，留下一脸发愣的华九难站在原地。而始作俑者陈大济赶忙走到他的身旁，老大别看了，徐芳草都走了，你是不是对人家心动了？华九难听后并未做理会，显然也是在心中默认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几天就过去了。但自从上次那意外发生后，徐芳草跟九难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频繁，两人借着探讨问题的形式相互交流。可这天在他们讨论课堂作业时，一个电灯泡打乱了他们。华九难外面有人来给你送东西了。九难听后心中一惊，家里面不会出事了吧？随即他赶忙走了出去。门外周所长拎着一个皮包跟他打着招呼，九难，天越来越冷了，你婆婆让我给你带点厚衣服，顺带给你说说最近村里发生的事。田老四目前还没被抓到，他咬死了自己的亲儿子田志刚。灰仙家说他们看到了田志刚死后就原地起尸，跟随田老四一起被一个红衣厉鬼带着躲进了后山。龙婆婆和五大仙家倾尽全力，也没办法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。说着，周所长叹了口气，田志刚好歹也是镇上的公职人员，他现在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，连尸体都消失不见，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啊。
九难听后心中一惊，红衣厉鬼又出来害人了。随即他便告知周所长，等他回去后再和大家一同商讨计策。不多时，九难便在操场上跟陈大济说起了刚刚的事情。陈大济听后冷汗便流了下来。这么说来，村子里现在就有2头僵尸了。对了，这僵尸厉害吗？凭我这身手，再配上一把40米长的大砍刀，能对付僵尸吗？九难闻言摆手说道：“你可就别添乱了，僵尸这玩意复杂的很，田家父子还未必算得上是僵尸呢。僵尸是指死不瞑目的人，他们生前的怨气积攒在小脑间，在接触到尸毒或墓地的风水影响下产生了尸变，在这过程中的尸体会不断变化。僵尸也由低到高划分为8种形态，最低的是紫僵，也是刚成型的僵尸，他们浑身发紫，只能勉强保持身体不腐。接下来是白僵和黑僵，尸身的颜色呈白色和黑色，他们行动缓慢，非常容易对付，惧怕阳光，也怕水火和家禽。下面的是绿僵，尸体散发出的湿气和体表一样为绿色，对比起白僵和黑僵，它的跳跃能力极高，不惧怕人和家畜，唯独只怕阳光。毛僵，尸体被长毛覆盖，是出了名的铜皮铁骨，行动敏捷，飞檐走壁，不惧怕阳光与火焰。飞僵是修炼1000年的僵尸，会使用法术作战，钢筋铁骨上天入地，不化骨。人死后骨架吸收了日月精华，将其炼在骨身上，使其做到尸骨不化，屠尸1000年不朽的尸体，但自身无法移动，可以说得上是完整的不化骨。有时经历雷霆洗礼的僵尸，集天地怨气而生，不死不灭。陈大济听后心中一惊，僵尸这么多种类，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了，不然以后僵尸都认不全。九难见到大济这副模样，嬉笑一声，可不是吗？听说你上次给李云的情书上写满了错别字。陈大济面色一红，老大你别取笑我了。就在2人打闹之际，只见徐芳草迈着步子走到他们身边，华九难同学，刚才说的问题你现在能再给我讲讲吗？九难闻言面色一喜，连忙应答道：当然可以。接着便和徐芳草坐在树底下探讨问题。此时九难认真地讲着课本，却不知一旁徐芳草的注意力全都在他脸上。察觉异常的九难转头看去，2人四目相对，一抹绯红在他们脸上浮现。九难连忙向后退去，口中不停解释道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只见徐芳草浅浅一笑，随即将手伸入书包里拿出一个草莓蛋糕，一脸害羞地说道：华九难同学，谢谢你替我补习功课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吃，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还给你做。说着便将蛋糕送入了九难手中。九难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女生给他送东西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他手足无措。随后他拿出一块发着亮光的鳞片递给了徐芳草，我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，这是地灵仙家常大哥给的蛟龙秘鳞，也是我贴身携带的护身符，你将它带上，遇到危险时它会保护你的。在一番致谢后，2人之间已然多了份莫名的姻缘。随着铃声响起，2人恋恋不舍地回了家。此时九难正走在去往寝室的路上，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华小友，贫道有些事想跟小友请教，今夜丑时还望小友在后院等待。九难听后便知道了这是当时助他脱离鬼宅的道爷，随即他大声回道：道爷，我们丑时不见不散。深夜凌晨1点钟，屋外已然是大雪纷飞。九难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后院，对着空旷的操场喊了一声：道爷您在吗？话音刚落，周围一阵鬼气呼啸而过，九难连忙转头查看，只见一群奇形怪状的魂体出现在他眼前，而道爷双膝盘坐，口中念诵着符声超度经。不多时，那些鬼魂的身上被一阵白光包裹住，他们纷纷面向道爷跪拜致谢：道爷您花费100年时间度化我等，今日我等终于可以脱去罪孽，踏入地府转世轮回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唯有来世再报了。道爷听后抬手回了一礼：福生无量天尊，诸位居士终得解脱，可喜可贺。群鬼听后安心的化作点点幽光，消散在了空气中。站在身后看完这一切的九难，心中泛起了浓厚的敬意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道爷转身笑着对他说道：让华小友久等了，贫道今夜是想跟小友探讨下关于你们九道沟村最近发生的怪事。九难闻言赶忙讲述起近期村中发生的一切。道爷听后沉默许久，接着又叹了口气：在他100年前用铁棺材包皮害人时，贫道就应该去阻止，如今他已然完成了五鬼葬身术，贫道却是后悔不已。九难听后急忙问出心中的疑惑：道爷您和那幕后黑手认识吗？他是不是当年那个女道士？道爷点头默认：小友说的没错，她正是在下的师妹。接着道爷又从怀中拿出一本泛黄的古书：贫道的时间有限，我马上就功德圆满去阴间任职，对于你心中的疑惑，我便长话短说。我修习茅山术法100年，所有功法皆出自此书，小友学会后自然能找到我那不成器的师妹，还有这些法器也就一并赠予给你，再联合北国5大出马仙相助，制服他应该不难。九难见道爷赠送的东西太过贵重，刚想开口拒绝的他就被道爷打断：小友莫要拒绝贫道的一点心意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是若有可能，请饶我师妹一命，别让她魂飞魄散了。九难听后一脸严肃地答道：此事我尽力而为，但是他罪孽深重，上天也不会轻易饶过他。可不等九难说完，道爷便浑身散发着耀眼的亮光，缓缓地沉入地底，在他消失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古朴的罗盘，一柄10厘米的桃木短剑。九难盯着那本泛黄的古书，口中念叨：茅山术法道谱子那篇，此术法包含了神仙药方、鬼怪变化、符箓笔记、禳灾却病，关于世间奇异之事都有记载。随即九难便照着古书上的修行方式练了起来。只见他手掐剑指，双膝盘坐，口中念着道家的法诀：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周身便闪耀出一道白光，这动静直接将对面熟睡的陈大济晃醒。他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吐槽着：大哥你上个厕所还开什么灯啊？九难见状赶忙将书合上，停止了手中的动作。刚刚他随手一练就牵动起周围的灵气向他汇聚。看着古书上的内容，九难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自己以前就学过了。想到这，九难在心中给自己打了一口气。
明天把这书带给婆婆看看，一定能抓到那个女道士的。不多时，一股困意袭上了心头，她闭上眼睛，安心的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陈父开着那辆加长版的肯林来到学校接他们回家。刚一到家，龙婆满脸笑意的前来迎接，可她在看到陈父的第一眼后，就惊得大喊一声：“你印堂发黑，这是凶煞临头，血光外溢之象，你最近是不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”陈父听后却笑着答道：“我最近一直都在矿山啊，而且有老婶子您送的斧头，再加上我这块古玉，咱可以说是百无禁忌。”陈大忌见状疑惑地问了一声：“这玩意怎么变色了？还是原来那屎黄色好看一点？你懂个屁啊！这叫人养玉，他跟我待得久了，自然会变成这样。”可陈父话还没说完，就见龙婆一把抓住那玉石摔在地面，口中还不停呵斥道：“你小子不要命了？怎么什么东西都往身上带？”陈父听见要命后被吓得冷汗直流，口中嘀咕道：“不是都说玉能给人挡灾吗？怎么还会威胁到我的性命？”龙婆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一般的玉的确能挡灾，但这可是块阴玉，还是最邪门的九窍玉。人生来有9个窍门，它们分别是双眼、双耳、鼻子、嘴巴，以及屁股和下身。而九窍玉是指用9件玉器堵住死者身上9个窍门。在古人的认知里，这种方式能让自己的肉身不腐烂，更有机会得到成仙。”陈父听后一脸忌惮地看着地上的玉石，口中大喊道：“我靠，这玩意这么邪门的吗？亏我先前还对他呵护有加。”就当他在输出国粹时，一旁吃瓜的陈大忌好奇地问道：“婆婆，我爸带的这个是9窍玉中的哪个部分了？”龙婆一脸尴尬地回道：“这玉石是锥台形，应该是用来堵屁股的。”陈父闻言顿时心中一震，想起之前他还用嘴巴亲吻那玉石，随即他连忙跪倒在地，口中止不住地吐了起来。陈大忌却在后方幸灾乐祸地嘲笑着：“老爸，你竟然亲人家塞屁股的东西，你口味真重啊！”不多时，陈父整理好仪表起身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老婶子，既然这东西是死人身上的，他怎么会在我家的矿山被挖到？而且周边也没发现人体的骨架呀？”龙婆沉思片刻，表示这事情也不好说，也许是因为盗墓贼的原因也说不定。可还没等龙婆说完，陈父挂在腰间的大哥大就响了起来。陈父连忙接起，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：“老板，矿山出大事了，您赶紧过来一趟吧！”陈大忌看着面色古怪的父亲，赶忙询问道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”陈父转头一脸慌张地答道：“咱们家的矿山挖出了一面石墙。”说罢，他转身向外跑去，口中还不停大喊道：“老婶子，我先回去看看，过段时间再来拜访您。”看着这两父子急忙离去，龙婆转头看着九难问道：“小九，你这么急急忙忙回来是要做什么？”九难当即拿出那本道爷赠送的古书，口中激动地说道：“婆婆，我正要和您说呢，请您一会联络下五大仙家，我找到对付那女道士的方法了。”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到了晚上。此时五仙家坐在桌前喝茶，常怀远举杯开口道：“没想到小先生这么快就找到线索，我等真是自愧不如啊！”九难听后恭敬地回了一礼，随即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：铁棺材以及人皮灯笼都是出自那祸害田家的丑女道士，她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完成邪术五鬼葬身法。常怀远闻言大吃一惊：“五鬼葬身法那是什么东西？小先生能否细说一下？”九难听后拿起手中的古书，缓缓说道：“五鬼葬身法是茅山典籍中的一种增强法力、延长寿命的邪术。此术法需先选一人当作领头羊，找人将其扒皮抽筋，再用铁棺材锁魂，使其受尽折磨而死。施术者就可利用他的怨气进行修炼。而葬身法则是将杀害领头羊的人选出一个白虎含煞的大凶之地埋下，再用人皮做灯捆尸炼魂，最后施术者用鬼术将他控制，让其亲手杀死后人中的直系血亲。如此一来，施术者吸收了五鬼的怨气，他便可脱胎换骨，延年益寿。五鬼葬身法也就此完成了。此术不但自己凶得厉害，还能操控其余五鬼为他所用，而且只要有一只鬼物没被消灭，施术者就能借尸还魂，原地重生。”九难刚说完，常怀远叹了口气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：“那女道人在我等眼皮底下修炼这种邪术，我们五仙却毫无察觉，真是惭愧啊！”而一旁的麻衣姥姥更是开口怒斥道：“邪不邪术的我不管，这畜生到我乖孙女的紫河车去炼制就是不行！”说着，麻衣姥姥气愤地将手中的烟斗敲在桌上，周身迸发出滔天鬼气，一脸凶相的表示：“不把这畜生抽魂炼魄，姥姥我就白修行这千年道行了。”灰老六见状，赶忙安抚道：“麻衣姥姥莫要生气，当务之急应该先找到那女道士的藏身之地，只要将她找出，那五鬼什么的，通通包在我们五仙家身上。”九难闻言抱拳行礼道：“灰大哥，我自然有办法能找出。”随即就见九难拿出道爷给他的罗盘法器，接着手结剑指，口中念起了启动法诀：“五鬼五鬼，奔逐茫茫，迷人藏物，搬运无常，火凤赤令，逐利避荒，如敢有为，化骨飞扬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罗盘上指针飞速旋转，随即猛地定格在一处不动。众人见状相视一笑，几日不见小先生的道法，真是令我等刮目相看。说完，五仙家化为一道虚影掠向空中，绿光中的常怀远吩咐道：“老爸，你带着小先生好好保护他，我们先走一步。”说着，只见常八爷狼狈地跌落在地，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：“这怎么还有我的事呢？”随即只见他周身闪耀着蓝光，一条巨大的蛇身猛地变换出来，随后甩动尾巴卷起九难准备赶过去。陈大忌见没把自己带上，连忙死皮赖脸地抱着八爷的蛇身恳求道：“等等，把我也带上啊，我也要去。”八爷闻言一脸无奈地回着：“行行行，你少废话，把嘴给我闭上。”就当几人准备追上去时，五仙家的胡家主叫住了九难：“小先生且慢，胡某还有一事相求，能否请小先生带上我这徒孙一同过去长长见识？”说话间，他捧着一只全身雪白的狐狸走出：“小先生，这是我的小孙女，先前您出手将她腿部顽疾给治好，我这孙女吵着要来给小先生治谢。”说着便朝小狐狸吩咐道：“菲儿，还不快谢谢小先生！”
只听唰的一声，先前那小狐狸摇身一变，化为一个美若天仙的芊芊少女。她面带羞红的朝着九难缓缓行了一礼：“小女子胡菲儿拜见恩人。”这一言一行却将一旁看戏的陈大基迷得神魂颠倒。九难见状，赶忙将他喊醒，随即恭敬地回道：“胡家主，你们太客气了，这些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”胡菲儿听后一脸羞红地说道：“小先生，菲儿有个不情之请，奴家能否跟在小先生身旁，侍奉您日常起居？”九难立即拒绝道：“不必如此，我其实也没做什么。再说了，女孩子总跟在我身边也不方便。”可没等九难说完，胡菲儿便化为一只白狐跳到了他肩上，随后亲昵地蹭了蹭九难额头，发出了嘤嘤嘤的叫声。见此，九难叹了口气，就当是接受了。接着几人就跟随罗盘的指引来到了乱坟岗中心。可此时场地上除了几座墓碑以外，并没有任何鬼物的身影。就当九难疑惑之时，身前的坟包突然破开一道裂缝，一张狰狞可怖的脸蛋从里面钻出。此鬼正是五仙家倾尽全力都无法找到的恶女道士。只见她带着其余4鬼一同飘了出来，一脸惊讶地朝着九难喊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手里怎么会有我师兄的东西？你在哪里见过他？”对此，九难冷哼道：“我凭什么告诉你？”女道士闻言怒吼一声，张开利爪冲向九难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划破虚空，只听噗呲一声，女道士的手臂当即断开，顿时鬼叫声响彻整个乱坟岗。定睛一看，一只全身灰白的老鼠，口中叼着半截手臂，正在咀嚼。等他落地之后，幻化出灰老六的身影。只见他甩掉口中的碎肉，不屑地说道：“虽然你长相丑陋，皮肉臭不可闻，但好在我挥家命贱，从不挑食。”九难听后心中一惊，冷汗立即冒了出来。他对着女道士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100年前你故意怂恿田家剥了那小妾的皮囊，就是为了给自己换上？一直以来你都被外人称为丑女道士，其实你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吧？”女道士的遮羞布被九难揭开，他怒吼一声，伸出仅剩的鬼手抓了过去。见此情形，柳仙长怀远一掌打断了女鬼的攻势：“你竟敢动小先生，常某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！”女鬼见势头不对，赶忙飘到人群上空，随即暴喝一声：“都想要我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！”说罢，只见他周身煞气萦绕，命令其下方的鬼怪发起攻击。葬身五鬼，听我号令，杀光他们！鬼怪们接收到指令，咆哮着冲了出去。见此情形，其余3仙家也一同迎了上去。白无畏一把抓起前方的行尸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那原本凶狠的怪物被撕成2半，鲜血溅得到处都是。狐仙家见状也不甘示弱，手中利爪迅速延伸，一记白狐掏心将面前的鬼物拦腰斩断。女道士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她精心布置这么久的五鬼，顷刻间就被杀得片甲不留。就在她愣神之际，常怀远大手一挥，一道蛟龙虚影将女道士紧紧地捆在原地。蚂蚁姥姥现身戏谑地嘲讽道：“孽畜别挣扎了，你那铁棺材10年前就被姥姥给收服了，现在还妄想用五鬼葬身法来和我们作对。”女道士闻言冷哼一声：“我已落到你们手上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”说罢，她情绪激动地朝着九难喊道：“小子，你真的见过我师兄吗？他到底在哪？为什么要躲着不来见我？为什么他这么狠心？”九难被这声鬼叫惊得倒退一步，灰老六见状一脚踏出，将女道士死死定住：“给本仙安静点，别吓到小先生。”随即众人纷纷看向九难，等候他的发落。见状，九难回想起道爷临行前的恳求：“华小友，若有可能，请饶我师妹一命，别让她魂飞魄散了。”想到这，九难做出了决定：“道爷先前让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可我怕他再次出来害人，还有小月的胎盘也没解决。”蚂蚁姥姥闻言笑着回道：“乖孙子，小月的事我来处理。”说着，姥姥的手掌便刺入女道士的腹中，捣鼓一番后掏出来个肉球，接着转身递给了九难：“小月的紫河车幸好还没被炼化，你将它带回去埋在松树底下，松老会保佑小月此后无病无灾，长命百岁的。”九难听后连忙鞠了一躬：“多谢姥姥。”就当众人为事情解决高兴时，黄仙家的老大愤恨地对着女鬼说道：“小先生说要饶你一命，可你残害了我黄家的后人，这绝不可能饶恕。”说着，他抬起一掌抓向女鬼，只听撕拉一声，女道士的脸皮上多了几道抓痕。接着，只见黄老大一把抓起她的头发，随着一阵鬼叫声传出，一个长相瘆人的侏儒老太呈现在众人眼前。女鬼见自己的遮羞布被揭开，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你们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必定会来报复的。”对此，常怀远嗤之以鼻道：“你作为茅山一派的修士，不仅坏事做绝，丧尽天良，我等今日是看在小先生的面子上才饶你一命，但地府的鬼差可不会放过你，等着被抓下无间地狱吧。”女道士听后一脸愤恨地放下狠话：“你们一定会跟田家的下场一样，被我抽筋扒皮，挫骨扬灰。”九难闻言走上前，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我饶你一命，但天道自有定夺。”此话一出，原本沉寂的天空突然闪起凶悍的雷霆。九难见状，招呼起众人离开了此地。见危险已然解除，女道士双膝盘坐，手中掐出剑指：“魑魅魍魉，听我号令，骨肉铺路，鬼魅前行。”话音刚落，原本平静的地面猛地响起了阵阵爆炸声，砰砰砰！一只只瘆人的行尸从地面钻出，他们纷纷抓起地上的碎肉，贪婪地吃了起来。其中为首的便是当初用鬼唱戏迷惑化九难的猫眼老太。见状，女道士怒骂一声：“该死的蠢货，都别吃了，赶紧带我离开这里！”行尸们收到指令，立即抬起女道士逃离了乱坟岗。而此时，众人已经回到家中围坐，一起喝茶闲聊。九难举杯感谢道：“这次多谢诸位出手救了我妹妹王小月，解除了我家的心腹大患。”常怀远闻言谦虚道：“小先生不必客气，这也多亏了小先生自己道法高深，才能找到那女道士。”陈大济在一旁听得羡慕不已：“老大，你今天真是太帅了，我也要学你那道术。”说着，他从屋内抱出一堆零食，一脸诚恳地对着蚂蚁姥姥说道：“姥姥，我想过您上次说的拜师条件，但我现在还不想
想死，您能否通融一下，给我个学术法的机会？这是我的零花钱和零食都孝敬给您。蚂蚁姥姥听后拿起一根辣条尝了一口，随即开口夸赞道：“这玩意味道还不错。”陈大吉愣愣地看着这一幕，这就算吃过了吗？蚂蚁姥姥见他这副呆板的模样，笑着回答道：“我们鬼仙早已辟谷，这就相当于上供了。你送的这玩意姥姥挺喜欢的，不过教你法术是不可能的。但我手下这8个待字闺中的侍女，你可以选一个，等你死后给你当媳妇。”话刚说完，只见侍女们纷纷朝陈大吉行礼道：“奴婢见过陈公子。”陈大吉见状激动得语无伦次，随即拉着一旁的华九难傻乎乎地说道：“老大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叫我公子啊！”众人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。月色渐渐笼罩大地，五仙家恭敬地向九难道别后便回了深山。时光飞逝，一转眼九难就回到了学校读书。此时他正坐在桌前学习，一旁的陈大吉毫无形象地吃着铜锣烧。突然一声闹铃打破了这氛围，陈大吉连忙拿起电话放在耳边，刚一接通电话，那头就传来陈父急促的呼喊声：“小吉出大事了！我刚打了龙婆的电话没人接，你和九难赶快回来一下，学校那边我已经让周所长联系过了。”陈大吉闻言急忙起身询问什么事情，可电话却传来了嘟嘟嘟的回声，二人一脸懵逼地看着对方。九难疑惑地以为是龙婆那边出事了，可没等他开口询问，陈大吉便拉着他跑出了寝室。不多时，周所长开着那辆5个圈的迪奥来到了陈家的矿山，一下车，陈大吉就疑惑地询问道：“老爸，不是龙婆婆那边有事情吗？你带我们来矿山干嘛？”陈父听后挠着头回道：“这事和老婶子没关系，咱家矿山挖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一旁的周所长打着圆场：“九难了，你还小，本来不应该耽误你学习，可这件事太奇怪了，我们又不好意思去麻烦老婶子。”九难听后松了口气，还好不是婆婆出事。随即他转身问起了事情的经过。周所长带着二人来到了矿山内，九难进去的瞬间就被里面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。此时的矿洞里，3个面色干枯的男子，身体摆出一副怪异的姿势跪拜着，好似在给什么人请安。周所长见状赶忙解释道：“前段时间陈家矿山内挖出一个昆巢时期的古墓，这几人是当时参与挖掘工作的人员，可那时由于山体不稳导致墓穴塌方，他们被活埋在了这里。待我们挖通道路来救援他们时，就已经变成这样了。这是真是邪门，一夜之间3条人命就这样没了，而且他们的尸体还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就在周所长还在叙述时，一个浑厚的声音打断了他：“此事的详细情况还得问我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对着九难打着招呼：“我是这次考古工作的负责人，你们可以称我为马教授，是我拜托周所长请你过来的。如果小先生真看出这古墓出了什么问题，就算是让我们停止考古，也不能再挖掘下去了。”九难见状恭维地说了一句：“您真是深明大义啊！”怎料马教授抬手回绝道：“客套话就不多说了，我先带你去看看那3个逝去的同志。”说着他拍了拍其中一个高举手臂的尸体。我们发现这3位同志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就已经是这样了，尸身就像被人灌了水泥一般僵硬无比，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现场也没有任何关于打斗的痕迹。九难见状心中一惊，这种死状他先前在茅山术法报谱子里看到过。随即他转头对着周所长说道：“周叔，麻烦您检查下死者口腔上颚的位置是不是有个大洞。”周所长听后戴上黑手套，一把掰开了尸体的嘴巴，随后转头答道：“九难，你说对了，真有一个大洞比手指还粗呢。”陈大吉闻言吓得往九难身后缩了缩，接着询问起心中的疑惑：“老大，你知道是什么玩意害死他们吗？”九难摇了摇头，表示目前还不确定，得先进古墓里面探查一下。马教授听见要去古墓查看，立即上前阻止道：“小先生，这座墓穴实在是有些诡异，我们挖了3天，却连墓室的入口都还没找到。”九难听后一脸严肃地回着：“无妨，我们只是去看看现在挖好的部分，趁现在天还没黑，一会太阳落山阴气上升就来不及了。”说着几人便赶往了另一边的矿区。此时外头风雪交加，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一处拉起警戒线的矿洞外。马教授带着众人在隧道内前行着，陈大吉好奇地看着四周：“教授，你们好厉害啊！3天就挖出了这么大的窟窿，我家工人要是有这种效率，那我爸得赚多少钱啊？”然而马教授却是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这里原本就是这样的，不信你们转头看看两边墙面的壁画，这些图片上描述着远古的先祖们依靠自制的武器狩猎食物，用火烹饪，画面体现的一片祥和。然而下一张壁画却是一群穿着盔甲的士兵烧杀抢掠，他们将同类的头颅割下，将里面的血液倒入容器中，接着几个穿着怪异的人们围坐在血液前跳着诡异的舞蹈，那姿势仿佛是在献祭什么东西。”九难被壁画中描绘的场景惊得冷汗直流，他们是在做活人祭祀，古人用人类的性命来献祭神明，这就是极其血腥和残忍的活人祭祀法。陈大吉闻言好奇地询问起心中的疑惑：“神明哪有神？”随着手电灯光照去，一个长相奇异、人头虎身的怪物出现在众人眼前，他口中叼着祭祀用的头颅，周围的人们纷纷朝他跪地祭拜。陈大吉见状惊得大喊一声：“老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有点像畸形的老虎啊？”九难听后缓缓地回道：“果然是他，这怪物叫乔。”马教授闻言赶忙询问道：“这是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生物吗？”乔，其身像人，背带虎纹，刚劲有长。九难见状笑着恭维道：“马教授真是博学多才，就是您说的那个乔，但乔也只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之一，现实中从没出现过，只是后来传闻修炼邪术的方式炼制出一种蛊虫，它形似乔，被称为乔虫。它仅有指甲盖大小，全身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而且乔虫特别喜欢蚕食人脑，通常会从人的上颚处钻入，吸光脑髓后在里面产下虫卵。”众人闻言大吃一惊，马教授率先开口说道：“
这么说来，昨天死在矿洞内的3名同志都是被这种怪物寄生了。话刚说完，一旁的周所长忍不住催促着：“此事不能再拖了，咱们得赶紧回去，趁着怪物还没长层，想办法弄死他们。”说着就要朝矿洞赶去。九难见状，急忙将他拉住：“周叔别急，乔虫的虫卵想要长到成虫，最少要10年，而且虫卵极其脆弱，很容易被杀死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先到墓穴中查看一番再说。”周所长听后缓缓地松了口气，随后走在墓道的最前方开路，并嘱咐起身后的众人：“前面就是之前说的尸墙了，大家做好准备，那里面十分恐怖。”陈大忌不以为然地笑着：“周叔您别小看我，我可是见过鬼怪的人，区尸墙我才不怕呢。”就在他嬉笑之时，前方赫然出现一堵墙，只听哎呦一声，陈大忌那张冬瓜脸和墙体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待他缓过神来看清墙面后，被吓得差点尿了出来。只见那墙上布满了人体组织，那一张张怪异的脸庞里充斥着滔天煞气，好似恶鬼出笼一般。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陈大忌被吓得朝华九难怀里扑去，口中颤抖地喊着：“老大救命啊，有鬼啊！”九难见状尴尬地吐槽道：“赶紧放开我，这些都是早已逝去的死尸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马教授听后笑着解释道：“根据我们的研究，这些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直接砌进墙里的，而且这堵墙有3米厚，10米高。我们目前已经挖出了500米的距离，统计下来，这墙体至少埋了5000多人的尸身。”九难闻言拿出罗盘检测起周围的鬼气，随后缓缓地说道：“这边阴气极重，但没有脏东西的身影。”周所长听后松了口气，随即就准备招呼众人回矿山内处理乔虫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山洞外的陈大忌口中大喊一声：“大家快来看，有东西在天上飞！”众人闻言赶忙跑了出去。此时洞外风雪交加，天空中一个漆黑的大洞吞噬着一切，2个轻薄的鬼皮飘在半空中嬉戏着。见到有人出没，2个鬼皮眼冒红光，露出了瘆人的微笑。陈大忌被吓得当即爆了口国粹：“我靠，这纸人成精了！”而身后的九难想起了茅山术法爆谱子里的记载，空中血眼，鬼皮现身，随后连忙对着周所长说道：“周叔，这鬼皮对阴气特别敏感，他们出现的地方必然会死很多人，今晚你让大家都小心点，我现在回去找婆婆商量。”说着便走了出去，临行前嘱咐了一句：“山洞里别留人看守，最好是把洞口给堵上。”马教授听后担心地答道：“我立马去安排，现在已经死去3个同志了，不能再出事了。”将事情吩咐完后，九难安心地走了出去。陈大忌跟在他身后屁颠颠地追问道：“老大，你是不是要开坛做法了？就像电影里那样穿着一身道袍，拿着桃木剑一通比划，再用符纸喷出火来？”九难无奈地表示这些他都不会。陈大忌不死心地询问道：“那画符摆阵撒狗血呢？这些蚂蚁姥姥都没教你吗？”对此九难无语地答道：“这些都还没学过，他目前就会一个五雷破消法。”陈大忌听后一脸惶恐地看着他：“不是吧，老大，你啥都不会，这不是送死吗？我们赶紧喊上大家一起逃跑吧！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回去找龙婆和姥姥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”九难见状连忙打断道：“大忌别慌，我们可以进山找5仙家来帮忙。”山林外暴雪交加，寒风呼啸，九难他们走在寂静的小路上。陈大忌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：“大哥，咱们进山能找到仙家吗？我爹在这后山天天挖矿开采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没有仙家来找他事情？”九难听后笑着指挥道：“我们分头找找周围有灵性的小动物，只要他们不惧怕人类就行。”陈大忌摸着头尴尬地问道：“大哥，啥样才算有灵性呀？”话刚说完，二人脚下跳出一只灰溜溜的小老鼠。九难走上前，一把将它捧在手心里：“这样的就算是有灵性的小动物，你要是能听懂我说话，就点点头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小老鼠一个劲的点头配合着，一旁的陈大忌大吃一惊，舌头差点吞进了肚子里。而九难见状，当即表示道：“小家伙，麻烦你快去告诉灰六哥，说我这边有危险，需要他过来帮忙。”小老鼠心领神会，只听唰的一声，他便跑没了影。见此情形，陈大忌爆了口国粹：“我靠，老大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统领万鼠的老鼠侠？”九难听后立马用拳头回着：“滚你才老鼠侠呢！”二人嬉戏打闹着，很快1个小时过去了。陈大忌背靠大树冻得瑟瑟发抖：“老大，那小老鼠行不行啊？该不会被冻死了吧？”话刚说完，不远处一个巨型老鼠飞快地向他们跑来，随后猛地跃向空中，灰仙灰老六的样貌呈现在二人眼前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他稳稳地落在地上。不等九难开口，他便一脸狠色地说道：“小先生，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这就去将他碎尸万段。”九难闻言笑着答谢道：“多谢灰六哥，没有人欺负我，是有件怪事想请您帮忙。”随后九难便将古墓里发生的一切通通说了出来。灰老六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先生，您之所以用罗盘找不到脏东西，只因那玩意还没醒来。不过那是1000多年前的家伙了，而且还有几千人被迫为他殉葬，这要是让他练出道行，那可就不好对付。”陈大忌听后流着冷汗询问道：“难道老神仙你也打不过古墓里的东西吗？”对此灰老六鄙夷地表示：“臭小子，你在说什么？再怎么说我也是苦修了数千年的仙家，今晚那脏东西只要赶出来，我便让他有来无回。”陈大忌还想提醒古墓里埋着几千具干尸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只见灰老六暴喝一声，顿时树林中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老鼠，它们纷纷眼冒红光，阵阵杀气从身上冒出。这场面看得陈大忌激动不已，口中止不住地夸赞道：“老神仙，小子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那古墓里的脏东西哪能有老鼠厉害？”说着他转身便向矿山跑去，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众人。灰老六见状好奇地询问起一旁的九难：“小先生怎么不跟他一同回去？”九难闻言笑着回道：“灰六哥，我猜你也不会去那边凑热闹吧？不如我留下来陪你聊会天。”灰老六听后一脸尴尬地看着九难，随即一股忧伤的情绪涌上心头：“小先生您猜对了，在
所有出马仙中，我们徽家因为出生是老鼠，不但修行最为困难，更是被世人看不起，就连找个出马弟子都难。没有人请我们出马，就不能积德行善受香火的供奉，这修行之路也就难以前行了。在这恶性循环下，我们徽仙一族世世代代都无法翻身。听到这，九难心中泛起了涟漪。一直以来，他都认为是徽老六生性自卑，所以不喜欢与世人打交道。没想到居然是因为出生原因遭受世人拒绝。想到这，九难大喊一声：“徽六哥，我打算将茅山术法、抱朴子那篇中的呼吸吐纳，以及适合你们徽仙修炼的3元遁甲术传授给你。”徽老六闻言大吃一惊：“抱朴子那篇，小先生您师傅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葛天师？他老人家乃是道家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且千年以来都没有关于他的道统流传，而抱朴子这本书更是他的毕生所学。”九难挠着头解答道：“六哥，我不认识什么葛天师，这术法是一位道爷赠予给我的。既然这么厉害，那我就将其内容讲给你听听。”说着便要朗诵出来，而徽老六却赶忙摆手制止：“小先生且慢，你们人族有句古话，道不可轻传，轻传不为道。你们正统道家是看不起我等动物修炼者，即便我们修为有成，也顶多给人当个坐骑罢了。而有的道家大能，更是认为动物修炼者野性难驯，学成术法会为非作歹，祸害苍生。”九难听后笑着答道：“徽六哥，你放心学吧，我相信你的人品。再说了，在我心里，世间生灵并无高低贵贱之分。”随后九难便将抱朴子中的术法一一说了出来。徽老六听后顿时眼冒红光，一股滔天煞气从他体内爆发而出，周围的小老鼠们纷纷仰天朝拜。随后徽老六恭敬地朝九难感谢道：“小先生请受徽某一拜。”九难见状连忙上前准备将他拉起，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徽老六都纹丝未动。对此九难心中一惊，这不是抱朴子里记载的天道之力吗？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只见徽老六手结剑指，一脸正气地对着苍穹喊道：“我徽老六今日向天立誓，从今以后对小先生比施礼相待。小先生但有吩咐，我徽某必当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如有违誓，天地共弃，活不得半刻安宁，死不得寸土葬身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原本灰蒙蒙的空中突然雷霆乍现，天地间为之变色，小老鼠们纷纷跑上前将二人围在中心。见天地誓言已定，徽老六这才在九难的搀扶下缓缓起身，随后感激地说道：“法不传六耳，徽某已让小崽子们守好四方，不让任何生灵接近。小先生您可以传授道术了。”九难闻言抱拳回了一礼，随即二人盘膝而坐。九难缓缓说出了抱朴子中的术法，两道透明的气息从他们体内飘出，周围的小老鼠在道气的熏陶下也跟着修炼了起来。不多时，徽老六缓缓地排出一口浊气，全身的体态样貌已然变得更为年轻。九难见状，兴奋地大喊一声：“徽六哥，就这么一会的功夫，你好像变帅了很多。”徽老六听后感激地表示：“多亏小先生传我正统大道，徽某这才能受到葛天师的庇佑，在修行路上畅通了许多，样貌自然也变得神清气朗了。”就在他们相谈之时，不远处陈大济大喊地朝他们跑来：“老大，不好了，来人了！”九难听后一脸疑惑地询问道：“怎么了？难道有脏东西出来了？”“不是脏东西，但是比那些鬼物还烦人呢。”陈大济说着便拉起九难往回跑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二人便来到了矿山外。此时一个秃顶大叔正在和马教授争吵着：“死秃驴，别胡闹了，古墓最外围的挖掘还没完成，你这么着急汇报什么？真功也不是这种做法，我也是为了咱们项目能早日完成。周观主可是上面派出的高人，而且你不找周观主这样的专业人士，竟然请2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有什么用？还是说你打算故意隐瞒事情不报，妄图蒙混过关？”马教授被秃头的话气得怒骂一声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！”就当他准备骂回去时，那个被称为周观主的弟子抬手势一倒：“马教授，牛组长也是一片好意，他担心你被一群装神弄鬼的家伙给骗了。”说着就将手指向正在赶来的九难二人。陈大济闻言傻乎乎地询问着：“老大，乳臭未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俩年幼无知，没有真本事寒碜我们呢？”九难听后缓缓地解答道。陈大济闻言暴脾气瞬间上来了，抓起牛组长的衣领就爆出国粹：“我靠，你大爷的瞧不起谁呢？”就在二人准备掐架之时，一个阴柔的声音缓缓地从后方传来：“没素质的山里人，想要打架我陪你啊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穿着道袍的青年走了出来，随后冲到他们面前，猛地掰开了陈大济的手掌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陈大济疼得连声惨叫：“我靠，放手，疼疼疼！”九难见状，一个闪现迅速来到二人面前，随即一个龙爪手掐住青年的手腕，一脸狠厉地呵斥道：“给我兄弟道歉，不然老子废了你这只手！”只见他掌心微微用力，青年疼得冷汗直流，口中还不停嘲讽着：“废了我你也别想好过，我师父周观主不会放过你！”九难听后刚想用力让他屈服，可突然间一道青光拍在他的手背上，青年的师父插入了二人之间。小居士还请手下留情，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周围一阵狂风席卷而来，一道虚影浮现在他们面前。只见徽老六眼冒绿光，一脸凶厉地喊道：“敢出手攻击小先生，信不信老子让你走不出这10万大山？”周观主见状惊讶地支支吾吾着：“您是徽仙？”马教授见气氛尴尬，急忙上前将几人拉开：“好了好了，大家伙都各退一步吧。”陈大济见明明是自己这方受委屈，而马教授却不帮他们，连忙气愤地喊道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，那咱们走就是了，你们等着倒霉吧。”说着便拉着九难准备离开。马教授见状赶忙追了上来，口中不停解释道：“小先生真是对不住啊，是我们没把事情办明白，实在是对不起。”九难从怀中拿出龙婆特制的香灰包，随后放入马教授的手心中：“我知道您老的难处，这是仙家的香灰包，您随身携带着，关键时刻能护住不被邪祟侵扰。”马教授满脸感激地答谢着，随后九难嘱咐了几句后便准备离去。
去，临行前对着灰老六说道：“灰六哥，古墓内的情况还要劳烦您暗中留意一下。那老道士还是有点本事的。”灰老六听后笑眯眯的答道：“等他对付不了里面的东西后，咱们再出手也不迟，如此方能显示小先生手段高明。”对此，九难心里依旧觉得不安，他的第六感察觉到古墓里必然要出大事。而此时另一边，马教授一脸气愤地走到他们跟前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牛组长双手环抱胸前，一脸傲气地嘲讽道：“我就说这两个小兔崽子有问题！”看到两位真高人一来，就吓得屁颠颠地跑了。马教授闻言立即呵斥道：“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还在这血口喷人！”不等到他骂完，一道浑厚的声音慢慢向他们靠近：“谁敢说老子的儿子是小兔崽子？”众人闻言顿时一惊，在看清来人之后，牛组长立即上前拍着马屁：“陈老板，您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？可迎接他的是陈父的一记大壁咚！就你这个狗娘养的，欺负我儿子和他兄弟是吧？他妈的，老子自掏腰包好吃好喝的招待你，挖掘机铲土车免费提供给你们使用，要不是念在你们给国家办事的份上，老子早一脚把你们踹开了。结果你们倒好，反而欺负到我儿子的头上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老子这些机器不借给你们，自己用手慢慢挖吧。”一旁干活的工人听后收拾起地上的材料，口中还不停地吐槽着：“陈老板和小少爷人这么好，没想到这些外来人还敢蹬鼻子上脸，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。咱们走，不在这个鬼地方待了。”说着扛起木材就走了出去。牛组长见状还想挽留，一路小跑的跟在陈父身后解释着：“陈老板您等等，都是误会啊。”可陈父丝毫不给他好脸色看，一把甩开被牛组长拉住的手，随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此地。牛组长愣愣的看着那消失的背影，身后的马教授走上前讥讽着：“你自己闯出的烂摊子，也会好好向上级汇报吧？”而身后的周馆长也不停的训斥小道士：“都是你年轻气盛惹出来的祸端，平日里就叫你修身养性，不要成口舌之辩。”对此，小道士只能一脸尴尬的嘀咕着：“谁能想到那小子是大老板的儿子？”而九难这边在回到学校后，便坐在书桌上认真学习。一旁的陈大纪竟然也离奇的在纸上书写着，可下一秒他却笑眯眯的看着九难：“老大，我现在错别字越来越少，你说李云他会不会接受我写的情书，喜欢上我？”九难刚想回答，教室的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，虎娃喘着粗气大喊着：“老大不好了！张顺值日的时候让赵胖子给打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”陈大纪听后一脸气愤的表示：“竟然惹我们班的人，看我不弄死他们！”说着几人便跟着虎娃跑了出去。一路上，九难好奇地询问起心底的疑惑：“这赵胖子是什么人啊？呵呵，一个孬种罢了，仗着老爹是县里当官的，在学校里整天横行霸道，没脸没皮的。”陈大纪听后气喘吁吁地解答道：“这话说的让九难更好奇了，他爹是当官的，怎么会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上学？”对此，陈大纪一脸鄙夷地表示：“听说他在城里搞大了一个学生的肚子，才到我们镇上来避避风头，所以我才说他是个敢做不敢认的孬种。”说着几人便跑到了操场上。此时张顺被几个学生摁在地上不能起身，一个满脸横肉戴着大金链子的胖子凶悍地骂道：“就你这种泥腿子也配和我作对？”陈大纪听后暴脾气瞬间上来了：“你奶奶逼，再敢骂我兄弟一句试试看！”见九难他们过来，张顺立马委屈巴巴地喊道：“老大，赵飞他们欺负人，咱们清洁区的卫生都处理完了，他们又把自己那边的垃圾倒了过来，我和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就动手打我。”陈大纪听后立马开口怒斥道：“赵胖子，你他妈的竟然敢欺负到我们班头上！”可还没等他说完，赵飞一把拍开大纪的手臂：“你小子叫陈大纪是吧？少他妈在老子面前嚣张，再巴巴老子直接给你打成残废！”见事态已然到了无法收拾的场面，九难一步跨出，随即霸气地表示：“你敢碰他一下，今天残废的就是你！”说着，九难身上迸发出一股凶煞之气。赵飞被吓得冷汗直流，腿脚不断打了哆嗦，但为了稳住面子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兄弟们都给我上！出了事算我的！”见状，九难冷笑一声：“来就来，谁怕谁！”就在双方即将动手之时，一道威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那边的几人，你们干嘛呢？想打架呀？”赵飞见状爆了口国粹：“靠，教导主任来了！”随即威胁起一旁的张顺：“老师要是问起你脸上的伤，你就说自己摔的，不然老子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”说着便跑得没影了。见赵飞准备跑路，陈大纪握紧拳头准备追上去，九难见状连忙将他拉住：“老师要来了，冷静点，现在不急着动手，这事还没完呢。”陈大纪听后激动地询问道：“老大，你说怎么干？实在不行，咱们今晚去校门口堵他。”这馊主意出的九难都无语死了，公开打架会被学校记大过的，先让我想想别的办法。时光飞逝，很快便来到周五放学的时候。此时九难二人在教室内打扫着卫生，突然门外的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只见张顺一脸惊慌地大喊着：“老大，我听说赵飞要带人在回去的路上堵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陈大纪闻言扛着扫把笑着答道：“那刚刚好，老子正准备来料理他呢，没想到他还主动送上门了。”可张顺却支支吾吾地嘀咕道：“我听说赵飞带了很多人，算下来有20多个呢。”陈大纪听后冷汗立即流了下来，随即面露苦涩地询问道：“他们那边有这么多人，那咱们这边有多少人来参战？”虎娃几人闻言口中支支吾吾地嘀咕着：“班上其他人都走了，现在就咱们4个人了。”对此九难叹了口气，当即鼓励起大家：“现在没别的办法了，只能跟他们拼了。”很快4人便走到了校外的泥路上。此时赵飞带着一群混混，虎视眈眈地将他们堵在墙边。只见他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太妹，一脸戏谑地讥讽着：“你们几个小兔崽子，这回落到我手里了吧？”九难听后不紧不慢地回道：“赵飞，咱们来单挑吧，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？”怎料那胖子闻言笑着指了指身后：“我和你单挑。”
挑，那我背后这么多兄弟带来干嘛的？见事情已然到了无法收拾的场面，九难一步跨出，一脸狠厉的盯着赵飞，不要让我说第3遍，你过来和我单挑。这股气息惊得赵飞冷汗直流，随即招呼起一旁的混混，我靠，兄弟们给老子动手往死里打，出了事我来给大伙担着。说着握紧拳头打向九难，只听唰的一声，拳头划过空气的声音传来，九难一个侧身躲开了这一击，随即抬起一脚便踹了过去，砰的一声，赵飞那800斤的身躯轰然倒下，九难一步跨出，将他死死的踩在地上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地上的赵飞对着那群混混怒骂道：“我靠，你们他妈都傻了吧？过来帮老子！”见他们有所动作，九难面色一寒，手中掏出行医救人的银针，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插在混混之间，咻的一声，几人倒地惨嚎着：“我的妈呀，好痛啊！我的腿没有知觉了，呀妈爹，我半边身子都动不了了，救命啊！”见此情形，九难霸气的表示：“你们谁还有不服的，尽管上前来。”然而赵飞却是一脸惊恐的看着他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你把人打残了，你完蛋了！”九难听后不为所动，继续缓缓的向他走去。见此情形，赵飞双手抱头，对着九难恳求道：“别打我了，我不想残废，以后在学校里你就是老大，我见你绕道走还不行吗？”然而九难却是冷笑一声：“你打我兄弟，霸凌校园里其他学生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”说着便要使出分金错骨手。一旁的陈大忌见状，连忙上前抱住九难：“老大收手吧，为了这种混蛋坐牢不值得呀，家里的龙婆婆还等着我们回去呢。”这话瞬间让九难收住了杀意，随即对着赵飞冷冷的说道：“别人问起你怎么受伤的，你应该怎么说？我自己摔的，我们都是不小心摔地上的，张顺的医疗费我也会赔偿。”说着便伸向怀里摸索着，随后便拿出个怪异的玉石：“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先用这块玉器抵债吧，这是别人送我老爸的，值好几万呢。”九难见到这块玉石，心中一惊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身后的陈大忌一脚踢开了这块玉：“谁要你这破玩意，晦气死了！快拿远点，别害人啊！”说着便拉起九难往回走去，而后方的赵飞一脸茫然的询问着：“那您要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找我爸要。”九难闻言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赔钱的事你和张顺说就行，我不去插手。你的兄弟也没残废，不过是被我用金针刺了穴道，休息半小时就没事了。”说着二人便离开了此地。回去的路上，陈大忌好奇的询问道：“老大，那家伙手里拿的是不是九窍玉？为啥他带着就没事？”九难听后想了一会，那的确是九窍玉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赵飞没有被阴气侵蚀，可能是他有其他东西镇压住也说不定。陈大忌闻言就想起了被九窍玉迫害的陈父，我也好一阵没给老爸打电话，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了。说着便拿起大哥大拨通了起来。没过一会，电话接通后，陈大忌却是一脸焦急的大喊道：“什么？你身体更不好了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过来。”说着二人便快速的跑了回去。而此时龙婆的家中，陈父一脸无精打采的坐在椅子上，龙婆面色担忧的说道：“小陈啊，你这是黑云压城的面相，这是会要你命的。”而陈父的面庞上一脸黑相，口中颤颤巍巍的说道：“我每天都把您给的神府供在家中，一天3次烧香磕头的，从来没敢忘记过，可为什么还会这样啊？”龙婆听后缓缓的叹了口气：“你那矿山里埋的是1000多年前的大粽子，神府压不住也是很正常的。”陈父听后啪的一声跪倒在地，口中不停的恳求道：“老婶子，求您救救我呀！”一旁的陈大忌也是焦急的求助着：“婆婆，求您帮忙救救我爸爸。”龙婆闻言一脸严肃的回道：“小陈，你现在回去把你媳妇一同接过来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家就住在我这边，这一劫难说什么我也要帮你们度过。”第二天一早，陈父便开着那辆5个圈的迪奥停在龙婆门前，下车后龙婆热情的为陈父一家安排住处：“这是我家供奉仙家的偏房，你们2口子住在这边能免受邪祟侵扰。”说着便带着几人走进屋内行拜访之礼。随着龙婆将香摆好之后，众人潜心跪拜：“各位仙家，人命关天，还请您大发慈悲，让他们一家在这里暂住几天。事成后，我一定让陈父那小子在庙里给各位仙家立碑表功。”陈父闻言当即附和道：“对，我还要给仙家们雕塑金身，享受世人供奉的香火之气。”话刚说完，四周却寂静无比，没有任何动静。龙婆见状，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看来还是得想想别的办法了。”见此情形，华九难猛地跪倒在地，随后拿起3根香烛点燃，接着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各位，我与陈大忌情同手足，他家的事还请诸位多多帮忙。”此言一出，供桌上立马有了回音。只见麻衣姥姥和常怀远2个牌位纷纷亮起绿光。“小先生您客气了，让他们一家搬来就是。”常怀远恭敬的声音从一旁的牌位传出，而麻衣姥姥却是调侃的说道：“让大忌那个小瘪犊子再带点上次那个好吃的东西。”陈大忌听后当即附和着是辣条。得到名字后，麻衣姥姥笑着回道：“对，带了那东西来，老婆子就能护你们一家。”陈父一家当即低头跪拜了起来，多谢麻衣姥姥和柳仙家。见事情已然解决，九难对着身边的龙婆说起了最近的事情：“婆婆，我昨天又看到了九窍玉了。”龙婆闻言当即大喊道：“什么？你们没把那块九窍玉带回来吧？那东西邪性会害死人的。”对此九难赶忙回答着：“没有，他在我们学校一个叫赵飞的同学身上，但他的行事作风不是什么好人，而且玉器带在他身上却没发生什么事。”见玉氏不在这边，龙婆缓缓地吐了口气：“你们这些小孩子，但愿别真的出什么大事。”而此时另一边挨了九难一顿毒打的赵飞，被小弟们搀扶着走在学校的操场上。踏马的话九难、陈大忌这2个狗东西，老子饶不了你们。然而一旁被打怕的小弟连忙开口劝说道：“老大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话九难那小子太厉害了，咱们打不过。”这话说的赵飞更是气愤：“你们这群废物，下次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从城里带人过来。那些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。”几人说着缓缓地向前走着，而他们的身后却冒出一群面露凶色的小动物们，他们分别是狐黄白柳灰5路仙家、
只见他们咬牙切齿地注视着赵飞那伙人，下一秒只听嗖的一声，动物们化为一道虚影冲了出去，随即纵身一跃扑向几人，顿时操场上响起他们的惨叫声。我靠，哪来的老鼠？哎呦，我被老鼠咬了！亚骂蝶，我的脸被刺猬给扎了！怎么这么多黄鼠狼和狐狸啊？他们都蹦起来挠我。而原本嚣张的赵飞此时只能抱着肥脸大喊着：救命！救命啊！快来人把这些畜生弄走！随着他们的求饶声传来，动物们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，只留下了被刺猬扎成马蜂窝的赵飞，以及一脸鼻青脸肿的小弟们。见事情已然结束，赵飞暴喝一声：他妈的，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一旁的小弟听后赶忙答复道：老大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有人说过华九难他的奶奶是附近10里8村最厉害的出马弟子，这些动物们应该是来给华九难他们出气的。这话说的赵飞心头一震，冷汗当即流了下来。真的假的？那家伙想要我们的命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小弟们也是心有余悸的劝说着：老大，要不咱们去给华九难他们道歉吧，我刚刚差点被咬断命根子。可赵飞为了稳住面子，当即怒骂道：你给老子闭嘴，别说的这么恐怖。说着就弯腰捡起地上的九窍玉，可他刚接触玉器的一瞬间，一股渗人的寒气传入他的指尖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觉得浑身有股凉意？可不等他多想，一旁的小太妹便贴了过来，扶着他一同离去。而此时陈父家的矿山外，一阵滔天煞气凝聚在半空中，马教授一群人愣愣地站在古墓出口处，而那个被请来的老道士周观主则一脸惊恐地嘀咕着：完了，要出大事了，里面的脏东西要醒来了。随即吩咐起一旁的马教授二人：你们先看住此地，不要让人进去，我去准备些符箓镇住古墓，不然里面的东西要出事了。马教授见事情如此麻烦，立即询问出心中的疑惑：周观主，您可是咱们城隍庙的能人了，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您如此忌惮？周观主闻言叹了口气，随后缓缓地说道：别提了，我怀疑里面葬的是汉末年间那3兄弟之一。在汉朝末年时期，当时群雄并起，战乱频繁，那时有一个小秀才名叫张角，有天他在采药之时路过一处山洞，洞口外有一老者将他唤入跟前，称其二人有缘，便将太平药术3篇章传授给了他，并嘱咐着：汝得知此术，应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，若有一心必遭天谴。张角得到书法后，当即感谢道：多谢仙人提点，不知仙人名讳如何称呼？白发老者听后笑着答道：吾乃南华老仙是也。而老者传授的天书分为3卷，其中包含着3种秘术，它们分别是符水治病、召唤黄金力士和炼制骁勇善战的战士。张角刚获得术法时还能不忘初心，创立太平道治病救人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权位高涨，很快他就野心膨胀，联合弟弟张宝良创立黄巾军造反，但最后还是违背了当初的誓言，落得个凄惨下场。马教授听完这一席话后大喊一声：难道这里面埋的就是张角？这古墓有1000多年了，刚好属于汉朝时期的墓。而周观主却是心有余悸的回着：目前还不清楚是张氏兄弟中的哪一个，总之在贫道想出办法对付里面的脏东西之前，你们千万不要再随意进出此地，更不能再往里面挖下去。马教授听后当即一脸严肃地保证着：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里守好，有我在，不会再出任何事。而此时另一边龙婆婆的院中，蚂蚁姥姥和其他2个仙家正坐在桌前喝茶。常怀远见灰老六近期气色特别好，清气加深，3魂稳固。老六你好生福缘，真是好运气啊！对此灰老六当即表示：这得多亏了小先生将葛天师的抱朴子那篇传授给了我。此话一出，蚂蚁姥姥和常怀远顿时大吃一惊。蚂蚁姥姥立即询问道：小九，你把抱朴子那篇传给了他？九难听后一脸疑惑的点头说道：对啊，当初我在陈家古墓内遭遇鬼皮威胁，是灰六哥带着全族子弟过来助我脱离险境，在得知他们一族修炼困难后，我便将功法传于他们练习。对了，姥姥，常大哥你们要是感兴趣，咱们可以一起学。然而姥姥却是一脸犹豫，在沉思片刻后，她开口指责道：小九，你怎么心眼这么实在？此等天授秘术怎能轻易交给旁人？就算是我和柳仙家都不能强行习得，否则这大因果加深，必定会招来横祸的。九难听后立即明白蚂蚁姥姥话语中的意思，接着便开口为灰老六解围：灰六哥不是外人，他举全族之力帮我只教了他一些道术，算不上什么。灰老六闻言当即抱拳行了一礼：姥姥您放心，灰某已立下天道誓言，此生必定会好好守护小先生。见场面有些僵硬，常怀远立即提起酒杯打着圆场：大家都别说了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兰因续果必有来因。六哥和小先生有缘也是好事一桩。对了，六哥古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灰老六闻言缓缓地叹了口气：可惜我实力低微，帮不上小先生多少忙。不久前里面的脏东西吼了一嗓子，应该是快醒来了。虽然没搞明白里面是什么玩意，但是9窍邪域的来历我已经弄清楚了。一旁的陈大忌闻言当即询问道：老神仙那玩意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见众人都好奇地看着他，灰老六也不卖关子了：我手下的小崽子在盗洞里发现了倒斗的尸体，他们是被脏东西给害死的。外面流传的9窍玉肯定是这帮人带出来的，他们多半是有团伙，死了一个，其他人带着陪葬品跑路了。陈大忌听后情绪激动地大喊道：肯定是这样，赵飞他爹的玉器就是这伙人卖出去的。见此情形，蚂蚁姥姥笑着调侃道：你这小子该聪明的时候还挺聪明的，不如你现在就去死，然后跟着我修行吧。此话一出，陈大忌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：别，姥姥我还没活够呢。见陈大忌一再拒绝，蚂蚁姥姥大手一挥：只要你死了，我手下这8个婢女全都给你做媳妇。说着，几个红衣女鬼立即围在陈大忌身旁为他按摩放松神情。感受到肩膀上的柔软，陈大忌当即露出了一副猪哥样貌：嘿嘿，好多妹子啊，
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只听咚的一声，蚂蚁姥姥的烟斗狠狠地敲在他脑壳上。姥姥严厉的话语应声传来：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记住了，鬼话连篇，鬼的话可不能相信，尤其是那些勾魂的枉死鬼，不然你就离死不远了。然而陈大忌却是一脸委屈的嘀咕着：姥姥，这是您自己说的，怎么还怪上我？就在众人看笑话之时，胡仙家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：小先生，冒昧来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话音刚落，胡家主带着胡菲儿缓缓飘落，接着只见他双手抱拳恭敬地行了一礼：小先生，我家老祖宗胡三太爷托我给您传个消息，那古墓里沉睡的是个凶神，你们最好别让他醒来，不然会有大麻烦的。而且以我们五仙家目前的本事，根本不是那家伙的对手。九难闻言心中一惊，那凶神这么难对付吗？此言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纷纷看着华九难等待他的决策。见此情形，陈大忌立即沉不住气了：姥姥，几位老神仙，求求你们想想办法，那凶神出来第一个就要弄死我爸，我爸可是在他的墓穴处开了个矿山。蚂蚁姥姥闻言心有余悸地回道：小兔崽子，不是我们不帮忙，只是那玩意连胡三太爷都不会轻易招惹，我们就更没把握了。要不然让你爸自杀，姥姥把他的魂魄藏在蚂蚁山里，这总比被那凶神弄得魂飞魄散要好。听到这里的陈大忌打着冷颤地说道：姥姥您别开玩笑了，你这又让我去自杀，现在又让我爸自杀，我家这不就灭门了吗？说着陈大忌便走到一旁生着闷气。见此情形，九难当即上前安抚着：行了大忌，你别闹了，这事情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此言一出，灰老六立即拍着胸脯表示着：小先生要是想对付那个凶神，就算是落得个魂飞魄散，我灰老六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蚂蚁姥姥也迸发出体内的滔天煞气，这是我大孙子的事，要上也是我先上。见这二人情绪高涨，常怀远立马制止道：诸位稍安勿躁，咱们硬拼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，要想对付古墓里的东西，只能请出胡三太爷或者松老。当提到自己祖宗时，胡青山一脸难为情地表示：我家老祖已然不问世事了，要不是念在和小先生祖上有着交情的份上，这次事件都不会给我们传话的。九难闻言立即兴奋地询问道：青山大哥，胡三太爷知道我的身世吗？能否帮我引荐一下？我想要知道以前的一切。看着一脸兴奋的九难，胡青山支支吾吾地答道：老祖就猜到你会问他老人家，这件事情他让你稍安勿躁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一切自有定数。被拒绝，九难只好礼貌地抱拳回了一礼：这样啊，那代我向老祖问好，多谢他老人家了。见场面有点尴尬，常怀远立即开口打着圆场：既然胡三太爷不能出山，那目前就只能靠松老。说着便将目光放在院内的松树之上。陈大忌会意立马跪倒在地，随后双手抚在地上：松爷爷您大发慈悲，出手救救我爸行吗？话刚说完，周围寂静无比。见没有回应，陈大忌重重地把头磕在松老跟前：求求树爷爷了，求求您发发慈悲吧。随着砰砰砰的声音传来，陈大忌一连磕了几十个，可依旧没得到松老的答复。见此情形，九难一步上前，随后双手合十，口中尊敬地念叨着：求松老大发慈悲，帮帮我这兄弟一家吧。说着二人一同磕着响头。不忍看九难受伤的蚂蚁姥姥和灰老六当即准备上去将他拉起，常怀远见状立即出手制止。随着一声声响声回荡在院内，一阵清风拂过，松老那古朴沧桑的声音传来：只要不出这院子，我可保他一家平安。听到松老的答复，二人欣喜不已，接着立马感谢道：多谢松老，多谢松老相助。陈大忌开心的像个傻瓜一样：老大，我要去告诉我爸这个好消息。说着便一路小跑的来到了偏房外。老爸，你的命保住了，你不用死了。此时屋内的陈父一脸疑惑的看着朝自己赶来的陈大忌，接着开口训斥道：臭小子，大晚上的嚷嚷什么？要是吵到你妈和龙婆婆休息，看我不抽死你。可话刚说完，就见陈大忌一脸喜悦的说道：老爸，松树爷爷答应可以保护你了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我这就去拉几十吨化肥来好好谢谢树爷爷。说着就要走出院外。见此情形，陈大忌立马将他拉住：老爸，你不能出去，树爷爷说了，你不能走出这个院子。陈父闻言急忙转头询问：九难，大忌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叔得在这待多久啊？九难刚想答话，只见陈大忌一脸嬉笑的抢答着：只要等古墓里的大粽子死了，你才能出去。目前看来，你最少也要等个180年的。对此，陈父一脸黑线的表示：你给老子滚犊子。随后一脸苦涩的恳求道：九难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叔不能一辈子在这里混吃等死啊！见陈父这般作态，九难扶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不多时，他抬手表示：现在还有一个人能对付古墓里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找不找得到。话音刚落，灰老六的声音从院外传来：小先生说的可是传说中的勇武大将军？没错，就是雪狮大叔，只要他出手，这事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九难笑着答复道。可常怀远却是一盆冷水泼了下来：勇武大将军当年被帝王亲口封正，属于当时的真神，但古墓里的脏东西是用万人活计修炼1000多年成为凶神，他们之间孰强孰弱，恐怕要动起手来才知道。陈家父子闻言就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垂了下来。陈父叹了口气，随后对着九难说道：这么危险，那还是别麻烦雪狮大哥了，咱不能让别人为了我们冒险，这样太缺德了。对，不能干缺德的事，不然生儿子会没屁眼。陈大忌也跟着附和道。这话说的灰老六当即笑了出声：你们这两父子说的话倒是让我灰老六刮目相看了。不过九难你不必灰心，只要能请出勇武大将军，再加上我和常怀远兄弟帮衬，对付那脏东西还是手到擒来的。见提到自己，常怀远当即抱拳表示：灰六哥有如此豪情，怀远必定舍命奉陪。见事情已然确定好，九难笑着招呼众人：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雪狮大叔吧。对此话，九难一行人为了找到他，几人跋山涉水徒步来到雪山的最深处。此时陈父满头大汗地询问着：九难啊，这还有多远啊？你叔我真的快不行了，已经走不动路了。九难听后也是喘了口气，缓缓地回道：将军妙
在雪山最深处，这里到那边还有一段距离呢。陈父闻言吓得双腿一软，浑身脱力的向后倒去。还好陈大济手疾眼快，迅速的接住这庞大的身躯。怎么还有这么远？我的娘啊！等老子回去以后，一定让人过来把这条路修好。这话说的常怀远露出一副敬佩之色。修桥铺路，此举大善也。就在这时，陈大济咬着牙大喊着：“这些都不重要，得先让我爸活着回去才能行善了。老爸你太重了，赶紧站起来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”见此情形，常怀远食指轻轻一挥，一道青光浮现而出。接着只见常八爷的虚影浮现在众人面前。大哥，你叫我干嘛？就在他疑惑之时，常怀远抬手一指：“老八，你背着他，我们一起去将军庙。”八爷闻言一脸不可置信，瞪大的双眼，口中嘀咕着：“大哥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”可没等他说完，常怀远犀利的目光就扫了过来。见此情形，八爷立即手结剑指，随后一条100米长的青蛇浮现而出，接着一把驮起陈父跟在众人身后。很快他们便来到雪山的中心地带，一座古朴的将军庙屹立在几人眼前，庙宇里破败不堪，蛛网遍布每个角落，就连勇武大将军的雕塑都破碎了一角，往年的辉煌在时间的淡化下已然化为尘埃。见此情形，几人连忙整理出一片干净的区域，接着九难双西服的掌心合十：“雪师大叔娘，这次我来是有一事相求。”随即九难便将近期古墓内发生的事件一一叙说。可许久过去了，四周并无任何声响传出。灰老六见状，缓缓地叹了口气，看来大将军已经不在这里。可九难不这么认为，按理说雪师大将军不应该会离开风正他的地区，除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。就在他们陷入沉思，想着哪里出问题时，陈父整理了下仪容，随后板板正正地跪倒在地，口中恭敬地喊道：“大将军这次前来打扰您了，你是九难他叔，咱们就算是亲戚，等我回去就找人把你这里收拾一下，方便日后大家常来常往。”说完，几人便抬步离开了此地。路上，九难见陈父情绪低落，便开口笑着缓解气氛：“陈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此事的。”对此，陈父欣喜地答道：“那叔的事就拜托你。”而此时另一边，校园里学生们纷纷看着一个面黄枯瘦的男生，只见他干枯的嘴唇上不停地嘀咕着：“华老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见到面前人模狗样的男人，九难当即惊得冷汗直流，口中好奇地询问道：“你是赵飞吗？怎么几天不见你就变成这样了？”可还没等他话说完，赵飞便一把拉起他的手臂，恳求着：“华老大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吧，别再让那些仙家晚上来收拾我了。这些天一到深夜，那些老鼠黄鼠狼就跑过来咬我，这么多天下来，我根本就没合过眼。”九难闻言当即歉意地表示：“这件事情应该是他们主动为我打抱不平，你好好和他们道歉，仙家是不会为难你的。”陈大济听着也是幸灾乐祸地嘲笑道：“赵飞，你好歹也是高年级的校霸，就一群小动物瞧把你吓的。”看着一脸贱笑的陈大济，赵飞咬着牙继续说道：“事情还不光如此，我本来求爷爷告奶奶的送走了这些仙家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在后半夜又来了一队鬼兵，他们拿着古代时期的冷兵器，在我宿舍门口一直巡逻。”赵飞说着便一把跪倒在地上：“华老大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。”见此情形，九难连忙解释道：“你先等一下，我可以对你保证，只要你以后不再欺凌同学，这些仙家们就不会再去找你。但是你所说的鬼兵真的和我没有关系。”这话说的赵飞瞪着眼睛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这鬼兵不是你派来的吗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完犊子了，看来我真招惹上脏东西了，一想到自己再这样下去就离嗝屁不远了。”赵飞连忙扯住九难的裤脚，立即磕着响头求助道：“华老大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让仙家来把缠着我的脏东西收了吧，你要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动作顿时让九难为难住了。对此，九难满脸歉意地表示道：“这驱鬼方面我真的不行，而且仙家这边也不是我能轻易调动的，也要看他们自己愿不愿意。不过这件事说来也好解决，你去找个有道行的出马弟子，让他来处理此事应该不难。”见有了方法，赵飞那干枯的面庞上顿时露出一丝喜色，随后挥着大手向九难感谢道：“华老大，你说的对，此事多谢了。”说着就见他跑向外面去请能人医事了。而另一边的九难脚下出现了一只全身灰茸茸的小老鼠。九难见状连忙打听起心中的疑惑：“小鼠鼠，麻烦叫你的朋友们都过来，我想问问关于男生寝室鬼兵的事情。”只听吱的一声，小老鼠连忙跑向远处。见事情已然安排好后，九难蹲在原地思索了起来，真是奇怪了，学校里怎么会出现鬼兵呢？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，此时的操场上空无一人，两个仙家如约前来。九难见状当即拿出2包薯片分到他们手里，口中歉意地说道：“劳烦二位深夜赶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两个小动物闻言立即跳上九难肩头，亲昵地蹭着脑袋。见关系已然拉近，九难缓缓地问出了白天的疑惑：“关于前2天那些鬼兵的来历，你们可否知道？他们的煞气多吗？凶不凶？”此话一出，小狐狸立马摇头表示不知道，而掌心处的小老鼠抱着头浑身颤抖地叫喊着。九难心领神会地点头回应：“好好好，我知道他们的凶悍了。”随即开口嘱咐道：“你们回去通知其他小伙伴，让大家注意，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些鬼兵，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真相，免得你们遇到危险。”话刚说完，四周的地面突然发出一阵晃动，一旁的陈大寂惊的立即爆出一道薄脆：“我靠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大不会是地震了吧？”就在二人好奇之时，不远处一群学生衣着片旅的向外跑去：“救命啊！地震了！哎呦，赵四你的屁股真白呀！我靠，你给老子滚，你个死变态！”就在他们吵闹之时，一个柔软的躯体撞入九难的怀里，待他看清怀中的人之后，惊讶地喊道：“徐芳草，你怎么了？”不等他说完，便发现徐芳草身穿着粉红色的睡衣，2簇修长的头发披在双肩上，这一看使得九难面颊羞红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。见此情形，徐芳草也是害羞的捂住身躯，娇嗔地喊道：“华同学，你别看了。”
九难闻言立即抬手解释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说着便将自己的校服脱下披在徐芳草的身上，先把衣服穿上，不然会冻感冒的。接着二人便缓缓地靠在一起，近到只剩下砰砰的心跳声响动着。可还没等他们有所动作之时，不远处的山区里一阵爆炸声瞬间炸响，接着周围的晃动声越来越频繁，地面如蛛网般裂开一条条缝隙，一股紫色的气体从地面冒出。九难见状，当即想起了爆谱子中的记载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地龙翻身吗？而如今地龙翻身引起的地底世界骚动，直接将古墓里修炼千年的脏东西提前释放了出来。正在处理此事的周观主面色一惊，大事不好，天雷落地，地龙翻身，里面的东西要出来了。说着便指挥骑马教授：“老马，你快点先疏散里面的工人，不然等脏东西醒来就来不及了。”马教授闻言连忙招呼起周围吓尿了的工人逃命：“你们都别管那些财物了，保命要紧。”见人群都疏通完了，马教授疑惑地问道：“周观主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老道士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我要是走了，这附近的村民怎么办？如今就算是豁出性命，我也要把里面的东西镇住。”说着就朝墙面裂开的缝隙跑了过去。临行前嘱咐身后的小道士：“若我回不来了，你就赶紧通知华九难小友，他身边那位灰老六是有大本事的出马仙家。”小道士听后伤心地喊着：“师傅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对付那脏东西。”说着便要跑过去。马教授见此情形，一把将他拽住：“你师傅都没有把握，你去了也只会送死。要想救你师傅，只有去求华小友过来帮忙。”这话瞬间点醒了小道士：“对，去找华九难，他有办法救我师傅，我这就去给他赔礼道歉。只要他能来救我师傅，我给他下地磕头都行。”说完便向远处狂奔而去。只有马教授独自一人站在原地，看着鬼气弥漫的墓穴，祈祷这场灾难能尽快结束。而此时另一边，陈大记一脸愉快地跟龙婆述说着学校里的事情：“婆婆，昨晚学校地震了，校长让我们回家休息，这下舒服了，又能好几天不用上课了。”然而一旁的龙婆却是眉头紧皱，口中不停地嘀咕着：“地龙翻身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”就在几人闲聊之时，一辆新能源拉斯特飞速地停在了院外。陈大记听到刹车声，立马走出门查探，只见小道士一脸狼狈地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见此情形，陈大记气不打一处来，先前被小道士羞辱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，现在被他找了过来，这让原本先天好斗的大记立即紧握拳头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“我靠，你他妈竟然还敢追上门来找事情，老子今天必须胖揍你一顿，让你知道山上的花为什么这样红！”说着便要一拳打出。九难见状连忙惊呼道：“大记等等，别动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！”可不等他说完，陈大记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落在小道士的脸上，随着几滴鲜血的洒落，小道士的面庞上瞬间就破了相，而陈大记却是一脸惊讶地愣在原地，口中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躲开？”而忽平却默不作声，两行清泪从脸颊上划过。见此情形，陈大记尴尬地嘀咕道：“你该不会是要讹我吧？这可是你自己没躲开的。”可不等他说完，只见忽平缓缓地朝他们走过来。陈大记见状，赶忙躲在九难身后，口中支支吾吾地喊着：“你这是练了金钟罩铁布衫吗？老大，你快接力干死这个瘪犊子！”见忽平不为所动，九难也是一脸疑惑地询问道：“你来我家要做什么？”话音刚落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忽平重重地磕在了地上。华施主，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原谅我。你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，只求你能尽快去救我师傅和马教授，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说着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溢出。见此情形，九难立即上前准备将他扶起，口中焦急地喊道：“你先起来，这可使不得呀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必如此。”一旁的陈大记也跟着附和道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都这样了，我们可不会再就这一点小事不放。”这话说的忽平心中一暖，连忙感激道：“谢谢你们的宽宏大量。”见事情已然缓和，九难当即询问起事情的缘由：“你刚才说救你师傅和马教授是什么意思？古墓里的东西即将出来了，我师傅和马教授已经心存死志，要为大家拦住那脏东西。”就在忽平还在叙述之时，突然一道碗筷摔落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：“什么？你说那大粽子出来了吗？”龙婆的身影从屋内走出，九难见状担心地说道：“婆婆，这件事太过于危险了。”可还没等他说完，龙婆就将他打断：“小九，陈老头最后说的话你还记得吧？”一想到李老头的离去，九难悲伤地答道：“当然，爷爷说过，谁要敢祸害咱老百姓，就算死后也要和他拼命。”龙婆听后心满意足地夸赞道：“没错，所以这件事咱家一定要管，绝不能让那畜生爬出来祸害这十里八村的乡亲。”九难心领神会地点头道：“婆婆，我懂了，我这就和忽平去古墓处理那东西。”说着转身便要离去，可龙婆却一把将他拉住：“小九，你还小，拼命的事情还轮不到你，婆婆去就行了。”“没错，我们这些老的去就行了。”陈父拿着菠萝手机从院内走出，口中还大喊着：“小李，立刻马上给老子去把所有的雷管都拉到古墓那边去，老子要炸死里面的瘪犊子！”“什么？怎么炸？你他妈这种问题都能问出？老子把炸药绑自己身上炸，这脏东西想弄死我，我就先弄死他！”说着就一把挂掉电话，接着宽厚的大手摸上陈大记的脑袋：“小瘪犊子，你们都别去了，老子要是回不来，你还得好好照顾你妈呢。”就在大伙商讨之时，武仙家的声音从外头缓缓地传了过来：“此等大事，小先生和龙婆不叫上我等，岂不是见外了？我等愿助小先生一臂之力。”话音刚落，常怀远等人的身影便齐齐站在了屋外。见仙家都过来了，九难欣喜地回了一礼：“你们也来了，那这次赢的希望就大得多了。”龙婆见状，连忙笑着迎接道：“多谢诸位仙家的相助，老婆子在此谢过了。”说着便要弯腰行上一礼。见此情形，胡菲儿立即上前将她扶住：“婆婆，您年纪大了，快坐着休息吧，孙女给您捶捶背。”这话说的一抹羞红袭上了胡菲儿的脸颊。龙婆听后笑着夸奖道：“真是个好姑娘啊，这个便宜老婆子我就占了。”一旁吃瓜的胡青山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女大不中留啊。”陈大记也是一脸贱笑道：“老大，这么好看又孝顺的姑娘，你可
真是有福了，可惜就是屁股太小，一看就只能生个闺女，不像我家里云屁股大能生男娃。九难被这言语调侃得满脸羞红。大忌你胡说什么呢？他只是感激我治好了他的腿伤而已。空气中充满了暧昧的气息，九难连忙甩出2个大臂都打在自己脸上，将自己从这气氛当中拉回，接着便开口规划起怎么处理古墓内的事。既然诸位已经到齐了，那咱们就赶快去对付墓里的脏东西吧。胡青山听后当即摆手表示，小先生不急，我家老祖宗说了，那畜生昨晚被九霄神雷轰了尸身，他最少要1个月之后才能出来。说到这，常怀远也接上了情报，白无畏兄弟也去古墓那边镇守，以他的本事拖到我们赶过去完全没问题。咱们先商讨下如何对付那家伙。见当下情况都对己方有利，九难兴奋地表示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趁着那东西还没醒来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就在众人谈话之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插入其中，就是这里，他们都在家呢。只听哐当一声，院外的大门被人推开，副镇长刘平一脸不屑地喊道，你们都赶快出来，赵县长来你们村慰问困难户了，现在抽到你们家，都快点跟我到门口迎接一下。见事情被打断，灰老六面露狠色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给老子滚出去。说着便抬手一挥，一道透明的气体瞬间打了出去，刘平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打得倒飞而出。只听砰咚一声，他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但刘平仿佛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口中依旧不停地叫嚣着，混蛋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一会来的赵县长权力有多大吗？就当他口吐芬芳之时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过来，王八蛋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而刘平见了这男人，立即支支吾吾地嘀咕道，赵县长您这么快就来了。经过一番教育过后，赵县长笑着解释道，在下赵爱国冒昧登门拜访，打扰大家了，请问哪位是龙婆婆？龙婆闻言谨慎地站在九难面前，随后缓缓地回道，我就是，请问赵县长找我有何事？可还没等他说完，赵爱国一把握住他的手，龙婆婆，我儿子是您家画九难的同学，如今得了怪病，还请您千万要救救他。九难听后心中一惊，难道你说的是赵飞？赵爱国闻言点了点头，缓缓地说道，没错，犬子正是赵飞。见此人是九难的同学，龙婆叹了口气，随后便招呼几人来到院内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赵飞原本300斤的身躯，如今已然变得骨瘦如柴，而他身旁还跟着个披着袈裟的僧人。对此，一旁吃瓜的陈大鸡惊地爆出一口国粹，我了个大曹，赵胖子，你这个是祸害了多少良家妇女？怎么折腾成了这样？而奄奄一息的赵飞已然失去了口舌之辩，口中喘着粗气解释道，我这是被脏东西折腾的。前几天我在学校寝室里无意冲撞了鬼兵，后来听话九难说可以去寻求高人来解决这事，可是我爸却不相信这些。可还没等赵飞把话说完，赵爱国便将他打断，我原本以为这孩子是信口胡说的，后来带他去了医院检查，但医生都说他身体没有一点毛病，还他妈不忍心看到这样，就带他去了千年古刹金光寺。说着就将手指到一旁的僧人身上，这位就是金光寺的主持大师。阿弥陀佛。那日小施主一家刚踏进庙门，庙中的青铜香炉便发出震响，待他们走进佛堂之后，大殿内供奉千年的佛像竟然裂开数条缝隙，裂缝中传来阵阵诡异的笑声。这种情况我等也是第一次碰见。接着我便招呼僧人们结出佛印，念诵经文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诡异的笑声越来越响。这瘆人的一幕惊得和尚们纷纷指责赵飞，小施主你年纪轻轻，怎会招惹此等凶物，居然能冲撞佛祖金身，引出千年前被镇压在地底下的魔头。赵飞闻言也是一脸惊讶，什么凶物魔头的？一旁的赵氏夫妇2人焦急不已，大师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。而住持却是面色凝重地答道，我们金光寺虽然是有正统修行传承的寺庙，可小施主招惹的东西太过于凶悍了，我等也是无能为力。听到这话，赵飞当即不买账了，爸妈，别求这些没本事的和尚了，咱们去找华九难，他奶奶是这附近最厉害的出马弟子，只要他出手，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事的。住持闻言立即笑着询问道，小施主说的可是龙婆婆？她可是北国最厉害的出马仙，要是你们能请动这位女菩萨，说不定寺中的那个魔头都有希望被重新镇压。就当几人谈话之时，寺庙外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缓缓传了过来，赵飞立即来到门缝前查看，只见不远处那对拿着冷兵器的阴兵迈着步伐整齐地向他们走。这一幕吓得赵飞鬼哭狼嚎的，完蛋了，鬼兵又来了。住持闻言立即指挥道，小施主一家请快推到佛祖脚下，我来护你们周全。说着几位僧人便结出佛印，将经文念诵而出，只见一道道法印将他们包裹在内。可屋外的鬼兵却没受到影响，依旧不停地拍打着大门，随着鬼气缓缓地透入进来。住持的口中渐渐溢出一道血迹，但他却依旧牢牢地站在众人面前不为所动，口中还不停地安抚道，诸位挺住，只要等到鸡鸣天亮，我们就能去找龙婆了。说到这，老和尚心有余悸地叹了口气，阿弥陀佛，幸亏那些鬼兵畏惧佛祖不敢进来，这才让我们侥幸得了一丝生机。陈大忌听后却是惊叫一声，我靠，这不扯淡吗？古墓里的大粽子还不知道怎么对付，这寺庙里又多了一个。赵飞见事情貌似对他不利，于是急忙恳求道，先别管墓里的东西了，先看看我吧，我都快不行了。对此陈大忌也是毫不客气地吐槽道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带那块9窍邪玉镐呗。这话说的赵飞陷入了疑惑之中，不是都说玉能保平安的吗？我这块玉养得这么好，都这么红润了，怎么还会害我呢？说着便拿起玉器看了起来。九难见状一脸尴尬地解释道，你那9窍玉可是堵在死人下面的东西，而且那不叫红润是血光。一想起先前对玉器的爱不释手，赵飞立即就想把胆水都给吐了出来。可不等他有所动作，龙婆便开口打断道，等等，他这情况不太对劲，9窍玉只能夺取活人阳气，灭人阳火，使人们气运消减，却不会损害活人阳寿。而你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德作损，做了丧了良心的事情，如今有苦主要回来向你索命。说着便一把掐住赵飞的人中查探了起来，接着便开口呵斥道，天人五衰，你这是天人五衰呀！
赵飞闻言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。婆婆，我可没有害过人啊，就算是欺负同学，我也没下过重手啊。这话气得龙婆猛地一拍桌子，都这时候了，再不说实话就没人能救得了你。一旁的主持也是赶忙附和道：阿弥陀佛，小施主还是坦白说出来吧。而赵飞却是一脸茫然地解释着：我真的没有害人啊。见儿子都这样了，赵飞的母亲立即开口道：我知道这事的原委。可还没等他说完，赵爱国就一把将他拦住：你疯了呀，这种事情别乱讲，万一传了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往上攀升？这举动惹得救子心切的赵母一把将老公推开，生，你整天就知道自己的前途，你的前途比我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说着便跑到龙婆跟前解释道：这里确实有一条人命，但我发誓我儿子真的不知情。赵飞闻言惊讶地喊道：什么人命？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赵母缓缓地叹了口气，将事情的缘由说了出来。小飞，你还记得凤梅吧？赵飞听后一脸疑惑地询问道：难道这事和他有关？这话说的让一旁吃瓜的陈大记立即趴到九娜耳边说起了悄悄话。听说赵飞搞大肚子的那个女孩就叫赵凤梅，赵飞这小子不会把人杀了灭口吧？可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赵母接着说道：当初赵飞在城里上学时，因为一时的不懂事，和班上的一个叫凤梅的孩子做了错事。事发之后，凤梅父母就带着女儿搬到了隔壁县城去了。当时我们家给了他们5万块钱，还给凤梅的父母找了份体面的工作，我们就希望能替赵飞这臭小子赎罪，让凤梅打了小孩后能够重新开始。可坏就坏在打胎的时候，那孩子由于身体虚弱，腹腔大出血，经过几番抢救也是没有醒来，撒手人寰。这母子2人一尸2命。当时我们怕影响赵飞读书，就没把这事情告诉他，只是偷偷给女方家送去了20万。可没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一档子事。龙婆听后忍不住开口呵斥道：糊涂啊，人命关天，这是用钱能摆平的吗？赵飞本就被9窍邪域夺走了阳气，灭了阳火，再加上这笔孽债，报应立即就找上门了。赵飞父母闻言立即跪下恳求道：龙婆婆，除了这件事，我家再没做过其他昧着良心的事情，只要您能保住赵飞一命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见此情形，龙婆叹了口气，沉思片刻后开口说道：我也听说你们一家在县里算得上正派，可是这终归是一条人命官司，我若求仙家护下赵飞，死的那个姑娘的性命又算怎么一回事？她岂能消了那股怨气？怨气不消，她就没法投胎转世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这最后一句话是龙婆吼出来的，一想到那个女孩的枉死，她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而赵飞听到这话，愣愣地待在原地，口中不停地嘀咕道：转世投胎，转世投胎，凤梅真的已经死了，原来是她来找我索命了，是我对不起她。行了，这件事谁也别掺和，大不了我跟她去，一命赔一命。说着便要朝院外的木墩撞去。九难见状连忙将他拉住：你先等等，这件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。要是按照刚才所说的，来找你索命的应该是那个叫赵凤梅的女鬼，可怎么会是鬼兵呢？这话说的赵飞那卤蛋一般的脑子直接懵，你赶紧说，别绕着弯子，我听不懂。九难抚着下巴缓缓答道：我担心这事是冤魂被人给利用，魂魄被人勾去做了坏事。这话说的龙婆当即附和道：没错，就算女人一尸2命，怨气冲天，也不可能拥有差遣阴兵的能力，难不成她腹中的鬼婴大有来历？一旁吃瓜的陈大记听后疑惑地询问道：婆婆，要是按照您这么说，这小孩子还没出生怨气就这么重，竟然还会报复爹妈？对于阴阳鬼神一事，龙婆也只能叹了口气。没见天光的胎儿被打掉后，只有等他在阳间应有的寿命到了，才能拥有再次转世投胎的机会。在这110年间里，他的魂魄只能在地府遭受苦难。你说他会不会恨那些打胎的爹妈？这话说的陈大记惊讶地喊道：地府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？神仙不知道，但18层地狱是真的有，所以平时千万不能做损阴德的事。见陈大记一直在问一些无关的事情，烦着龙婆，华九难当即呵斥道：大记，你别打岔了，还是先救赵飞要紧。赵母在一旁担心地喊着：没错没错，这事要不是凤梅那孩子的意思，我家赵飞是不是就有救了？龙婆听后转身就走向供奉仙家的堂口，这事交给我，我先问问归地堂的仙家。说着，龙婆手握香柱，恭敬地喊道：人命关天，是有权益，还请堂口速跑一趟阴司地府打探消息。说完，龙婆便将香插好，跪在原地等待信息。陈大记见到这场景，好奇地问道：老大，归地堂是什么？九难闻言耐心地解答着：出马仙分4梁8柱各个堂口，4梁指的是狐黄长、清风，清风即是横死鬼，8柱则是指扫看串户、通天归地、关爱探兵。这8个堂口他们有不同的能力和职责，其中归地堂是负责向地府传达信息和查询消息的。话刚说完，供桌上的香柱刚好烧完了。龙婆见状，颤颤巍巍地爬了起身，可当她刚站了起来，脚下却因为跪的时间太长，软绵绵的就要倒下。胡菲儿见状，连忙上前一把将她扶住，接着轻声说道：归地堂的前辈答应替您打探消息了，婆婆您不必着急的。龙婆听后一脸笑意的表示：好，乖孩子，还是丫头知道疼人，以后不如就在婆婆这里住下吧。胡菲儿闻言一脸羞红的看向九难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龙婆心领神会，接着转头询问道：小九，菲儿要住下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九难听后口中支支吾吾的说道：这怎么合适？接着心里便想到，她是狐仙家的掌上明珠，怎么能让她住到我们这来帮我照顾婆婆起居？胡菲儿感受到了九难的意思，双目含着一抹商议，既然小先生不愿意，那就算了吧。见此情形，九难急忙喊道：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既然婆婆喜欢你，那你就留下吧。胡菲尔闻言，一抹桃花在她脸上绽放。多谢小先生。九难被这场面刺激的小脸一红，心脏砰砰砰的跳了起来。吃了一嘴狗粮的陈大忌当即开口道：“婆婆既然归地堂的仙家答应去打探信息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消息？”见大忌对仙家如此没有礼数，龙婆立即呵斥道：“急什么急？这种事少则1、2天，多的10天半个月都有可能。”可不等龙婆把话说完，救子心切的赵爱国当即打断道：“龙婆婆，我们家赵飞可顶不住10天半个月啊，她现在已经半死不活了。”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放心，我会让你们一家住下，暂时保住这小子的性命。”赵家夫妇闻言立即双膝跪地，口中不停地感激道：“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事成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多给您捐些香火钱。”这话说的龙婆气不打一处来，老婆子帮忙不求你们回报，真想要报答我，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好官，照顾好这些父老乡亲们。赵爱国听后惭愧地鞠了一躬：“我一定记住您的教诲，当个好官，造福百姓。”见事情已然解决，龙婆当即开口打发道：“我们这小院住的人太多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些事情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处理的。”忽平听后立即感谢道：“多谢龙婆婆，那我师父就拜托您了。”一旁的僧人也是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小寺中的魔头若是破风而出，还需女菩萨请仙家出手将他镇压。”龙婆闻言相互回礼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任何妖物出来祸害百姓的。”随后几人便离开了此地。见人都走开了，胡菲儿来到龙婆跟前说道：“婆婆，我听家中长辈议论过，金光寺里面镇压的鬼佛无面可不简单了。相传在唐朝时期，当时修行之风盛行，鬼佛无面原本是个弃婴，后来被金光寺的方丈给收养，并给他赐名法号无面。无面从小机智过人，方丈待他视如己出，师兄弟也对他爱护有加。而且无面本性慈悲，年纪轻轻就精通佛法，因此方丈早早就放话要将方丈之位传授于他。原本这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变故就发生在无面18岁那一年。老方丈即将作画之时，将所有弟子传唤到了身旁。法界，你是贫僧的大弟子，金刚寺方丈的位置就传给你了。这一段话深深地刺激到了无面，早就将方丈之位视为自己囊中之物的他，万万没想到师父竟然根本没有让自己接班的意思。无面顿时生出心魔，一股滔天煞气从他身上迸发而出。这巨大的落差感使得无面心生魔念，在无面给师父做完法事后，便将自己关在禅房内，3个月未曾出过门。师兄弟们本以为无面只是伤心过度，没想到在一天夜里，无面终于控制不住心魔，体内的邪念泛滥，恶的一面终于爆发而出。那一夜，他用带毒的匕首残害了寺里所有的僧人，甚至还凌迟处死了成为方丈的大师兄。只听他口中不停地讥讽道：“为什么都要耍我？你们都活该！这都是你们应该的。”无面在宣泄完了仇恨之后，竟然还不满足。在此后的3个月里，无面在佛像跟前蚕食同门的尸身，这滔天大罪引得寺外天雷轰鸣。等他吃完最后一具尸体之时，佛堂内电闪雷鸣，古佛落泪。见到昔日跪拜的佛像掉下眼泪，无面毫无悔改之意，口中怒骂道：“哭哭哭！你是心疼这些戏耍我的和尚吗？他们个个都死有余辜！”此话一出，佛祖石像当即裂开数道裂缝，只听咔的一声，100米大佛应声破碎。无面踩着石块放声大笑：“我呸！一堆烂石头也配让我天天祭拜？”在泄愤完之后，无面便来到屋外，对着空地大喊道：“既然成不了佛，我便化为疯魔，势必屠尽天下佛门。”然而不久后，恢复一丝神智的他注意到屋内那封带血的书信，在看完之后，他才醒悟，原来老方丈把最好的都留给了他，只有这封信，无面就能去佛门圣地五台山进修佛法。这是金光寺3代人努力数百年才争取到的名额。无面反复读着信封里的内容，一会哭一会笑，笑得吐血，哭得气血。3日后，无面挥刀结束了这一生的罪恶。他死后原地化作厉鬼，自号鬼佛，因觉得没脸面对世人，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无面。为了防止他继续兴风作浪残害百姓，五台山里来的佛门高僧联手将他镇压在金光寺的佛像底下。经过1000年的度化，直到今天。在听完胡菲儿讲完这段悠久的故事后，陈大寂惊的冷汗直流。我靠，这家伙可真是个大变态啊！一旁的胡菲儿也是附和道：“没错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也很担心婆婆去处理这事。”而龙婆却是笑着安抚道：“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”只有九难坐在一边，心中想着对付鬼佛的计策。婆婆年纪大了，怎么才能替她解决鬼佛无面这个麻烦呢？阴阳鬼兵本是太平道张角手下所向披靡的黄巾军，可他们在看到华九难的第一眼后就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只因他有个即将修炼成仙的麻衣姥姥做靠山，更是被五仙家称呼为小先生。而如今这群不长眼的东西竟然敢欺负到九难的头上。麻衣姥姥和灰仙灰老六得知此事后，当即赶了过来。九难见状，笑着欢迎道：“姥姥，灰六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这话说的灰老六笑着答道：“小先生，我等算到今夜将会有鬼兵降临，我便喊上姥姥一同过来保护你们。”九难听后缓缓地松了口气，随后便说出了最近发生的事情：“你们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实不相瞒，金光寺那边也出了问题，被镇压1000年的鬼佛无面即将破开封印。”可还不等九难把话说完，墙壁上挂的时钟突然响了起来。龙婆闻言立即提醒道：“不好，子时已到，阴阳交接之时，大家小心，他们要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只听不远处烟雾缭绕，一群披金戴甲的士兵缓缓走了出来。
他们步伐一致，声势浩荡地走向院内。可不等他们靠近，一阵浓雾将他们迷得晕头转向。正在吃瓜的陈大忌当即嘲笑道：“这些鬼兵长两眼睛干啥吃的？这么大的门都看不见，瞎转有啥呀？”九难听后鄙夷地回着：“你可不要乱说话，这是松老在保护咱们。”陈大忌闻言吓得双膝跪地，口中解释道：“是小子不会说话，嘴贱。松爷爷这是护着咱，帮咱们把那些鬼兵都打劫一顿。看他们那狼狈样，狠狠地敲他们一笔。”这话说的灰老六哈哈大笑：“你这臭小子还真是个财迷，我看他们恐怕是刚从古墓里爬出来的。”陈大忌听后好奇地问道：“老神仙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听得懂他们说话吗？能不能教教我呀？”见陈大忌如此好奇，灰老六摆了摆手：“来，想听鬼话倒也容易，我来帮帮你。”说着一把抓起地上的黄土塞入陈大忌的口中，只听哗的一声，黄土入口的感觉使得陈大忌挣扎不已。接着就听到周围鬼兵杂乱的喧嚣声就传入他的耳中。我靠，我好像真的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，好像是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天下大吉。九难闻言心中一惊，黄天当立，这不是太平道的宣言吗？他们果然是黄巾军。蚂蚁姥姥抬手表示，这些黄巾军一看就是墓里那脏东西所操控的，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三兄弟里的哪一个。一旁的灰老六开口道：“首先可以排除张角了，若是他成了气候，那必定是惊天地的大事，恐怕地府的高人早就过来查看情况。”就在二人愣在原地沉思之时，龙婆带着浑身颤抖的赵飞走了过来。这就是第一次来找我的鬼兵。说完这句话，赵飞都快被吓尿了。九难闻言好奇地询问道：“难道他们每次来找你的样式都不一样吗？”一提到鬼兵那瘆人的场景就出现在赵飞的脑海里。第一次来找我的就是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，第二次过来的鬼兵个个都装备精良，可精神了。陈大忌听后心中一惊，接着大喊道：“难不成你把两个女人的肚子同时搞大了，而且她们还都死了？你小子也太猛了吧！”这不合时宜的玩笑气的九难开口呵斥道：“大忌，你别什么事都往下三路去琢磨。”就在众人议论之时，只听不远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慢慢的向他们靠近。定睛一看，只见一群穿戴整齐、身披盔甲的士兵走了过来。见此情形，蚂蚁姥姥大吃一惊，居然是百战兵魂，这玩意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灰老六也是一脸严肃的询问赵飞：“臭小子，你到底得罪了谁，竟然能引动这兵魂？”而赵飞此时已然被吓破了胆，口中不停嘀咕着：“我不知道啊，该说的我都全部说了呀。”见问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，九难趴在木门前观察着院外的兵魂。大家别着急，他们也被松老的术法影响了，暂时还找不到院门。话音刚落，兵魂中的头目突然大喊一声，接着只见他身后所有的士兵都将手中的盾牌砸落在地，随后摆出一个进退有度的战斗方式。这场景看得智商250的陈大忌连忙询问道：“老大，他们这是要干嘛呀？”在他下方的九难接话道：“他们应该是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，正在列阵抵御看不见的敌人。不愧是百战兵魂，这作战能力真是令人佩服。”院外嚎叫声不绝于耳，兵魂和鬼兵呈现出了对立面。接着鬼兵们吼叫一声，随后举刀就冲了出去。一时间院外刀光剑影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。不多时，装备精良的兵魂便占据了上风，鬼兵们被打得丢盔卸甲，仓皇而逃。见到这一幕的陈大忌顿时胆怯地说道：“这兵魂也太能打了吧！鬼兵在他们手上根本过不了3个回合就被打回了古墓，难道今晚的事就这么被解决了？”一直被挤在下方的九难缓缓地吐了口气，还是先静观其变吧。现在这场面不能太早下定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群魂兵一直盘旋在院外，没有任何进攻的动作，这搞得原本斗志激昂的陈大忌一直打着哈哈：“老大，这群兵魂都绕了2个半小时了，我们这院外都被他围得严严实实的，但有松老在这里，我看他们是找不到进来的方法了，要不今晚就散了吧，放我回去睡觉吧。”可不等他话说完，院外突然传来一阵怒吼声，接着四周开始地动山摇了起来。九难被这场面惊得愣在原地，只见不远处2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带着一群鬼兵冲了过来。蚂蚁姥姥见状惊呼一声：“这是黄金力士！”一旁的灰老六闻言立即附和道：“没错，他们正是太平道3大秘术之一的黄金力士，鬼兵带着他们回来报仇了。”说着，只见兵魂愣愣地看了一眼浓雾中的军队，接着就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转头就跑。本以为会是一场地府和阳间的大战，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见到这一幕的黄金力士顿时呆呆地看着落荒而逃的兵魂，而陈大忌也是恨铁不成钢地吐槽道：“我靠，这帮兵魂怎么就这么跑了？剩下这么一大堆麻烦留给我们，松老他扛得住吗？”这话立即引得蚂蚁姥姥呵斥道：“臭小子，你瞎操什么心？虽说蚁多能够咬死象，但再多的蚂蚁也伤不到苍龙1星半点。”接着就见姥姥头顶上方的松树枝轻轻地晃动了下，仿佛是点头默认了这段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黄金力士也陷入了死循环中，他们纷纷被松老的术法迷惑，在院外不停地转着圈圈，一直找寻着进入院子的入口。见此情形，九难倒吸一口凉气，松老果然厉害，这样我们就能平安地度过今晚了。一晃眼时间便来到了清晨，随着鸡鸣声响起，阳光从东边一路普照了过来，被困住的黄金力士瞬间被阳气灼烧得滋滋作响，他们纷纷看向周围，想要找到出口逃离。接着领头的那个力士注意到院内的那棵万年松，随即便带着一众小弟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饶着。这怪异的一幕看得陈大忌疑惑地问道：“老大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看抢劫不了咱们，改磕头要饭了吗？”这段话直接让九难无语死了，他们这是求松老开恩饶他们一命，开什么恩？松老又没打算杀他们。可不等陈大忌把话说完，只听松老缓缓地叹了口气，随后原本围在院外的雾气瞬间破开一道口子，见逃跑有望，黄金力士在磕完最后一个响头后也跟着队伍逃离了此地。这大度的一面也是让九难佩服不已。松老慈悲，不然只需半炷香的时间，这天地之光就能烧得他们魂飞魄散。一旁的赵飞闻言紧捏着拳头，口中大喊道：“
就该让他们魂飞魄散，不然我这小命岂不是不保？九难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，就算杀了他们也没有用。从昨晚的情况来看，你惹上的麻烦有点大了。能调动百战魂兵的人物，少说也是个鬼将军。你自己说说看，你到底怎么惹上这样一尊杀神的？赵飞闻言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一脸茫然地表示：“我根本不知道啊。”见他确实不了解情况，九难点了点头：“没事，我们暂时还能保住你，但是千万不能走出这个院子，不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负责。”这话说的赵飞连忙感谢道：“放心，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，好好伺候龙婆婆和松老。”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不必伺候老婆子我，只要你今后本本分分做人就行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一道清风从几人眼前飘过，龙婆立即大喊道：“归地堂的仙家回来了，你们先等着我去听听消息怎么样？”说完，龙婆便来到供奉台前，聆听着仙家的信息。不多时，就听龙婆恭敬地感谢道：“多谢仙家指点迷津。”赵爱国见龙婆从蒲团上缓缓起身，口中焦急地询问道：“婶子，我家阿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龙婆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查清楚了，赵飞这小子惹大祸了。被打掉的那个孩子乃是飞将军李广的部将转世，如今李将军正在地府发怒，要找你们赵家算账。”赵爱国一脸震惊地问道：“是那个被称为涉世波虎的李将军吗？”龙婆点头示意就是那人。得到答案的赵家夫妇抱在一起痛哭流涕，一旁吃瓜的陈大济却是疑惑不已：“老大，能解释下吗？我没听明白。”九难无奈地解答道：“李广是西汉时期的名将，守卫边疆，驱赶匈奴，被世人称为飞将军。传闻他最后一战因为迷失了方向，和3个部将百名亲卫军一起羞愤自杀了。”说到这，一旁的胡菲儿也是一脸惊异地说道：“我听家里的长辈说过，这位飞将军因为是自杀而死，又心系国土，所以死后并没有进入地府转世。他和他的百名亲卫军一直待在阴阳界一处小鱼山附近，协助阴司地府追捕逃出来的鬼怪，实乃大忠大义之人。”赵飞听后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口中惊慌地喊道：“这不完犊子了吗？老子是不是彻底没救了？”见此情形，赵爱国一脸谨慎地询问道：“老婶子，你看这样如何？我替赵飞给李将军的部将偿命，就算让我下18层地狱也绝无怨言。”这话说的赵飞立即抱住老爹：“爸，我不用你替我还债，我豁出去一条命，你和老妈还能再生一个。”见他们一家在仙家面前吵吵闹闹，龙婆当即呵斥道：“行了，都别要死要活的，还没到那一步呢。咱们出马弟子对付恶鬼，请仙家应付忠魂讲道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都听我的安排，这关能不能走得过去，就看今晚了。”说着便吩咐起众人：“爱国，你去隔壁村的棺材铺买6对纸人，一定要3男3女的，还有记得要说清楚，是老太婆我要的，必须是刘掌柜亲手扎的，记住了。这一路上不管是谁叫你的名字，你都千万不要回头。”赵爱国听后回头表示明白了：“龙婆婆您放心，我记住了。”见纸人的事搞定，龙婆转头对着九难说道：“小九，你去买1捆黑纸，1捆红纸，2根白蜡烛，要最粗的那种。”九难应声回道：“好的，婆婆。”见所有人都有事情做，陈大基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婆婆，那我干啥呀？有什么事是我能帮忙的？”龙婆闻言笑着回道：“忘不了你的，你带着赵飞去后屋洗澡去，一定要把它洗干净，再把它全身上下的毛都剃下来，用纸包好，姥姥有大用。”见自己的任务只是帮别人洗澡，陈大基啐了一口，接着一脚踹在赵飞的大屁股上：“走吧，死胖子，老子还得伺候你。”赵飞边走边嘀咕着：“婆婆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这怎么听着像是杀猪啊？”龙婆听后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放心吧，只要你听话，老婆子保证你不会像猪一样被杀了的。”接着赵飞便被大基一把拖向里屋拉去洗澡，不多时九难就拿着东西走了进来：“婆婆，您要的东西我买到了。”龙婆笑着接过黑纸，将它折成衣服的样式。一旁的胡菲儿见状，立即将红纸折成了一朵大红花。“婆婆，您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？”龙婆闻言笑着答道：“不错不错，真是个聪明的丫头。”而未经世事的九难却是满头雾水，不知道两人在干什么。见此情形，龙婆将红纸递给九难：“小九，去拿笔墨来，按婆婆说的话，你在这上面写好，记住千万别写错了，一个字都不行。”接着便开始叙述道：“聘书，安北省怀宁县赵家，今王张氏做媒，松老保亲，以赵家长男赵飞，建年16岁，与安北省怀宁县赵家第一令爱赵凤梅，建年16岁，缔结亲约。”在九难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加持下，这封聘书显得别有一番韵味。龙婆拿着聘书来到小松树跟前：“松老，年轻人结婚是好事，小丫头想请您做个保亲行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周围一阵清风划过，接着2个青松叶缓缓地飘了下来，只听唰的一声落在了那份聘书之上。龙婆见状笑着感谢道：“就知道您老最疼我了，不会拒绝小丫头的。”九难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中一惊：“婆婆，您这是要让赵飞和那个女鬼成亲吗？”龙婆听后转头回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只能先试试看了。”这话说的九难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今晚的仪式能够顺利进行。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，赵爱国抱着6个纸人走在回去的路上，周围阵阵诡异的叫声惊得他冷汗直流，但为了救自己的孩子，他也是豁出了性命。接着只见他迈开步子狂奔，很快便跑回到了家中。“婶子，我回来了，我身后好像有脏东西跟着。”胡菲儿见状一把将龙婆护在身后，见不得光的东西还敢在我婆婆面前放肆。接着就见他拍出一道青光打在赵爱国身上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阵烟雾飘起，跟在后方的鬼物被打得魂飞魄散。赵爱国见状连忙感谢道：“多谢仙家出手相助，东西我带回来了。”说着便将纸人递了过去，怎料纸人身上突然掉落一张泛黄的符纸，上面用鲜红的液体写着：“救我。”九难见状愣愣地盯着发呆，接着便开口说道：“婆婆，好像有东西从纸人身上掉下来了。”说着便要出去看看。就在这时，已然洗完澡的赵飞被陈大济带了出来，只见他一脸疲惫地吐槽道：“我终于洗完了，这
这个死胖子真难洗，居然用坏了2条搓澡巾才搞定。对于陈大忌的诋毁，赵飞当作没有听见，接着地上一包东西，婆婆我的体毛都在这儿，您要这个有啥用？龙婆听后立即答道，别给我，给你妈拿去。接着便吩咐道，把这玩意烧成灰和进面里，要一边和面一边哭，眼泪一定要掉进面里，最后再捏个面娃娃。赵母听着弱弱的问了一句，婶子，万一我哭不出来呢？你哭不出，你儿子就得死。龙婆说完便转身朝着院外走去，只留下赵母一人在那掉着眼泪。陈大忌见状立即询问道，婆婆这面娃娃有啥用呀？龙婆闻言一脸不悦的答道，养魂，希望这样能消除李广将军的怒气。说完就对着赵飞喊道，就快12点了，快去把衣服穿上。随着钟表的跳动，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子时。此时的赵飞身穿红衣，胸前戴着个大红花，一副新郎官的样式呈现在众人眼前。龙婆见状，口中嘀咕着，还差了点东西，接着便拿出一根银针，随后抬手猛地朝赵飞刺了过去。这场面直接吓得赵飞面色惶恐，口中大喊道，婆婆不要啊！只听噗呲一声，一点红心在赵飞眉间绽放。龙婆捏着带有一丝鲜血的银针点在面团做的娃娃上，这样就对了，刚好和你现在的样貌一样。赵飞听后长长的吐了口气，婆婆我还以为你要戳瞎我的眼睛呢，没想到只是要了我的一滴血。龙婆闻言却是一脸严肃的回道，现在别高兴得太早，一会的情况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说着便将手中的面娃娃放到供桌上，开始准备起做法事需要的东西。一旁吃瓜的陈大忌一把搂过赵飞，口中笑着说道，要是情况不好你就跑到松老树下磕头，一定要磕出血的那种，松老心善，一定会出手保你一命的。九难听着无奈的吐槽道，大忌，你小子就不能教点好的？就在几人闲聊之时，一阵阴风吹得周围呼呼作响，接着只见麻衣姥姥以及五仙家的身影浮现在众人眼前。见到孙子的麻衣姥姥率先开口道，大孙子，我们来给你助阵了。九难听后笑着答道，多谢诸位的相助，小九在此谢过了。说话间，四周突然升起淡淡的雾气，不远处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缓缓地传了过来，接着就见一个骑着鬼马英姿飒爽的将军一步踏出，这气势震得九难心头一惊，终于来了，好强烈的杀气啊！龙婆见状立即上前恭敬地喊道，老婆子见过李将军。可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迎接他的竟是一连串的飞剑，接着就听一旁的传讯兵大喊着，来人止步，不可冲撞将军大人。对于龙婆的礼仪，马背上的将军张口表示，无需多礼，把人交给我便是。这话说的龙婆抬手一挥，就把九难几人护在身后，请恕老太婆不能从命了，将军此举不合情理法度，大胆！一个山野村妇竟然在将军面前放肆！可不等传讯兵说完，九难一步上前，口中呵斥道，我奶奶敬重诸位将军忠君爱国，故以礼相待，但这不代表我们怕了谁，请你也放尊重些，莫要得寸进尺。此话一出，场面瞬间变得十分凝重，双方人马纷纷迸发出各自的气势。陈大忌率先站出，打破了僵局，老大我来帮你，说着就是一拳打在自己的鼻梁之上。这举动搞得众人满脸黑线，心中1万头泥马奔腾而过。而对方的士兵们见此情形，乐得捧腹大笑，哈哈，这傻小子真是笑死人了，你怎么敢的，这么丢人现眼！可不等他们把嘴合上，一记气波便打得他们倒飞而出。李将军见状转头看着大忌，脑海中不停地沉思着，而陈大忌却是手握弹弓，霸气地喊道，不服就接着来，我的血可管用着呢。一旁的龙婆见状立即询问道，就算是纯阳之血，也不该拥有如此霸道的力量，你小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陈大忌听后却是一脸天真的摸着头，婆婆我也不知道啊。就在二人讲话之时，先前嚣张无比的李将军开口喊道，都把兵器收起来，接着便跨步缓缓地朝龙婆这边走了过来，语气相比之前的凶悍缓和了许多。老人家你倒是说说，本将军来拿人给我兄弟报仇，何处不合情理法度？龙婆听后仰着头，一脸坚毅地说道，赵飞那孩子虽然是做了错事，但无论从阴司刑罚还是阳间的法律，他都罪不至死，将军怎能凌驾于两界法律之上，妄动私刑？这话直接说的李广尴尬无比，老人家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李广一辈子忠君爱国，万不会无视法度，只是我那可怜的兄弟苦忍千年才能转世投胎，这机会却被这小子给浪费了。老人家您说这事又该如何处置？我兄弟的苦难谁来承受？赵飞被这气势吓得跪在地上，不停地哀求道，李大将军，各位军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便饶我一次吧。见此情形，龙婆一步上前站在赵飞前方，李将军，这次的确是赵飞不讲地道，为了弥补这位将军，老婆子一家愿意用精血每日喂养他，给他养魂100年作为赔偿。说着便迈开步子缓缓地来到供桌前，接着一口咬开自己的指尖，随着一滴鲜血滴落，先前那个白面做的娃娃顿时迸发出阵阵绿光。将军，就算日后老婆子魂归地府，我这2个大孙子也会继续养着，直到他能够再次转世投胎为止。闻听此话的李广陷入了沉思之中，见李将军还不作声，一阵阴风吹得松树沙沙作响，仿佛是松老在给予警告。看着五仙家的身影以及松老的告示，李广只能开口喊道，好，老人家咱们一言为定。话刚说完，他的身后便走出一个通体透明的小娃娃，只见他手舞足蹈，开心地飘向那冒着绿光的面团之中，接着便缓缓地融合在了一起。见此情形，龙婆露出了一副欣慰的笑容，仿佛当初看到九难时的场景又浮现而出。可不等他多想，李广那粗犷的嗓门打断了回忆，我兄弟的事情虽然解决了，但另一个苦主还得你们来补偿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的鬼兵立即让开一条道，只见赵凤梅穿着死前那套病号服缓缓地走了出来。赵飞见状悔恨地喊道，
凤梅，真的是你吗？凤梅，是我一家对不起你。而此时的赵凤梅已然变了模样，只见她开口凶悍地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有多疼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我的痛苦。”说着便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赵飞扑了过去。龙婆见状立即掐出剑指：“住手，休要伤人性命！”只听啪的一声，赵凤梅被击退开来，浑身鬼气绽放的她犹如厉鬼一般。你也要拦我？你们都是一伙的。赵飞见状连忙安抚道：“凤梅，你冷静点，别惹恼了婆婆，不然你小命会不保的。”龙婆闻言立即柔声说道：“别听这傻小子的，我不仅不会伤害你，还会帮你一个大忙。”听到这话的赵凤梅咬牙切齿地喊道：“帮我？你能怎么帮我？我都已经成了这样了，还能怎么帮？见事情有眉目了。”龙婆笑着答道：“今天老婆子做主，让你和赵飞完成婚约，你可愿意啊？”听到这话的赵凤梅直接愣在原地，口中不停地嘀咕着：“完婚，我还有机会吗？”龙婆见状连忙说道：“成了亲，你就不必再做孤魂野鬼。”一旁的赵飞也是附和道：“没错没错，凤梅，我还一直惦记着你呢。”闻听此言的赵凤梅陷入了沉思之中，而她身上的怨气正在不停地散去。我愿意。一声清脆的女声打破了寂静。此时的赵凤梅已然变回了当初的小姑娘。胡菲儿见状立即拿出早已备好的红嫁衣：“新娘子，快来换衣服吧。”说着便将嫁衣用火点燃。接着只见赵凤梅身上的衣服瞬间换为了喜庆的嫁衣。见此情形，龙婆立即拿出婚书将其点燃。赵家长男赵飞，现年16岁，与安北省怀宁县赵家地长女赵凤梅，现年16岁，地亲。随着婚书的消失，赵凤梅手中亮起一道金光，金灿灿的婚书代表着她与赵飞二人的婚约是经过天地的认证。接着龙婆手结剑指点在赵飞的额头，随后将3支香插入他的口中，下一秒赵飞的魂体便从体内飘出。二人一脸喜悦地站在大红花前进行着最后的礼仪。看着这副场面，龙婆露出一副欣慰的笑容：“事情有些仓促，孩子委屈你了。”赵凤梅流着欢喜的眼泪笑着答道：“不委屈，多谢婆婆您成全我们。”而一介武夫的李广对此也是十分满意，接着抱拳行礼道：“既然事情解决了便好，我等也不再叨扰，就此别过。”众人闻言对着李将军恭敬地行了一礼，恭送将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号角声从远处传出，接着就见一群鬼兵迅速地冲了过来，领头的正是先前的黄金力士。见此情形，李广立即大喊一声：“蚁贼，岂敢妄入阳间扰民！兄弟们，随本将出村杀敌！”说着便骑上马背，带领将士们冲锋陷阵。这场面看得九难热血沸腾，黄巾军动摇了大汉国本。这回李将军遇到他们，一定不会饶了这群邪祟。此时的战场上，李广单手拉弓，3根箭矢紧绷在弦上，只听唰的一声，箭矢划破空气，稳稳地扎入黄巾力士的胸前。万军之中取敌将性命如探囊取物，很快黄巾军们便败下阵来。李广见状大手一挥：“诸位不可懈怠，随本将诛杀贼首！”九难闻言立即大喊道：“不好，李将军要去古墓找那个僵尸了，他恐怕要吃亏啊！”说着便迈开步子追了过去。龙婆见状立即焦急地喊道：“九儿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和李将军这样的名将并肩作战，我死而无憾，我要去帮他。”九难说完就跑没了影。见此情形，麻衣姥姥和陈大基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大孙子，姥姥跟你一起去，等等我也要去。”甚至连一向温柔可人的胡菲儿此时也笑着表示：“婆婆，我也想助小先生一臂之力。”见众人如此态度，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去吧，只是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。”而此时另一边的战场上，李将军拉着长弓不停地射杀着鬼兵，小道士忽平捏着黄符护着身后的马教授，周围的刀剑声不绝于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响声打破了战场的吵闹。神师杀法，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，后斩夜光。何神不服，何鬼敢当？急急如律令。周观主刚念完咒语，一道火凤就出现在他的金钱剑上。随着一道凤鸣声响起，四周的鬼兵瞬间被震得魂飞魄散。然而这么强烈的攻击并没有打掉他们的士气，依旧不顾死活的打算冲开这火凤护罩。很快一个鬼兵便突破了进去，而前方的周观主并未察觉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九难大喊一声：“道长小心！”接着抬手一挥，甩出一道黄符，那准备偷袭的鬼兵瞬间被打得跪地惨嚎。周观主心有余悸的感激道：“多谢小友相助。”忽平也是一脸欣喜的喊道：“你们可算来了！”可不等众人多说几句，不远处的古墓内又涌出一堆鬼兵。周观主见状一口咬破了中指，接着缓缓地在掌心处画出一道法印。对付这等孽畜，还不需小友浪费符箓。神鬼七杀令，破杀令！话音刚落，一道紫雷在他掌心冒出，随着神雷的炸响，那嚣张的鬼兵瞬间被炸得一干二净。九难见状大吃一惊，好一手纯阳掌心雷啊！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已然结束之时，周围的地面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。接着只见一群鬼兵迈着整齐的步伐缓缓走出古墓入口处，数以万计的鬼兵冒着凶厉的红光看着他们。见此情形，九难被惊得冷汗直流。这黄金鬼怎么越打越多了？周观主见状，口中不停嘀咕着：“事到如今，只能用此术博一线生机了。”说着便抓出一把黄符。这举动吓得小道士忽平连忙大喊道：“师傅不要啊，这样你会没命的！”然而周观主却不为所动，依旧一拳打在自己的胸口，接着一口纯阳之血吐在符纸之上。只见他手结剑指，口中不停念诵着：“天火雷神，五方降雷；地火雷神，降妖除精；邪精速去，顶无地命。”急急如律令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唰的一声，符咒被迅速甩向空中，一瞬间天地为之变色，雷霆瞬间席卷所有鬼兵，一时间惨叫声、哀嚎声响成一片。九难见状，立即想起抱朴子中记载的内容，这是天罡五雷咒。一旁吃瓜的陈大济也是愣愣地看着这一切。我的妈，老道士这么霸道，这简直就是
行走的地图炮啊！可这高光时刻又能维持多久？周观主不停地使用自身精血维持天雷的威能，不一会就痛得口吐鲜血，跪在地上。见自家师傅倒地不起，忽平连忙跑到九难跟前恳求道：“小先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师傅！”见此情形，九难转头对着麻衣姥姥说道：“姥姥，那个老道士本性不错，您就不要再怪罪他们先前的冒犯了。”见自家孙子都过来求情了，麻衣姥姥只好点头答应道：“那就听你一回。”说着，只见他大手一挥，一道幽绿的光芒绽放在他手心，接着一拳震飞高台边所有的鬼兵。见危机解除，忽平立即上前扶起了周观主。只听他奄奄一息地说道：“那脏东西就要醒来了。”这话说的胡仙家的胡青山开口质疑道：“怎么会这么快？我家老祖先前曾说，这凶神可是被天雷击伤，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出世。”可不等他话说完，周观主便开口打断道：“就在刚刚，里面的东西用散落的九窍邪域控制了7个活人进入墓里，他摄取了生魂，用七魂冲煞的方式，使得自己提前出世了。”这话惊得现场的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而李广将军却是一脸淡然地往古墓内走去。九难见状立即阻止道：“将军且慢，里面的东西即将醒来，莫要进去和他拼命了。”话刚说完，四周的地面便发出阵阵响动，只听轰隆一声，地面瞬间破开一道裂缝，接着一个血红棺材被9节铁链拉着从中飞出，犹如九龙拉棺之势漂浮在空中，底下一众黄金鬼兵将他护得严严实实的。只见祭旗上描述着太平甲子大吉人工将军张，这场面惊得九难等人冷汗直流。这就是那古墓里的僵尸吗？果然是人工将军张良。接着四周便飘起了红色的血滴，仿佛世界末日一般震撼。就连一向沉稳的柳仙长怀远也是眉头紧皱，捂着口鼻嘀咕着好重的尸臭味。而一心为了保护百姓的李广将军立即大喊道：“弟兄们，列阵，准备随本将杀敌！”为了防止有异变突生，九难立即阻拦道：“将军稍安勿躁，现在情势不明。”可不等九难把话说完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血红棺材的棺盖竟然被震得倒飞而出。接着只见一条手臂从里面缓缓地伸了出来，张良那诡异的身躯缓缓从棺材里站了起来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天下大吉。张良那干枯的口中念出这段太平道的宣言，周围的黄巾军立即有了回应，呐喊声震动整个山头。李广将军见状，当即呵斥道：“乱臣贼子也敢在本将面前放肆，杀无赦！”接着只见他抬手一刀就斩断了身前的黄金鬼兵，这举动瞬间引得四周的鬼兵全部朝这边靠拢。陈大忌惊呼一声：“我靠！那老僵尸出来之后，那些小鬼更多更难缠了，老大这该怎么办？好人要被坏人弄死了！”华九难听后立即指挥道：“大家一起上去帮助李将军捉拿贼首。”此话一出，只见灰仙家化为一只通体灰色的大老鼠，接着一个猛扑抓住前方的鬼兵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鬼兵瞬间被撕得4分5裂。这场面瞬间点燃了柳仙长怀远。接着只听一道龙鸣声响起，一条条青色的蛟龙虚影立即浮现而出，出场的瞬间蛟龙就张开血盆巨口，黄金鬼兵立马被他吞入腹中化为能量。我常家主杀伐，战场之上可不能让灰家夺去风头。说着只见他大手一挥，身后的龙影立即席卷整个战场。而此时另一边，胡菲儿媚眼如丝，双目中紫光浮现，媚态百出，周围的鬼兵瞬间被他迷惑。听我号令，杀！被魅惑的鬼兵立即举刀砍向同类，一时间究竟谁是敌我竟然分不出来，周围的刀剑声不绝于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类似风火轮的球体打入了战场，一个照面便将鬼兵的阵型撞得4分5裂。诸位各显神通，那我白家和黄家便为你们护法了。话音刚落，一群小刺猬立即喷出阵阵毒雾，而黄仙家直接找劫道义，一道血色气体立即凝聚，接着战场上瞬间显现出一个巨型的龙卷风，一时间惨叫声、哀嚎声响成一片。一旁吃瓜的陈大忌也是拎起弹弓，用着纯阳之血打着鬼兵，我打你脑门，我打你肚子，我打你裤裆，各种奇葩的词汇从他口中冒出。见众人都在奋力杀敌，九难站在远处尴尬不已。现在就我没什么做的，怎么办？我也要上阵杀敌呀！但一想到自己目前的道法还不够娴熟，可能上去还会帮到忙。就在他犯难之时，先前道家报谱子中朱邪的术法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有了，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大家。接着只见他一把拔出腰间的桃木剑，随后手结剑之口中不停念诵着天圆地方律令9章，无持令箭，万鬼伏藏，急急如律令，五雷破霄正法出。话音刚落，一阵天雷炸响，九难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脑瓜子嗡嗡的。他的头顶上一个大大的雷字浮现在半空中，仿佛泰山压顶般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。一旁的陈大忌见此情形，立即开口询问道：“老大，你是不是想拉屎？这关键时刻上哪儿去给你找茅房啊？”只有胡菲儿看出了不寻常的地方，他用了五雷破霄正法，现在遭到反噬了。这话惊得陈大忌大喊道：“什么反噬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”五雷破霄法是道家顶级的道法，施法者需要有大修行、大毅力、大阴德加身，还必须心存正气，绝无邪念才能用处。就算是道家的天师，也可能会因威力巨大被反噬。胡菲儿刚说完，陈大忌就开口打断道：“老大，你没事吧？你开口回答我呀！”而此时的九难站在原地一言不发，身上的冷汗不停地流淌着。不多时，他便双腿颤抖，随着砰的一声响起，地面瞬间被砸得4分5裂。九难咬牙艰难地支撑着，再这样下去，要不了1分钟，我就要被压成肉饼。时间1分1秒地流逝着，就在他即将坚持不住之时，他胸口处母亲留给他的家族玉佩瞬间爆发出一道亮光，随后头顶上的压力立即
即就被清扫一空。见此情形，九难下定了决心，必须趁现在将五雷破霄正法放出去。接着他又开始施起了法咒：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持令箭，万鬼伏藏，急急如律令，五雷破霄正法出。一念到出这个字，后面就卡壳了，那股熟悉的压力感瞬间就侵袭了过来。怎么办？道行好像不够，法诀完全念不完。就在他沉思之时，一股鲜血从他口中飙出，接着一股毁天灭地的雷霆之力缓缓地蔓延而出。周围打动的众人瞬间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纷纷转头看着身处战场中心的九难。蚂蚁姥姥惊得张大了嘴巴。身为鬼仙的他感受到，这股雷霆一旦降临，就连他都无法抵挡得住。同样为鬼修的李广将军也是生出一股寒意。就在众人都准备看着张良即将被雷电活活劈死时，九难的全身突然传来一股凉意。五雷破霄法的反噬又来了。像他这种道行不高的修士，根本不能完全催动这支高法诀。随着时间慢慢推移，他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九难艰难地握紧手中的桃木剑，接着奋力地朝前甩出五雷破霄法，给我出！黄金鬼兵们被他这一举动吓得抱头鼠窜，可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九难尴尬地沉思着，刚才不是出来了一点吗？怎么这回又没有动静了？而在武仙家的眼中，却是对九难充满了敬佩之意。胡青山率先开口道：“小先生迟迟不肯动用雷霆手段，莫非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”灰老六听后立即拍着马屁：“上兵伐谋，小先生此举目的在于攻心，让这些黄金鬼兵们不战自溃。”而九难本人却是急得冷汗直流。糟了，再耽搁一会，黄金鬼他们就会发现不对劲，到时候就完蛋了。此时的张良已然察觉到了不对，接着只见他手中高举着法器，口中大喊道：“天无常，地无常，天地无常，人心亡。人无心死，死不僵；已无血养，已无肉偿，已无人工将军之命。太平教众还不醒来，更待何时？”话音刚落，以张良为首的地底上突然冒出数只巨手，一道道凌厉的目光注视着在场的众人。那些黄金鬼兵们纷纷朝着这些庞然大物行着跪拜之礼。周道长见状大喊一声：“太平养尸术，这是飞将啊！”对于众人的惊讶，张良尽收眼底。只见他抬手朝着九难一指，来人取那人的生魂过来。话音刚落，那群飞将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朝着九难等人飞驰过来。见此情形，九难连声喊道：“五雷破霄正法，出！你他妈的倒是出啊！”看着九难愤怒的神情，胡菲儿连忙询问道：“小先生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要不和我一起去找几位前辈看看？”说着便抬手就要去触摸九难，可他在碰到金光的一瞬间就被震得倒飞而出。只见他艰难地躺在地上说道：“小先生，这道法反噬的力量太强了，我没办法救你，为今之计只能如此。”看着近在咫尺的飞将们，胡菲儿艰难地爬了起身，咬着银牙深情地看了一眼九难：“小先生就此别过，今后菲儿不在身边，你要多多保重了。”说着便化为一只晶莹如雪的三尾白狐，踩着莲步义无反顾地撞向最前面的飞将。就在他们即将触碰之时，一滴清泪从胡菲儿眼中缓缓地滴落。九难看得目眦尽裂，怒吼一声：“菲儿不要，快回来呀！”一口鲜血瞬间从口中飙出：“你们这群该死的畜生，要是敢伤害菲儿，我发誓定要将你们挫骨扬灰，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！”话刚说完，一道金松和一条青龙从九难的身上迸发而出，接着青龙迅速飞向身处在半空中的胡菲儿，将他牢牢地护了起来。只见飞将们刚一触碰到青龙的光晕，就被烫得滋滋作响，只听轰的一声，一道震响将他们炸得倒飞而出。胡菲儿奄奄一息地看了一眼九难，就如释重负地昏倒在地。然而刚刚的爆炸并没有打断飞将们的攻击，他们纷纷张开大手扑向跪倒在地的九难。李广将军见状，立即骑上战马拉弓阻止道：“畜生，尔等岂敢伤势待功德之人，该死！”一旁的陈大济也是不停地用弹弓输出着：“王八犊子敢打我老大，看老子不射穿你大裤裆！”沾着纯阳之血的石头打得飞将们嗷嗷惨叫。鬼仙蚂蚁姥姥召唤出大红轿子，用着人皮灯笼不断地轰击着将士们。一时间场面极度混乱，烟尘四起。蚂蚁姥姥掀开帘子，口中不停怒骂着：“该死的畜生，敢伤害我大外甥，找死！”然而在这么多猛烈的攻击下，还是有漏网之鱼突破了重围。一只飞将迅速地冲向无法动弹的九难，灰老六见状大手一挥，立即护在了九难身前。畜生住手！可还没等他施展开攻击，自己的手臂便被飞将一口咬住。接着只听咔嚓一声，灰老六的手臂应声而断，一条血淋淋的断臂抛洒向了空中。见此情形，九难撕心裂肺地大喊道：“灰六哥！”而灰老六却是化为了本体，坚毅地给他竖起一道肉盾：“小先生快跑，不用管我！”就在九难犯难之时，陈大济那边却出了岔子，一只飞将张开血盆大口扑向了他。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陈大济也是豁出了性命：“我靠，你大爷的，老子和你拼了！”然而话刚说完，便被飞将一把抱住啃咬了起来。看着连声惨叫的陈大济，华九难悲痛地流着眼泪。为了保护他的性命，胡菲儿生死不知，灰老六断臂鏖战，陈大济惨死当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所导致的。九难紧咬牙关，一股滔天杀气从身上蔓延了出来。只听噗呲一声，九难一口咬破了舌尖，接着一口精血喷在了桃木剑上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持令箭，万鬼伏藏，急急如律令，五雷破霄正法出。随着九难将咒语念完，天地间为之变色，雷霆瞬间蔓延整个战场。张良见状大吃一惊，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就算是他被打中了也会当场残废。随即只见他将铜钱剑朝天一指，口中不停念着太平道的秘术真言：皇天在上，太阴华盖，地护天门，无形雨布，玄女真人，明堂坐卧，隐伏藏身，急急如律令。话音刚落，只见祭坛周围的12杆大旗开始飞速旋转起来，张良被紧紧护在其中。五雷破霄正法与太平护身秘术相撞，一时间轰鸣声不绝于耳。见此情形，九难大喊一声：“给我破！”只听轰的一声，仅是眨眼的功夫，一股天雷直接轰击而
而下，包裹着黑雾的法坛瞬间被雷霆摧毁。待烟雾缓缓散去之后，张良已然失去了先前的气势，此时的他犹如一条死狗一样等待九难的审判。常怀远见状，立即抱着痛打落水狗的形式冲了出去。多谢小先生破了敌方主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常家吧。小先生先在后方休息一下。但此时的九难心念着兄弟，已然顾不上自身的安危。畜生，放开我兄弟的遗体！就在九难准备接回陈大计的遗骸之时，一道贱兮兮的声音将他点醒。老大救我呀！这玩意把舌头伸进我嘴里，坏我清白了。看着眼前一脸贱笑的陈大计，九难高兴地喊道：“你没死啊！”接着抬手一剑解决了这头飞将。见事情已然结束，胡青山领着众人过来会合。多谢小先生救命之恩，菲儿毫发无伤。九难闻言，心中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下。太好了，菲儿也没事。但下一秒，他注意到了一旁凄惨的灰老六。此时的他一身伤口，那条空空的衣袖显得格外的悲凉。可他却依旧微笑地看着九难，仿佛在说：“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”九难见状，立即扑了上去，口中悔恨地说道：“灰六哥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如今你肢体不全，日后修行之路只怕更难了。”然而灰老六却是笑着说道：“只要你没事就好了，小先生不必难过。更何况我们灰家命贱，修行之路本就坎坷，我也不在乎这点麻烦了。”九难听后立即掏出一枚丹药：“灰六哥，这是我用雪士大叔留下的宝物炼制的丹药，虽然不能断臂重生，但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”身后的胡白两位仙家顿时大吃一惊，这是琥珀行龙丹，这可是失传多年的灵药。然而灰老六却摆手拒绝道：“小先生，我如今已是断臂的废物一个，修为不会再有精进，这等珍贵的东西还是别浪费在我身上了。”这话说的九难立即就内疚了起来：“六哥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从今日起，我的手臂就是六哥的手臂，咱们同饮同食，同行同睡，我照顾你一辈子。”灰老六被这段肺腑之言感动的眼睛亮起薄雾，下一秒只见他的臂膀缓缓地亮了起来，那断了的手臂被一阵荧光包裹着。众人见状立即惊呼道：“这竟然是香火之躯！”陈大基一脸不可思议地抚摸着那发着亮光的臂膀：“啥叫香火之躯啊？”胡菲儿闻言一脸耐心地解答道：“是香火、元力、功德凝结在一起化成的身体。不过想要形成这种躯体，都要有城隍一类的天地官职在身，而且香火之躯也叫阴神元满身，所需要的愿力功德，就算是城隍，也需要历经千百年的累计才能达成。”在胡青山把话说完之后，灰老六恭敬地朝着九难行了一礼：“小先生，是您刚刚那句，我的手臂就是你的手臂，让我重获了肢体，而且这香火是从您身上抽取的功德，是我连累了您，还请您责罚。”闻听此言的胡青山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先生刚刚发自内心与灰兄弟患难与共，冥冥之中天地有感，帮小先生完成了心愿，也只有小先生这一脉功德无边，才能做到这种事。”见灰老六已然康复无恙，九难笑着表示：“只要能换回灰六哥的手臂，一点功德算不了什么。”说完便来到胡菲儿身前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菲儿，刚才也多谢你了，我也没什么能帮助你的。”胡菲儿听后小脸涨红地回着：“我不需要小先生感谢，能帮得上忙，菲儿就已经很开心了。”这话说的九难立即摘下戴在耳边的耳环：“菲儿，这个送给你，在危机时刻能保护你。”胡菲儿见状一脸惊讶地喊道：“这可是雪士大将军送给你的宝物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菲儿可承受不起。”在一番推搡过后，九难为胡菲儿戴上了耳环。怎料耳环接触他躯体的一瞬间就变为了银白色。胡菲儿满脸羞红地说道：“我也有东西要送给小先生，只不过现在没带在身上。”看着二人相扶相持，胡青山在心里默默地想：太好了，看来菲儿的情节是能过了。接着一步上前开口道：“小先生精通医术，不如再给菲儿治疗一番。”可他话还没说完，一旁吃瓜的陈大计迫不及待地打断道：“大哥，我看大妹子活蹦乱跳的，还是先去把那个大粽子搞定了吧。”说着便拉上九难跑了过去。此时战场上常怀远等人跟受伤的张良打得不可开交。见此情形，九难大喊一声：“常大哥，李将军，我来帮你了。”见是九难赶来，张良狞笑一声：“宿命之人，你必须死。”说着便一口咬断自己的小拇指，接着开始细细咀嚼了起来，随后大口一张，一团血气朝着九难就奔腾而来。众人被这股气息臭的立即捂住了口鼻。见众人被喝退，张良开口大喊道：“逢妖寸斩，遇鬼禽收，顺鬼不斩，恶鬼截头。”接着一把将手中的铜钱剑朝天一指：“皇天敕下，不得停留，急急如律令。”天游真君神咒出，话音刚落，一条红色风暴直冲天际，接着化为一个血色的神将，那三头四臂震慑着在场的众人。这场面惊得华九难冷汗直流，这是邪将天游真君。只见他面色狰狞，一脸凶悍地看着众人。九难见状，一把甩出手中的桃木剑：“给我滚开！”然而这股威慑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常怀远见状，立即化出真身，一把抓在邪将的胸前：“孽畜，岂敢对小先生无礼！”灰老六也是瞬间显出真身：“怀远，正神凶相不好对付，我也来助你。”说罢，一把抓起邪将的腿部，试图制止住他的行动。这场面刺激的一旁摸鱼的陈大计也热血了起来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他一拳打在自己的鼻梁之上，接着用沾染纯阳之血的石头打向邪将，唰的一下，邪将被打得接连后退，维持他躯体的魂力在慢慢淡化。察觉不妙的邪将立即举起手中的金刚杵砸向众人，可还没等他将武器挥出，一颗小石子迅速击在他的眉心处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邪将的魂体瞬间炸得只剩一团雾气。陈大计见状笑得像个傻子一样：“哈哈，现在知道小爷的厉害了吧？”闻听此言的九难在心底默默地想到。
大忌这体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绝不是简单的纯阳之体能办得到的。就当他在沉思之时，张良愤怒的声音将他打断：你们竟然破坏了我的正神凶相，我要你们偿命！说罢便挥舞起手中的法旗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桥神不出，更待何时？急急如律令，给我出！随着法旗的舞动，整个古墓上方顿时爆发出阵阵轰鸣声，接着地底迅速裂开道道口子，一只只锋利的爪子破土而出。九难见状大喊一声：大家保护好自己，桥虫出来了！一时间整个天空被密密麻麻的桥虫布满。陈大忌犯难的吐槽道：我靠，老子最讨厌虫子了，这么多桥虫就算是把我血抽干了也打不完了，这些东西难以对付，要不我们还是先撤出去吧。九难刚提出了方案，常怀远却会心一笑：小先生莫慌，我们有办法解决。接着便转头看向一旁的胡青山，只听他大喊一声：麻烦玉蝉兄弟了！话音刚落，数以万计的蟾蜍从地底冒出，一只巨型的玉蝉跳到几人跟前：胡老大客气了，能帮上小先生和武大家主是我们蟾族的荣幸。说罢便命令其手下消灭起了桥虫。一时间蛙鸣声响彻整个山谷，一条条细长的舌头将空中的虫子抓得干干净净。蛙蛙们开心地喊着：哈哈，好久没吃得这么爽了。见此情形，九难好奇地询问起事情的缘由：青山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胡青山闻言笑着解答道：我们先前听小先生说了这桥虫的事，故而请了蟾族过来帮这个忙。而此时的李广将军见张良已然无力回天，抱着乘胜追击的想法，只见他举起那把诛杀万千敌将的弓箭，口中气势磅礴地喊道：现在就是你这反贼的死期！咻的一声，箭矢划破空气，瞬间穿破了张良的胸口。重伤的张良恼羞成怒地吼道：该死，我饶不了你们！然而他的身后此时突然传来一阵沙沙声，接着一条蛟龙将他捆得严严实实的。孽畜，常某答应过小先生要取你生魂，我说到便要做到。张良闻言立即挣扎了起来：我在下面等着你们，待我大哥醒来，必定会向尔等索命。不等他将遗言说完，常怀远就一口咬下他的脑袋。九难看着地面上失去生机的躯体，心中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。日出东升，阳光烧的黄金鬼兵纷纷消散而去。李广见状，抱拳行礼道：贼人已然伏诛，我等也该离开了。九难看着死伤惨重的百战魂兵，心中不免为这些烈士感到可惜。李广仿佛感受到了他的心情，转头笑着说道：小先生不用难过，能够铲除奸佞，我的心愿已了。接着一道空灵的声响突然回荡而出：起日无衣，与子同袍，王子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这是《诗经·无衣》里记载的将士们同仇敌忾的诗句。此诗一出，百战魂兵竟慢慢的长出生前的躯体。蚂蚁姥姥见状，立即上前庆祝道：恭喜将军历经千年终得解脱。李广闻言转头笑着回道：也多谢诸位帮忙击杀贼子。而呆呆的陈大忌却不明白这是为何。老大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李将军一生唯一恨的事就是没能参加漠北之战为国杀敌，所以后来才会羞愤自杀。如今剿灭了黄巾军，也算了却了遗憾，以他的功绩，自然立地封正。说到这，李广双手抱拳感激地说道：今日之事若非华小友请动这些仙家，我和弟兄们也没有赢的场面。李广在此谢过。一旁的将士闻言口中齐齐大喊道：我等谢过小兄弟。九难被这阵仗搞得有点手足无措，大将军不必多礼，我一向敬重像将军这样的忠勇之士，我的一位恩人正是这样的勇士。李广听后疑惑地问道：华小友说的可是勇武大将军？您认识雪氏大叔？还不等九难说完，李广便解释道：前些日子不知为何，勇武大将军单枪匹马杀入阴曹地府，抢夺了一个人的魂魄，如今正在被地府给通缉，困在阴阳界，情况危机。九难吃惊地听着这消息，不行，我必须要想办法搭救雪氏大叔。李广闻言抬手表示：华小友若能见到勇武大将军，可让他来阴阳界小鱼山来寻我，念在今日之情，我必当尽力护他周全。九难闻言立即抱拳行了礼，多谢大将军。见李广即将离去，陈大忌不合时宜地开口道：李将军等一下，我想和你要把弓箭，我不白要，我用弹弓和你换。这举动使得李广仿佛被冒犯到一般，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。九难见状，立即将陈大忌护在身后：将军莫怪他，他就是心直口快。然而此时的李广却是开口大笑了起来：哈哈哈，好兄弟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接着将手中的弓箭朝前一递：好兄弟，你开口我一定给你最好的，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？陈大忌闻言兴奋地喊道：我还想要那6个大个子的黄金鬼兵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李广大手一挥，数道红色印记打入鬼兵的脑海之中，从此以后这些黄金力士都会听从你的任何命令，兄弟，这一路你千万要平安啊。李广拿着弹弓郑重地和陈大忌做了个告别，便回到了阴阳界之中。目送着将军离开，陈大忌呆呆地来了一句：老大，这将军人还怪好的嘞。对此九难只能无奈地表示：他哪里是人好，明明是你和他有渊源。就在二人谈话之时，灰老六带着一群小老鼠们赶了过来：小先生，这里是我家崽子们在古墓里找到的太平秘术和他们的灵药，您先收着。九难听后尴尬地表示：灰六哥，这也太贵重了，还是你拿着吧。然而灰老六却一脸端正地喊道：若没有小先生冒着反噬的风险击杀了那张良，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些东西？所以当然要归小先生所得嘛。对此九难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地接过太平秘术，等我研究明白这些东西后，大家只要有需要，随时可以找我拿取。这话说的蚂蚁姥姥喜笑颜开，我大孙子就是痛快。看着夕阳西下，九难心中沉思着，张良的事情已然告一段落，剩下的就是去拯救雪氏大叔了。很快他们几人便回到了家中，龙婆开心地出门迎接道：终于回来了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九难听后满脸歉意地回道：婆婆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马上就又要出发了。龙婆听后缓缓地说道：
是为了勇武大将军的事吧？这话说的九难心中一惊，婆婆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不等龙婆姐答道，陈父穿着围兜走了出来，是我发现的。见是自己的老爸，陈大忌立即一脸见笑的表示，你不是在家躲大粽子吗？怎么会发现大将军的事的？难不成这么快就发现你儿子我把大粽子打败了？这话说的陈父欣喜若狂，你这瘪犊子别打断我说话。先前我们去求大将军帮忙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了要好好修缮将军庙吗？这些天我就派人过去铺路建房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工人们给我打电话说大将军的雕像怎么也上不了颜色，不管刷什么油漆，弄啥涂料，到了第2天都会掉下来。没错，这是大将军遇到了生命危险的象征。在听完龙婆的观点后，九难立即坐不住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救雪狮大叔。龙婆连忙阻止道，他人不在阳间，你如何救得了他？这话说的九难立即犯难了，婆婆，那我要怎么办啊？按我说的做，我有办法让你下阴间。接着便开口吩咐道，小九，你带上香火贡品，亲自去将军庙，早晚按时供奉。九难听后疑惑地问道，婆婆就只需要供奉就可以了吗？这恐怕不够，大将军是被通缉，赤手空拳势单力薄，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就在龙婆犯难之时，陈大忌却嘿嘿一笑，接着只见他大手一挥，都进来，都给我进来。话音刚落，先前李广将军给他收服的黄金鬼兵立即走了出来。我本来是打算要这几个大个子给麻衣姥姥抬抬轿，省得我那几个小媳妇吃了。婆婆，你看这些人身上的盔甲有没有用？龙婆见状笑着答道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要是能给大将军穿上就再好不过了。得知这些东西对于血尸都有帮助，九难立即就准备前往将军庙。临行前，龙婆再次嘱咐道，小九，千万别忘了早晚按时供奉香火贡品。话刚说完，胡菲儿摇身一变，一只俏丽的小白狐跳上了九难的肩头。就在众人准备动身之时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响声，长八爷庞大的青蛇之身变幻而出。你们这么走要走到什么时候？快上来，我驮着你们过去。九难闻言立即感谢道，多谢八爷相助。一行人很快就出发了。龙婆目送着几人的离去，接着对身后的陈父说道，小陈，你带点花生瓜子去各家各户走走，告诉他们大将军有难，需要大伙都去庙里拜拜。陈父听后立即应答道，老婶子放心，我叫几辆车来免费接送乡亲们上山祭拜。说着便转身出去摇人了。见所有事情都安排完了，龙婆缓缓地叹了口气，上天保佑，希望大将军能平安度过此劫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九难一行人飞速地穿梭在林子里面，周围时不时传来一阵诡异的叫声。陈大忌闻言害怕地说道，这是什么声音？鬼哭狼嚎的。八爷，我们该不会遇到鬼了吧？这话说的长八爷忍不住吐槽道，怕什么？你爸把这条路修得大张旗鼓的，附近哪还有鬼怪赶过来呀？这么高深的话语听得陈大忌一愣一愣的。老大，这和修路有什么关系吗？修了路后就会有人过来祭拜，这附近的阳气就稍微足了些，自然就没有鬼物会来侵扰，也就平安了。在九难说完后，几人也顺利地赶到了将军庙。刚一落地，陈大忌便感到了强烈的不安。老大，我怎么感觉这附近没什么阳气啊？话音刚落，周围瞬间阴风四起，阵阵鬼叫声犹如惊雷一般灌入耳中。定睛一看，几人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个红衣女鬼。只见她一脸狞笑地看着众人。这怪异的场景立即吓得陈大忌开口怒骂道，我靠，他大爷的真撞鬼了！说着便一拳打出自己的鼻血。畜生，看我用拳头打死你！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长八爷一个闪身冲了上去，只听哗的一声，红衣女鬼的躯体瞬间被八爷撕成两半，破碎的红衣漫天飞舞。这操作看得陈大忌一愣一愣的。我靠，八爷你对着女鬼也太狠了吧！长八爷听后皱着眉答道，什么狗屁女鬼，你好好看清楚了，这叫老人精。话音刚落，先前那怪异的女鬼竟变成了3个小老头。只见他们抱拳恭敬的行礼道，八爷您消消气，俺们是和您老闹着玩的，您怎么还当真了呢？见对方态度稍微好了点，八爷抬手霸气的一指，少废话，快来拜见我家小先生。小老头们闻言立即叩拜道，老奴拜见少主。这话说的九难当即疑惑了起来，3位为何叫我少主？回禀少主，我们是大将军的仆人，我叫阿大，我弟弟是阿二，这个是我妹妹阿三。随着最前面的阿大介绍完后，九难也不多废话，直接进入主题。那你们知不知道雪狮大叔去阴阳界做什么了？抢的是谁的魂魄？然而领头的阿大摇着头，却是什么也不知道。少主恕罪，我们跟随大将军几百年，还不曾听到过他老人家开口讲话，见问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。九难缓缓地叹了口气，算了，还是先给雪狮大叔换上张良的铠甲吧。随着九难亲手将盔甲给换上后，又点上了3根香烛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，九难来到大殿的蒲团之上，接着一把跪倒在地。雪狮大叔容禀小侄话九难不孝，今日才幸得陈父书相助，给您老修庙立下，戎装加身。话音刚落，原本死寂的雕像上竟发出阵阵亮光，身后3个老人精立即恭敬地行礼道，亮了亮了，大将军显灵了。随着光晕缓缓飘散，仿佛将这一丝功德之力传入另一边的界域。此时的阴阳界城门外，天空被血色笼罩，城内一群阴兵正大肆走动着。只听领头的将领不断地喊道，搜，给我仔细搜，一个地方都不要给我放过，今天必须将那人给我捉拿过来。而雪狮大将军此时和一个满脸泪水的女鬼躲在暗处的角落里，2人默不作声，生怕发出动静被鬼兵给找到。